我生来不幸，刚出生母亲就去世了，随后我爹又离我而去，周围的人多说我活不过20岁，而且什么倒霉事都能让我赶上。直到我遇到了他，我的命运开始改变。现在他们叫我龙王大人，而我并不喜欢这个称呼，更喜欢他们叫我秦淮。20年前，蜀川绵山大雪，我爸妈成亲，村里人都说雪天娶媳妇福气满满，而事实恰恰相反，我娘因为生我难产而死。我自小体弱多病，到处求医问药也看不好，直到有一次我差点被隔壁大黑狗咬死，我爸宰了狗，还和邻居打一架。后来有人告诉我爸说，大黑狗一般是驱邪用的。你家孩子这么招惹大黑狗恨，会不会是你孩子被什么脏东西缠上了？那人劝我爸去秦口河边找杨端公。我爸也是走投无路，就带着我去了找了杨端公。我和杨端公第一次见面，就是在我16岁那年。杨端公在秦淮河打鱼为生，有人请就会帮看一些邪门的事情。杨端公看了我第一眼，就说：“兄弟，你娃娃的命我可以救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我爹连忙问什么条件。杨端公说：“救了你儿子后，他要拜我做干爹，我老了要给我养老送终，你可同意？”我爸几乎没有任何迟疑，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就这样，我认了杨端公做了干爹。杨端公接着说：“你既然同意了，那我帮你们也就等于帮我自己，救你儿子也算是出师有名，这个人我救了。”随后杨端公也没耽搁，伸手把手放在我头上，然后掐指一算说：“出生逢大雪，厄运缠身来，眉心多风雨，此生多舛途，一生带天运，仇敌藏四周。”杨端公念完这句话，我爸问杨端公：“端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杨端公回道：“意思是说这娃儿的一生命运多舛。”我爹听完后连忙按着我的头，一起给杨端公鞠了一躬，并说道：“求求端公救救我的娃儿。”杨端公听完后叹了口气说：“这孩子的魂怕是已经到鬼门关了，娃儿留这儿，你回去，这边我处理。”说完，杨端公拉着我进了屋。当晚，杨端公一直开坛祭拜，似乎在准备着什么。随后对着我说：“娃儿，你到床上待着，待会儿看到什么都别怕，知道吗？”说完，杨端公双手捏出了一个奇怪的手势，然后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，嘴唇张合的速度太快，我根本就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。只是下一秒，我忽然看到他身边出现了2道黑影，黑影的样子我还看见了2个有着长长舌头的人，一个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，一个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帽子。这时我看见杨端公和那2人说着什么话，而且越说，杨端公的情绪就越激动，可是黑白无常却还是无动于衷，而且黑无常还从口中吐出一条铁链朝着我甩来，但是被杨端公给抓住。杨端公面露难色，说着：“娃儿还小，你们就放他一马吧。”同时端公从自己的身体上抓住了一把什么东西，递给了黑白无常，说道：“娃儿还小，求你们就放他一马吧。”随后杨端公叽里呱啦的和黑白无常说着什么，可我在旁边一句多听不懂。片刻后，黑白无常接过端公递给他们的东西，闷哼地说了几句话，就忽然消失在房间里。屋内立刻起了一阵阵的阴风。杨端公等黑白无常走后，忽然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吐出了一口黑血。我见到杨端公吐黑血，我连忙喊道：“干爹，你没事吧？”杨端公说道：“不要怕，已经没事了。今晚的事不要对任何人说。你等等，我给你熬碗汤喝。”说完就往外面走去。过了大概半小时的样子，杨端公就端着一碗药过来。不过那碗药不像是寻常的药，因为从碗内散发的出来的一团黑气。我接过后直接喝完了。那晚我睡得十分安稳，从出生到现在睡得最安稳的一次。第二天醒来，杨端公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饿了吧？桌上有我刚煮的面条，你吃一碗吧。”我端起碗就吃了起来。吃完之后，我都感觉比以前有力气多了。我刚放下筷子，我爸就从外面跑了进来，见我吃了那么一大碗面条，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，说：“娃儿，你能吃东西了呀？”我爹连忙对着端公说：“端公，我儿子是不是已经好了？”杨端公笑了笑，刚准备说话，这时候外面却传来一声咕咕的叫声，沙哑难听。我们同时往外看去，就看到在杨端公家门口停着一只黑色的乌鸦。杨端公原本的笑立即就收敛了，脸色大变，这是乌鸦报丧。赶走乌鸦后，我爸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包给杨端公，杨端公却摆手拒绝说：“这就不必，这娃娃在我这多留几日吧。”我爹满脸惊慌地说：“端公，是不是我儿子还没好？”杨端公摇头说：“也不是，主要是留下你玩，我再看看，以防万一。”我爸仔细想了下，也觉得杨端公说的有道理。随后我爹对着我挥了挥手和我告别。目送着我爹走后，我开口问道：“干爹，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杨端公诧异地看了我几秒，说：“你听到了，没什么，等那乌鸦再来，抓住给你炖汤喝。”
婉儿，你家里以前和谁吵过架吗？我回道，我小时候我爸打死了邻家的黑狗，那黑狗咬我。杨端公哦了声，就没有继续往下说，就从身上拿出一张黄纸，在上面写着秦淮2个字。我站在旁边好奇地问，干爹，你写我的名字干什么？杨端公看了我一眼说，晚上跟我到河边，我找人救你。找人救我？我喃喃自语道。到了晚上，杨端公就带着我上了竹筏子。杨端公对我说，婉儿，你知道咱们这条河出过仙人知道吗？我坐在竹筏上回道，神仙不知道。干爹，给我讲讲吧。杨端公只是哈哈大笑起来，却没有回我的话。我顿时心中无语，搞什么嘛，勾起人家的兴趣却什么都不说。忽然河面上就起了一层雾，到了雾气中间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诡异的雾。很快我们的竹筏进入到一个黝黑的峡谷，随后杨端公选定一个位置，将竹筏子给固定下来，然后又拿出一根竹蒿，在河里乱捅着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我待在旁边看着，而杨端公寻找了好一阵子，好像都没有什么头绪，嘴里念叨着说不应该啊。我好奇地问，干爹，什么不应该？我刚说完这句，原本停得好好的竹筏子突然像是被什么冲撞了一下，竹筏子一阵剧烈晃动，我差点就从竹筏子上摔下去。好在杨端公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了我，要不然我现在可能已经成了落汤鸡了。我稳定住自己的身体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这时我突然发现，我左边的河面上浮着一具女尸，女尸被河水泡得浑身发白，面部溃烂，眼珠子浮肿的都像是要掉出来了，脸上呈现的表情也是一副十分惊恐的神情。我被吓得差点大叫出声，干爹一把捂住我的嘴，对我说，婉儿，别乱叫，待会把他吵醒了会出事。我含糊不清地说，知道了。我不敢说话，盯着杨端公看着。杨端公过了会说了句，婉儿，这是尸体冲煞，见人的事情怕是办不成，可能还惹上了别的麻烦，今天不能找人帮你了，我们把他拖上竹筏先。我压着心头的恐惧，将尸体给弄到了竹筏子，却没有闻到半点臭味。杨端公说，先找个地方给他超度吧。到了岸边，女尸还在竹筏子上放着，杨端公进去找了一块白布，就将女尸给包裹起来，然后让我扛着女尸跟着他走。随后杨端公带我来到一片坟地，到了坟地后，杨端公很快就选了一块地方，挖出了一个坑。杨端公将坑挖好后，点燃了几炷香，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燃烧完了。杨端公面色一变，却是什么都没说。过了会，杨端公让我将尸体拖着放到坑内，一边撒纸钱一边说，女娃娃，我和我干儿子，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但是你的死和我们没有关系，现在我们给你找了个安身之地的，让你好好躺着，你就安心上路，投胎转世，下辈子到一个好人家去。说完后，我和干爹就开始填土。弄完后，时间都已经到了凌晨1点。杨端公喊上我就回去，还和我说，婉儿，今晚的事情也要保密。我点了点头说，知道了。到了家里后，我收拾了一番，杨端公就和我说，婉儿，好好睡一觉，今晚的事情别多想。我嗯了声，回到了房间。本来翻来覆去是睡不着的，但今天的惊吓和劳累让我再也支撑不住了，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越睡越冷，但这可是大夏天，后面我被冷醒了。我直接睁开了眼睛，睁眼后下意识的就到处乱摸着，很快就摸到了一样东西。我扭头看去，就看到一个人躺在我身边，正是今天秦口和冲下来的那具女尸。我被吓得尖叫出声，立马从床上跳下去，跑去找了杨端公。等杨端公看见了躺在床上的女尸后，面色顿时变得十分凝重起来，手都颤抖了起来，开口道，女娃娃，我们本相安无事，为什么要缠着我干儿子？等杨端公说完这句话，我看到女尸直挺挺地坐起来向我走来，我顿时就被吓了一跳，面色苍白，下意识的就往后退去。杨端公却伸手抵住了我的后背，我止住了脚步。我转头看向杨端公，刚要说话，杨端公就朝着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女尸忽然走到了我面前，我的心一瞬间悬到了嗓子眼，她还是像先前那样恐怖，一对眼珠子像是随时都要掉出来一般。突然她双膝跪地，朝着我磕了个头，然后就往外走去，直到女尸消失，我才转头看向杨端公问，干爹，他这是要去哪？杨端公面色凝重，并没有回我，而是开始掐指算了起来，然后面色巨变，说了句，不好了，赶紧去看看你爹。杨端公说完这句话，转头就朝外面跑去。我心想，我爹还在家，顿时心急如焚，这女尸该不会去找我爹的麻烦了吧？随后我和杨端公立即来到了我家里。我刚进家门，我脑袋上被一股红色液体从我的头顶流向四周。我说了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杨端公看到这一幕，连忙对着我说，小怀，你家里的水缸在哪里？我说在门口。杨端公拉着我就到了门口的水缸边，伸手就开始帮我洗着脑袋。等我洗好后，就看到了整个水缸里的水都被染成了红色。
这时候，我爸才从屋内出来说：“端公，你怎么带着小怀这么晚过来？”杨端公说：“小怀他爸，晚上你有没有感觉家里来过人？”我爹想了想说：“没有啊。”杨端公却一脸阴沉地说：“你家门上被放了一碗乌鸦血，刚才一碗血扣在小怀头上了。”我爸听见这话，顿时就着急了，问道：“端公，那现在怎么办？”杨端公说：“害小怀的人不是普通人，你们家真没有仇人吗？”我爸先想了想说：“端公，我们家在村里向来是忠厚老实的人，我是真的想不到什么人想害我们家。”杨端公说：“那就奇怪了，小怀，你先进屋睡觉吧，我和你爸还有话说。”我哦了一声，就回到了床上睡去了，一觉就睡到了早上10点钟。起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爹和干爹都不见了，心想，难道他们在外面？我刚要走出屋子，我就看见门口站着一个陌生人，只是他穿着有些奇怪，站在阳光下，还撑着一把黑伞。我看着这个奇怪的男人，就说了句：“你找谁？”他看向我笑了笑说：“我找你。”我被吓得往后退去，就把门关上。我双手压着门，怕他破门而入。我透过门缝往外看去，发现那个奇怪的人已经不见了。我刚要松口气，身后却响起一道声音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我扭头看去，就看到那个人站在我身后，完全搞不懂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。开口说：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而这时门也打不开。白发男子却说：“我来告诉你几件事，你要牢记。第一件事情，尸体报恩；第二件事情，河水断流；第三件事情是老牛替死。如果这3件事情都发生了，你记得来找我，到时候会有大事发生。”我问道：“什么大事？你又是谁？”白发男子说：“现在还不能说。”说完后就往外走去，他撑着一把黑色的伞，走到门口的位置，只听见嘎吱的一声，门就开了。我见他走出屋子，连忙问道：“等等，我到哪找你？”白发男子回了一句：“到时候自然有人会告诉你的。”随后就凭空消失了。我此时站在太阳底下，都感觉浑身冰冷，满头大汗。尸体报恩是说那具女尸吗？她不来吓我就是好事了，哪还敢指望她报恩？我这是碰到神经病了吗？这时我爸和杨端公从外面走进来，我爸见我站着没动，就说了句：“小怀，你起床了。”我回答说：“爹，干爹，你们去哪了？我刚才看到一个。”我话还没说完就被杨端公打断了。杨端公拿出一件黄色的衣服递给我说：“别急，先把这个穿在里面。”当我穿上这衣服，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衣服？”这黄色的衣服画着一些奇怪的纹路，衣服不算大，像是那种黄马褂。杨端公却说：“别多问，记住这几天都别脱下来。”我爹这是说：“小怀，你刚才要说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刚才来了个撑黑伞的怪人，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。你们过来看到他了吗？”我爹和杨端公互相对视了一眼，两人也是一头雾水。我爹先开口说：“我和你干爹一路上也没看到这样的人啊。小怀，你是不是这几天被吓怕了，产生幻觉了？大晴天的谁会撑黑伞啊？”我喃喃自语道：“幻觉吗？”我爸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就说：“端公，你说小怀该不会是大白天见鬼了吧？”杨端公开口道：“见鬼应该不至于，小怀现在黄衣加身，一般的鬼害他不得。”我好奇地问：“这件衣服这么厉害吗？”杨端公却阴沉着脸说：“小怀，下次再碰到那个奇怪的人，立刻告诉你爸或我。”我点了点头。我爸摸了下我的脑袋，然后问我说：“饿了吧？”随后我爸转头看向杨端公说：“端公也留下吃饭吧，今天买了鱼做汤喝。”杨端公也没推辞。随后我爸转身进屋去厨房做饭。我妈难产走了后，我爸是又当爹又当妈的，好不容易将我养活，真的不容易。吃完饭后，杨端公就和我爸说：“小怀他爸，小怀这几天就住在家里，我得先回去准备点东西。”我爸点了点头，又问杨端公：“端公，我这边需要准备什么吗？”杨端公摇了摇头说：“不用，这黄马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保小怀几天是没什么问题的。”杨端公说完就往外走去。我爸这时对我说：“现在外面阳光足，你也去晒晒太阳，把身上的阴气晒走。”我应了一声，走到了院子里去晒太阳。只是我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奇怪的人。我爸洗好碗后就去地里干活，我爸还叮嘱我让我别走远了。我哦了一声，点头答应。随后我就在村里面溜达。可就在这时候，我看到两旁的草堆里有什么在动，好奇心就让我看了几眼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草堆里很快就钻出了几条黑狗。这几条黑狗我知道，就是之前我邻居家里那条大黑狗生出来的，现在也养得很大一只，一下子跑出来3条。我顿时就被吓到，我先是没动，但是看见大黑狗动了，我心里彻底慌了。可能是小时候差点死在狗腿下，所以有心理阴影。看见3条凶神恶煞的大黑狗追着我，
我使出吃奶的劲头，拔腿狂奔，不敢有丝毫的停留。我很快跑到村后山下的破庙里，我躲到里面，想着把庙门关上，可庙门坏了，关不上。此时3条大黑狗很快就把我给包围起来，我喊着救命，可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回应。这里没有人，3条大黑狗朝着我龇牙咧嘴，随后就朝着我猛扑过来。我赶紧蹲下身体，抱住自己的脑袋，心里害怕的要死，想着看来今天还是逃不过。可正当我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，我却听见了一声狗吠的叫声。这声狗吠叫有些低沉，低沉中还透着一股凄惨。我抬头看去，看到了一具女士抓住一条黑狗，将它的脖子给咬断，咬断后直接就将黑狗给扔到了一旁。另外2只黑狗被吓得根本就不敢动。片刻后，另外2只黑狗还是扑向了女尸，而女尸很快就将这2只黑狗的脖子咬断。我屏住呼吸看着女尸。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，如果看到诈尸的尸体，那是僵尸，只要我们不呼吸，尸体肯定找不到我。说是尸体没有视觉，只有听觉。片刻后，我以为他接下来就要扑向我时，女尸转身就往外走去，我却还防备着女尸。等女尸走远后，我的心才彻底落了下来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太惊险了，要不是这女尸，可能我就惨了。我这时突然一惊，难道他刚才是救我吗？难道这就是白发男子口中的尸体报恩？昨晚这女尸还给我磕头，难道是在表达善意？第一件事已经发生了，那个人说的这么准吗？我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中，心里越想越乱，直到我爹推开门，看着我坐在凳子上，开口说：“小怀，白天过得怎么样？”爹回来晚了。我抬头看向我爹，我爹这时看我脸色不好，就问：“小怀，怎么了？”我刚要开口说话，但最后又忍了下来。之前隔壁家的大黑狗差点就咬死我，我爸抄着家伙和隔壁干了一架，差点出事了。如果再让我爸知道还是他们家的黑狗对我下手，那我爸铁定会和他们再干一架。想了下，我就忍了下去。我回道：“爸，我没事。”我爸也没说什么，就去给我做饭了。随后我简单的吃了点，就躺在了床上，翻来覆去都没有睡着，一直到深夜才迷迷糊糊睡过去。还好这一晚上风平浪静的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。我起床去开门，打开大门后发现是我二叔。我二叔急切地说道：“小怀，快跟我到河口去，你爹他出事了。”我和我二叔来到河边，问道：“二叔，我爹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二叔面露难色，沉默着一句话都没说。我看到秦口河当中停着好几艘竹筏子，他们正在打捞着什么。我看了几眼，旋即就明白了过来。我直接冲过去想跳下河帮忙，却被我二叔一把拉住了，让我不要冲动，说我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二叔人高马大，我根本也挣脱不了，最后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我问二叔：“我爹好好的，怎么会掉进河里？”二叔说：“听说你爹在河边地里忙活的时候，不小心从高处摔了下去。”片刻后，我干爹也来了。我干爹走到近前就抱住了我，他拍了拍我的后背，对我说：“小怀，你不要怕，一切有干爹在呢。”这时有人说道：“找到了，尸体在下游。”我和干爹他们跟着就跑到了下游，看到竹筏子上我爸就躺在上面，顿时心里直抽抽，然后就大声的哭了起来。我上前摸着我爸，感觉浑身冰冷无比，我撕心裂肺的喊着说：“你们救救他，救救我爹！”杨端公蹲下来查看了一下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小怀，你先跟着你二叔回家，这里交给干爹。”我不肯走，可是二叔强行要将我弄回家，最后我没办法，一口就咬在了我二叔的大拇指上。我二叔吃痛，就将我给放了下来。我朝着我爸走去，趴在我爸的身上大哭了起来。我从小没妈，现在爹也走了，这10几年来我爹为我付出的太多了。晚上我和我干爹回到家，干爹对我说：“小怀，人要往前看，以后干爹会照顾你的。”我这时说道：“干爹，我一直想不通，我们琴台河边长大的人水性都不错，我爹怎么会淹死呢？”杨端公叹了口气说：“生死有命，小怀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的送你爸上路。”我咬咬牙了声，忍着巨大的悲痛做着这些事情。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好，也没什么亲戚，后事都是村里人帮忙操办。我爸的葬礼一切都从简，第二天下午就下葬了，下葬的位置还是杨端公选的。杨端公告诉我说：“小怀，干爹给你爸选的位置是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，以后他一定会在天上保佑你。”这时我无意间抬头看见旁边的大树后面站着一道人影，是之前那个黑袍男子，是之前那个奇怪的人，嘴角还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。我转头和杨端公说：“干爹，那个怪人就在那棵树边。”可当我回头看去时，发现大树后面的人就不见了。我心不甘地朝着那里跑去，可大树后面也是空荡荡的，而杨端公却在后面对着我说：“小怀，那边没有人啊。”我回道：“干爹，
刚才我好像看到树后面有一道人影。杨端公叹了口气说：“算了，小怀，回家吧，晚上来干爹家睡吧。”我低着头说：“干爹不用了，我爸刚走，我想回家。”杨端公深吸了口气说：“小怀，你要是碰到了什么事情，记得第一时间过来找干爹。”我和杨端公分开后，我就朝着家里走去。家里平时本就冷清，现在我爸走了，屋子一下就变得更冷清起来。我坐在大厅里，脑子里想着很多事情。我看了眼挂在墙上的钟表，已经晚上8点钟。坐着坐着，我又想起了一些往事，不由得又伤心了起来。正当我失神的时候，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的声音，起身就去开门。我本来以为是我干爹来了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站在门口的居然是那个穿着一身黑色长袍的男子。我们俩对视了眼，他今晚上没有撑黑色的伞。我开口问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黑袍男子笑了笑说：“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”我不解地说：“你不是让我去找你吗？你怎么现在来了？”我双手抓着门，准备随时关门。我心里还是有些警惕心的，总感觉门口站着的人怪怪的，让我心里生出了几分不安。黑袍男子说：“年纪不大，技艺倒不错，请我进屋便告诉你为何我提前来了。”我思虑了会，就答应了下来，让他进来。他提起自己黑色长袍的衣摆，他走进来后，自己就在位置上坐了下来，还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水，然后说：“你也坐。”我坐下后问：“可以说了吗？”黑袍男子说道：“小兄弟，我若是说你爸没死，你信吗？”这句话一下就让我心悬到了嗓子眼。我看着眼前的穿着黑色奇怪衣服的人，莫名的心里居然有种相信他的冲动。我点了点头说：“我愿意相信。”黑袍男子笑着说：“你真的相信？”我又摇头。黑袍男子这次笑出声来了，说：“有趣，小兄弟，你若是真的相信我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记住了，明日凌晨你注意听屋外鸡鸣，若是公鸡叫你，就赶紧关门，被子蒙头，好好睡一觉，其余什么事都别管。若你开门见是母鸡打鸣，你便只身去把你爹的坟挖了，然后打开棺材。若问你白天还是晚上，你便回答白天。”我听到这大惊失色地问：“等等，谁会问我这问题啊？”黑袍男子笑着说：“当然是你爹呀。”我一脸不可置信地问：“我爹真能活过来？而且母鸡会打鸣吗？”黑袍男子点点头说：“会的。”黑袍男子说完起身就往外走去。我连忙问：“等等，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？”可是，一眨眼的功夫，黑袍男子又消失不见了。我心想，这还真的是一个怪人。不过这个怪人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，让我心里隐隐的又有些期待。我坐在凳子上，也没去床上睡觉，就打算在这里等着，看看凌晨到底有没有鸡叫声响起。我一直熬到了晚上10点半，逐渐有些困意涌上心头，最后实在是熬不住，我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迷迷糊糊我感觉一股冷意往我身上涌来，突然就睁开了双眼。我走到墙边，抬头就看到墙上挂着的时钟，时间到了凌晨，可是外面还没有动静。这时我听见外面响起一声十分嘹亮的鸡叫声，我起身打开门，目光就搜寻了起来。等我开门后，看见是一只公鸡。看到公鸡后，我顿时大失所望，看来还是我自己痴心妄想。母鸡怎么可能会叫？那只公鸡在我家里的院子里走来走去，可就是在这时候，又是一声打鸣声响起。我目光看去，却发现不是公鸡叫的。就在这时候，只见屋顶上落下来一道黑影，黑影落到地上，立马发出打鸣的叫声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等一阵凉风吹来，我才回神。我转身就去屋内，拿着工具，提着一只手电筒，就往坟地赶去。坟地里距离我们这有3、4里地。走到路上，心想这怪人说话准的离谱啊！我花了半小时的样子，走到了坟地里，先是在我爸的坟头上跪下来磕头，对我爸说：“爸，你千万不要怪我，我不想你死。”我磕头后，拿起工具就动手起来，因为刚埋的土，所以挖起来也并不是那么的费力，大概花了1小时，我就将土给清理了。随后我将棺材盖子打开后，我就看见我爸的尸体。我盯着看着，只见我爸躺在棺材里，没有任何动静。我试探性的叫了一声爸，可棺材里的人没有任何反应。我转过头去，偷偷的抹眼泪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我在干什么啊？死人怎么可能活过来？”可就在这时，我爸猛然就从棺材里坐了起来，身体笔直，眼睛也睁开了。他面色苍白，一双眼珠子瞪得老大，身体看起来也很是僵直，开口问道：“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？”立刻回道：“是白天。”我回答白天后，时间像是静止住了。等了好一会，我突然听见我爸说：“回家。”然后我就看见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幕。
只见我爹从棺材里站了起来，往家里的方向走去。我此时震惊得无以复加，连忙追上我爹。我一路喊着我爹，但是我爹根本就不理我。就这样趁着夜色，我跟着我爹就到了家中。我爹回到家就直接走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躺下闭上眼睛就没了动静。我爸此时还穿着一身寿衣，大晚上的看着实在是瘆人。我见我爸躺在床上没有动静，我心想这是做梦吗？随后我走上前去，把我的手指放在我爸的鼻息下，一试探，发现从鼻孔下面喷出来的是一团热气。我知道我爹真的活了。我看着旁边的闹钟，时间是凌晨4点。以前爹都起早给我做早饭，现在我也要给我爸做一顿早餐，让爹好好休息。我一直忙活到6点钟，期间我都没有打扰他。等到了8点，我爸还是没起来，一直到了10点，我爸还是没有动静。这时杨端公从院子外面走了进来，看见我后就对着我说：“小怀，你吃了早饭没有？”我见杨端公回来，我立马拉着杨端公就往屋内走去。杨端公还问我说：“怎么了，小怀？”我转头对干爹说：“我爹活了。”杨端公无奈地说：“娃儿，我知道你想你爹，可是事情已经发生。”我还没等杨端公说完，拉着杨端公就到了我爹的房间里。杨端公看见我爸躺在床上，大惊失色，快步到了我爹的床边，然后伸手在我爹的脉搏上发现有脉搏，然后又摸了摸我爹的胸口，又试了试鼻息，随后一脸不可置信地说：“居然真的活了。”我对杨端公说：“是啊，干爹，我爹真的活了。”我这时对着我爹说：“爹，起床吧，10点多了。”干爹也来了，我还给你做了早饭。杨端公在我后面突然说道：“小怀，不要叫了，恐怕有陷阱。”我不解地问：“陷阱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干爹说：“就怕是有人在算计你爹，你回头将你爹叫醒，别出什么幺蛾子。”我喃喃自语道：“难道那个怪人是要害我爹？”杨端公又问道：“小怀，你爹活过来和那个怪人有关系？”我点了点头说：“是啊，昨天那个怪人来跟我说。”随后我将怪人的事详细跟杨端公说了一遍。杨端公听后面露凝重之色，我看着一脸凝重的杨端公问道：“干爹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”杨端公喃喃自语道：“难道是那个人？”不过杨端公随即就对我摇头说：“小怀，我现在怕那个怪人就是你家的仇人，他一直在算计你家。”我心里沉了沉，干爹，那怎么办？杨端公一时没有说话，站在我爸的床头陷入了沉思。过了一会，他说：“小怀，如果你爹晚上还没醒，说明你爸的魂并没有回来。等到晚上我找地府的土地爷问问。”我好奇地问：“干爹，土地爷还管这种事吗？”杨端公看了我眼说：“当然，不然土地爷在阳间干什么？”随后转头向外走去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干爹回去准备点东西，晚上过来。”我嗯了一声说好。我坐在我爹的床前，看着我爹，胡思乱想着。刚才我们说话，爹硬是没有半点动静。难道我爹真是魂魄没回来？怪人真是我家的仇人吗？感觉他并没有恶意。一直等到晚上大概8点钟的样子，杨端公就来到了我家中。杨端公换上了一身做法师的衣服，手中还拿着一把红绳，对着我说：“小怀，你爹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我爸还是没有动静。”杨端公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意料之中的事。”随后杨端公将红绳捆在自己手腕上，然后在我爹的床前烧着了一些死人钱，烟雾很快缭绕在房间里。做完这一切，杨端公拿着一根红绳递给我说：“怀儿，照我说的做，绳子这头绑在你手腕上，若是发现我不对劲，就往回拉。”我点了点头。杨端公很快就盘坐在我爸床前，嘴巴快速地张合着，我也没听清楚他在念什么，只是随着他不断地念着，突然屋内就起了一阵风，随后杨端公就闭上了嘴巴，没了动静，身体笔直。这回他面色苍白，额头冒出了冷汗。我叫了声干爹，可是杨端公却没有回答。我喃喃自语道：“难道干爹已经到地府了吗？”这时原本捆在我手腕的绳子忽然的一下就被拽得笔直，我当下不敢耽搁，用力的就往回拉绳子，可是我的力气不够，绳子对面像是有人在和我拔河。突然我感觉到不对劲，我体内像有什么东西要被拽过去，我脸色大变，这难道是我的魂魄？在这时有一只手按住我的背后，等这只手按上来后，我的魂魄很快就回到了我的身体里。我下意识的就扭头看了眼，就看到身穿黑色长袍的男人站在我后头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他又是对着我一笑。此时红绳子还勒着我的手腕，红印子都出现了。黑袍男子突然对我说：“闭上眼，让你看看是谁在和你对拉。”我有点无语的说：“比起这个帮我拉绳子更重要吧？”不过还是按照他说的去做。黑袍男子的手很快就触摸到了我眼皮子上，一股凉凉的感觉弥漫开来，让我感觉一阵舒畅。好了，睁开眼睛吧。我嗯了声，睁开眼后就看到杨端公身边站着3个面目狰狞、
浑身散发着黑气的小鬼正在使劲地拉着红绳子，我顿时就被吓到了，他们朝着我张牙舞爪的。我大惊失色地叫了声说：“有鬼啊！”黑袍男子微笑地说：“别慌。”之后对着那几个小鬼说了句：“我来了，你们还不滚？”小鬼却嘲讽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识相的赶紧滚！”黑袍男子回道：“如果我不滚呢？”小鬼怒喝道：“找死！”说完直接一跃而起，利爪朝黑袍男子抓去，不过还没接近就被一个无形的拳头打飞出去。另外2个小鬼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随后立马反应过来一起出手。只见啪的响声，黑袍男子身前出现一个屏障，当小鬼的攻击打到屏障时，却被屏障的能量给反弹出去。小鬼眼见打不过，放下狠话，立马就离开。黑袍男子转头看向我说：“现在把绳子拉回来了。”我听了这话，赶紧就将绳子给往回拉。没多久，杨端公就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像是死里逃生一般，后背更是被冷汗浸湿了一片。我连忙开口问：“干爹，你没事吧？”杨端公一副后怕的表情说：“干爹差点回不来，你爹的魂魄我怕是要不回来了。”我听后脸色大变，急忙问：“干爹，我爹怎么了？”杨端公转头看向我说：“你爹他……”刚准备说下去，就看到了穿着黑色长袍的男人站在我身边。杨端公先是一愣，随后恭恭敬敬地说：“您怎么在这？”白发男子淡淡的说：“既然知道我来了，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。”我干爹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说了句：“好。”随即准备起身，身形还有些踉跄。我上前就将我干爹搀扶住，说：“干爹，你现在就走了吗？”杨端公对我说：“小怀，他来了就不需要干爹了，他真的可以救活你爹。”杨端公说完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，身影还有些落寞。我心想，干爹难道认识这个怪人？这时白发男子说道：“他走是对的，管不该管的事，他的命也会留在地府的。”又转头看向我说：“你还想救你爹吗？”听了这话，我赶紧说：“当然想啊。”白发男子听我说想，就走到我爹床前，我在后面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啊？”白发男子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我叫张青衣。”随后白发男子的手出现一个太极图案，一道金色的气息进入了我爹的鼻息。我爹突然发出了一声吃痛的叫声，睁开了双眼。我在旁边目瞪口呆地看着，正当我以为我爸要醒来的时候，却看见我爸又重新闭上了眼睛，没了动静。张青喃喃自语道：“奇怪。”我在旁边着急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张青一淡淡地说：“你爹的魂根本就没在地府。”我不解地问：“不在地府，那会在哪里？”张青一说：“不知道，只能等时机成熟再找人问我。”我又问：“还要等多久？”张艺清转头看向我说：“等第2件事情发生，发生后我会再来的。”说完就跨过我家的门槛就往外走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怔怔出神，心想：真是个怪家伙，完全搞不懂他。他做的这一切，看着我爸苍白的脸孔，心里想着，现在总算是有个盼头了。而干爹感觉像是一夜之间就变了。这些天我只多去干爹家看他，确认他没事后，我才放心下来。而我爹还是没什么动静，躺在床上就像是个活死人。直到第5天，村里人突然传来消息说琴台河断流了，大家快去摸鱼啊！我一脸震惊，第2件事果然发生了。那张艺清也该过来了吧？不过还剩一件事，老牛替死。可老牛替死又是个啥呀？这时张艺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：“走吧，现在去救你爹的魂魄。”我连忙问道：“我爸的魂魄在哪里了？”张艺清笑了笑说：“小怀，要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”我立马回道：“你是饿了吗？我先给你做饭。”张艺清目瞪口呆地说：“我并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这样，我可以帮你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我哦了一声，心想，不会也是让我认他当干爹吧？说说看什么条件？现在不能说，不过放心，条件在你的承受范围内。我听张艺清这么说，也就没多想，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。张艺清笑了笑说：“那走吧。”我开口问道：“张师傅，咱们现在去哪里？”张艺清听我喊他张师傅，诧异的看了我眼。我连忙解释道：“我们这里称呼厉害的人都是叫师傅。”张艺清听后笑了起来，对我说：“我们去琴台河。”我问道：“我爹的魂魄在琴口河吗？”张艺清淡淡的说：“到了就知道了。”等我们到了琴台河，我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。只见这个河段的琴台河完全干涸了。随后张艺清带着我往前走，就看到前面似乎还有一汪水。我们到了那一汪水面前，张艺清认真的朝着水中看去，然后蹲下身子，手在水里摸了下，水很快就晃动了起来。他将手抽出来就说：“小怀，如果没错的话，你爸的魂魄应该在水中。”我说道：“难道我爸是被水鬼害死的吗？”张艺清淡淡的说：“你倒是懂得多，我若是让你下水捞你爹的魂，你敢吗？”
我点了点头，好。然后张艺清从自己身上摸出了3支香，3支香很快就被他点燃。我先问问，这里面的人让不让咱们带走？我一知半解，不知道张艺清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点了点头说好。张艺清然后张嘴就开始念了起来：人归人管，魂归鬼管，今吾来此，特来一问八方神仙，为吾开路。念完后，就将手中的3支香往水中扔去，只见3支香居然立在了水面上。3支香没多久就被人拖着往水里进去，垂直进入，就像是有只手抓住3支香往河里去，很快的就没入了水里，水面重新恢复了平静。随后继续念着以无之令，唤魂速来出。张艺清咒语念完后，水面突然出现一道鬼魂。我看到这鬼魂的样子，就知道不是我爸。我立马和张艺清说道：张师傅，这不是我爹，怎么办？张艺清听完后，袖子一甩，这道冒出来的鬼魂很快就被压下到水里去了。张艺清这时问：小怀，你爹叫什么名字？我回道：秦有义。张艺清听了后，就念到了我爸的名字。水面突然像是被沸水煮开，没多久，我看见里面又是一道黑影冒出来。只是这道黑影刚冒出一个头，忽然河面上起了一阵风，这一阵风很大，吹得水面上起了波澜，然后就将那道魂魄给压了下去。而原本在水里的3支香倒飞了出来，落在了张艺清的手中。张艺清把3支香接住，看了眼，发现3炷香已经燃烧了成2短1长。张艺清的面色阴沉了几分，说：人怕3长2短，香怕2短1长。我问道：什么意思？我爹的魂魄还能捞回来吗？张艺清叹了一口气说：捞得出，但不是现在。你爹怕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你。我听完一头雾水。张艺清盯着手中的香，对着我说：小怀，这3支香是请鬼神让路的，但鬼神非但没有接受，还烧成了2短1长，这是凶相啊！你爹可能做了什么事，惹了鬼神。我一听心沉了沉，着急地说：张师傅，我爹怎么会做惹了鬼神的事情？是不是弄错了？张艺清严肃地说：香都烧成了这样，怎么会弄错？这是不弄清河中的鬼神不会放过你爹的。走吧。我听到这问，那我爹还有救吗？有救。随后就带着我上了岸。上岸后却一直盯着我，我被张艺清盯得有点毛骨悚然，就开口问：张师傅，你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张艺清又看了我几眼说：你时运不好，按理说你出生就该随你娘去的，但你娘死了，你却还活着，不觉得奇怪吗？恐怕你爹早就在你的命格上动了手脚，让你活到了现在。我不可置信地问：我爸还能有这个本事吗？张艺清淡淡地说：就算你爸没有，也可以找人帮忙，先问问你干爹吧。我嗯了声，顺着秦口河，我们就朝着杨端公家里走去。随后到了杨端公家里，我抬手敲门，就喊了一声干爹。杨端公打开门看着我问：小怀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之前多亏先生，不然我的魂魄就回不来了。快屋里请。张艺清说道：不必了，你去地府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找到他爸的魂魄？小怀爹的魂魄确实不在地府，而且说到这，杨端公看了我眼，像是欲言又止，不方便说。张艺清则是说：你说吧，不碍事，小怀也可以听。杨端公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我到了地府后，我很快找到相熟的鬼差，想询问一下小怀爸的魂魄是否在地府，可没想到我刚说出小怀爸的名字，原本相熟的鬼差立马就翻脸了，要将我拿下。我吓得不行，就一路往回跑，但鬼差追得紧，若非先生搭救，我真回不来了。先生，恐怕是小怀他爸得罪了地府。我听完后大惊失色，心想干爹也这么说，看来我爸真做了什么。河里的鬼神不肯放我爸的魂魄，在地府提我爸的名字，干爹就差点被抓，我爸到底做了什么呀？张艺清这时却说：难道你和他爸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爸就没说点什么吗？杨端公摇头说：回先生，没说什么，只是小怀这孩子的命格不好，我还担心他活不到20岁，现在有先生在，这些都不是问题了。张艺清淡淡的应了声，也没多说，起身往外走去。杨端公送张艺清到门口，然后让我赶紧追上去。我应了声，我跟上了张艺清后问道：张师傅，我爹做什么会得罪河里的鬼神，还得罪地府啊？张艺清淡淡的说：不知道。秦淮，你爸有什么好朋友吗？好朋友吗？我想了想说：我二叔。张艺清点了点头说：你去把你二叔喊到你家里，我在你家等你。我说好。片刻后，我带着我二叔来到我家，我朝着里屋走去，就看到张艺清待在我爸的房间里。我叫了声：张师傅，我二叔来了。我开始简单的介绍了下，二叔，这位是看事情的先生。我二叔这时开口问：先生，有啥事你就问吧，只要能帮到小怀和他爸，你问啥我答啥。张艺清说：我问你，
小怀他妈是怎么死的？二叔叹了口气说，小怀的妈命短，生孩子把自己生没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小怀和他爸都过得挺苦，我也劝过他爸，让他再娶一个，他就是不肯。张艺清突然开口说，孩子是稳婆接生的吧？二叔有一些吃惊地说，你怎么知道是接生婆接生的？张艺清笑了笑说，猜的，确实是稳婆接生的。这事也真怪，他爹坚持用接生婆，不去医院，结果孩子他妈刚生下孩子就死了，孩子也从小体弱多病。张艺清又问，稳婆现在住在哪？二叔说，大家都叫她王婆，就住在隔壁王家村。第二日，王家村，我们走在路上，不时还有人将目光投到张艺清的身上，看到刚刚那个黑伞怪人了吗？看着就不像好人。但是张艺清却完全不在乎这些。这时我用手指着前面说，张师傅，前面就是村民说的王婆家了。我们到了稳婆家门口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子坐在门口。我看见老婆子后就问说，你是王婆吗？找我干什么？我开口道，我们想问一下接生的事情。王婆摆了摆手说，这种事情就别找我了，早就不做了。我对王婆说，记得我吗？我就是你接生的。王婆抽了一口烟说，你是谁的儿子？我开口道，我是隔壁村秦有义的儿子。王婆的面色一下就变了，然后起身就朝着家里走去，准备将门给关上。这时转身对着我说，赶紧走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问了我也不会说。说完砰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，这把我弄得一脸懵逼。而张艺清走到我身边来说，小怀，你吓到他了。张艺清直接走到门口，抬手敲了敲门说，你的大限将至，你还不说吗？张艺清刚说完，屋内就传来咒骂声，我呸，大清早咒我干什么？我和你有仇吗？张艺清一听也不生气，淡淡的说，我说的实话，你不信我给你算一卦吧。接着说，你5岁时被母亲卖了，17岁嫁人，18岁生子，儿子40岁命丧黄泉，你今年68岁，你的孙子快20岁了吧？到时不止你，你的孙子也会遭无妄之灾。王婆听到这里就破口大骂起来，越骂越凶。我这时听不下去了，开口道，你这老婆子怎么骂人啊？我们又没骂你。张艺清听了不在乎地说，门没挂黑，屋内藏猫，阴尸缠身，3件事已发生了2件，第3件很快会来，到时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未必能救你命。张艺清刚说完，屋内就传来一声猫叫。我心想，阴尸缠身听着就恐怖，王婆怕是要倒霉。这时王婆愁容满面的打开门让我们进去。进屋后，王婆对着张艺清说，你们想问什么？可张艺清却说，先看看你家的猫，寿命已尽。王婆听后面色一变，当下也不敢耽搁，就急匆匆地朝着自己里屋走去。到了里屋，没几秒钟，里面突然传来一声嚎啕大哭的声音。我听着好奇，就急忙地跑过去看，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就看到了王婆抱着一只黑猫就哭了起来，而且哭得很伤心。王婆从屋内走出来，直接跪在张艺清面前说，求高人救我一命。张艺清摇了摇头说，救你不是靠我，得靠你自己。王婆一脸懵逼，明显没有搞懂张艺清说的话。张艺清又开口道，你用黑猫吸阴气是没错，只是阴气重了，黑猫会死的。不过是谁教你的方法，居然让你藏了一魂一魄在黑猫身上？这话像是立即就点破了王婆的秘密。王婆的面色一下就变得更加苍白起来，问道，高人，现在猫死了，我那一魂一魄去哪了？张艺清淡淡的说，还能去哪里？估计已经到地府土地那里了。王婆听完后立马开始对着张艺清磕头，口中说道，高人救我，我还不想死啊。我心想，现在领教张师傅的厉害了吧？如果你信，我就把门口的黑布换成白纱，兴许能保你一命。这王婆却忽然有些犹豫不决了。张艺清却继续说，你的一魂一魄现在土地爷手上，如果不出意外，近几天地府必派小鬼来，你的魂魄会被完全勾走。王婆听了这话，立马去门口把白布挂上了。挂好后，对着张艺清说，高人，下一步我该怎么做？张艺清说，不着急，一件一件的来。我帮了你，你是不是也该回馈我一下？王婆沉默了一会说，其实这事我真的不愿和别人说，而且我也答应不乱说的。张艺清却叹了一口气说，你不是乱说，有的秘密也不是你可以藏得住的。秦淮，等下不管你听到什么，你都不要慌乱。我点点头哦了一声，心想，我爸无论如何都要找稳婆接生，而不肯去医院，这里肯定藏着什么不可说的秘密。王婆对着我说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爸应该给你取名叫秦淮吧？我说是。随后王婆开口说，我记得你爸找我的时候，那晚上下着很大的雨，镇上的医生都到了门口，但是你爸就是不让进屋，非要等我来。可是等我进去后，就看到我这辈子都忘记不了的一幕。
你妈在床上，浑身是血，我当时就吓得腿软。我接生这么多年，哪见过这种阵仗？等我稳住了心神，走到近前，摸到你妈的手，却发现是冰冷无比的。我在朝着她的脸上看去，发现她眼睛都是闭着的，我就知道这应该是死了。这时我立马打断了王婆的话，说：“等等，我妈死了，还怎么生我啊？”张艺清却说：“别打断她，继续说。”王婆接着说：“给死人接生我哪里能干？可你爸也是个聪明人，他看出我要推脱，就跪下求我，我心一软就答应了接生。可是接生出来的分明是个死婴。”听到这我终于忍不住反驳说：“死了，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”王婆却低着头说：“我接生多年，孩子的死活我能不知道吗？你明明死了，如今却活着，你爸一定和地府做了什么交易。我也是猜的，信不信由你爸。不过有一点不会错的，你爸绝非普通人。”王婆说完，转身对着张艺清说：“高人，我把知道的都说了，求您一定救我。”张艺清回道：“晚上你在门口挂一面铜锣，只要晚上外面有人喊你的名字，你就敲铜锣。”王婆连忙问：“高人，这铜锣有什么用？敲几下合适？”3下，一下不多，一下不少。今晚过后，可保你性命。张艺清说完，不再废话，就往外走去。我也赶紧追上去，只不过临走之前，对王婆说了声多谢。不管怎么说，王婆当初救过我。我和张艺清走远了一些步子，我见四周没人，就问说：“张师傅，刚才王婆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张艺清却反问我：“你觉得是真的就是真的。”张艺清也不过多的和我解释，我心里还有别的疑问，就继续问：“张师傅，铜锣真能救王婆？”张艺清说道：“玉帝用过铜锣，声音清脆有为，而侧纷纷铜锣。铜锣也一直前手喜事和丧事。办喜事的时候，人们肯定不希望有小鬼来骚扰，敲铜锣可以吓走小鬼；办丧事的时候敲铜锣，可以让小鬼们晚点来勾魂。”我听了后，只感觉长了大知识，这样王婆肯定没事了。张艺清却淡淡的说：“她逃不过的，必死无疑。”王婆之所以逃不过，是因为她还做了一件别的事。铜锣只能挡住小鬼，别的东西是挡不住的。我喃喃自语道：“别的事？难道是尸体缠身？”看来不止小鬼要找王婆。这时张艺清说道：“小怀，晚上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我哦了一声，点点头。张艺清带着我来到坟地，我呆呆地说：“张师傅，咱们来坟地干什么？”“自然是来见人啊。”说完这句，张艺清就在一块墓碑上坐了下来。我在旁边连忙摆着手说：“张师傅，你坐别人的墓碑上不太好吧？”张艺清笑了笑说：“小小年纪这么保守，这人泉下有智慧，感激我坐在他的墓碑上。”我顿时无语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突然张艺清转头看向后面说：“咱们等的人来了。”我顺着张艺清的眼神看了过去，这一看就给我吓傻了，下意识的就往后退一步，因为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之前我在秦口河上捞上来的那具女尸。我转头看向张艺清说：“张师傅，怎么是他？”“对，咱们要等的人就是他。”当我回头时，就看女尸走到了我面前，她身体僵硬，面部溃烂且恐怖，一双眼珠子往外突出。我要往后退去，张艺清却忽然伸手抵住了我的后背，不让我往后退，对我说：“你一个男人还怕他不成？”“废话，当然怕。”而我突然看女尸嘴巴动了动，好像是要张口说话。我看的是目瞪口呆，说了句：“你是活人还是死人？”说完后我就后悔了，心想这个问题好二。而这时女尸却开口说了一句：“我是死人还是活人？”冷不丁真的听到这句女尸说话，我被吓得浑身颤抖了一下，有些慌乱。我看向张艺清，张艺清没理我，目光看向别处，好像这件事情和他无关一样。我心里有些乱，但这具女尸明显还在等着我回答。我深吸了口气说：“既然你能说话，那你是活人。”我说完这句话，眼前的女尸突然笑了。我看着她的笑容，我竟然有些失神。随后我就看见她直挺挺倒在了地上，一下就没了动静。我立即就问：“张师傅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张艺清笑了笑说：“还能怎么？把她带回家吧。”我说：“张师傅，你没搞错吧？你让我把尸体带回家？”张艺清上前来就敲了我下，说：“她现在不是尸体，先带回家。这女孩也是一个苦命人，你救了她之后，她会报答你的。”随后我背着女士和张艺清回到了家里。张艺清在我家的桌子上拿出一张黄纸，在上面写了一些字，然后嘴里念念有词。我就看见他手上的那张黄纸就被自燃了。自燃之后，他很快就拿过一个碗装上，接着往里面倒了一碗水，对着我说：“小怀，等下你把这碗纸灰水给他喝下，另外找身干净衣服给他换上，烧水给他擦擦身。”听到这，我脸唰的一下就红了。
我虽然年纪小，但是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，这种事情我怎么能干？连忙摆手说道：“这不行。”张艺清却说：“你要是不做你爸的魂魄，想要回来都难。”我不解地问：“什么？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吗？”张艺清回道：“如果明天他起来问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你一定要告诉他。”结果第二天早上，我房间大门突然被人给打开了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，还以为是干爹来了。可当我转头看向门口时，就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女孩，女孩出落得十分水灵，皮肤白皙，五官俊俏，称得上是绝色。我有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是昨天的女尸。”女孩却说：“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我连忙按照张艺清昨晚上和我说的话，开口道：“是我救你回来的。”我回答这句话后，女孩也是一怔，我们俩对视了眼，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尴尬起来。我说了一句：“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吃的。”说完就从床上下来。我朝着厨房走去，可是女孩说要帮我，动作比我还快，先一步到了厨房，三下五除二的就把饭菜给做好了。女孩做好饭菜，我帮着端着到了屋内。我摆好碗筷，女孩也坐在我的对面，场面有点尴尬。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，我目光看去，就看到来人是张艺清。张艺清进了屋子里，直接走到了我面前，他脸上还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笑容看着我。我问道：“张师傅，你看着我笑什么？”张艺清却坏笑着说：“没什么，昨晚是你给这丫头换的衣服吧？”听了这话，我的脸刷一下脸就红了，我觉得有些尴尬，埋头就吃饭。张艺清这是故意的，分明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真是存心让我难堪。张艺清见我这样就说：“秦淮，你还真的是没出息，敢做不敢当。”随后转头看向女孩说：“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小丫头。”女孩点点头说好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七瑶。”女孩干净利落的回答。张艺清没有停顿，接着问第二个问题说：“你是怎么死的？”听到这话，七瑶没有立即说话，手放在桌子上，像是在思考一般。张艺清又接着说：“这个不说也可以。你见过琴台和尚的琴台吗？”七瑶点点头说：“见过。”张艺清听后就开始掐指算了算，面色也沉重了几分，看向我的神色变得古怪了几分，随后看向我说：“秦淮，3天后可是个好日子，不过对你来说糟透了。”张艺清说：“我3天后我会倒大霉，想安然度过那天，必须在那晚将村里的人都聚拢在你家门前。可是村民一般都早睡早起，大晚上的，谁会愿意来我家？”我一时有些为难。张艺清却没有管这么多，一边向外走一边和我说：“小怀，找人帮你，务必要做到，到时我再来。”随后对着七瑶说：“你在家里等我，我出门办点事情。”七瑶点了点头，也没说什么。随即我往外走去，看来要找二叔帮忙吧。以我的能力，还真的是做不到。我去了二叔家，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事情。二叔点点头就说：“小怀，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，我肯定给你办得妥当。”我对着二叔道谢后就准备离开。二叔忽然喊住我说：“对了，小怀，你知道吗？给你接生的那个王婆昨晚死了。”“死了？”“是啊，死得很惨，浑身是血，也不知是谁下的手，太狠了。”二叔可能是见我没说话，摸了摸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瞧我吓到你了吧？别多想，你的事肯定帮你办妥。”我说了句多谢，然后就从二叔家离开。我往回走的路上，忍不住想，真的死了。张艺清说的太准了，王婆也真可怜，做了什么要遭这样的报应？突然脑子灵光一闪，浑身是血。张师傅说王婆是阴尸缠身，昨晚见到女尸，她身上也有，难不成是七瑶她做的？我到了家里，发现七瑶在家里做起了卫生，很是勤快。我走上前去就说：“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”七瑶点点头。我开口道：“昨晚你是不是杀人了？”七瑶一瞬间瞪大眼睛看着我。这时突然有人叫了我一声，我转头看去，是我干爹来了。干爹问道：“你爹怎么样了？”我回道：“还是老样子。”可当干爹目光落在了七瑶的身上时，看了几眼，对我说：“小怀，你出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我转头对七瑶说道：“你在这等一下。”就跟着杨端公走出了屋外。我们到了外头，杨端公就对我说：“小怀，听说王家村死人的事情了吗？”我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杨端公接着说：“我去看了，死者伤口像被尸体咬的，我怀疑是琴台河捞上来的女尸干的。”我听到这话，面色就变了变，但是我没告诉杨端公，那具女尸已经变成了七瑶。杨端公见我没说话，可能以为被我吓着了，就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最近你待在家里，不要乱走。我去求到皇甫给你护身，有什么发现及时告诉我。”我嗯了声。干爹说完就从我家里离开，我正住在原地一时没动。身后七瑶的声音传来：“秦淮。”我转头看去，就看到七瑶站在门口。七瑶开口道：“
我听见你们说的话了。我听到这沉默了会，对七瑶说：“到底是不是你做的？”七瑶说道：“我没杀人。”画面一转，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第3天。今天二叔来到我家对我说：“小怀，办好了，今晚全村人都过来，你准备几张桌椅，我去准备些吃的。”而我这3天倒是太平，张师傅也没来，我和七瑶也越发熟悉起来。我这时对着七瑶说：“我们来摆桌子吧。”七瑶点了点头。大概晚上7点钟的样子，村民们就陆续来了，二叔也到了，在桌子上摆放了一些水果什么的。二叔热情地招呼大家说：“各位该吃吃该喝喝，不用客气。小怀他爹自从回魂后一直没醒来，所以找大家过来热闹热闹，看看能不能把小怀的爸给热闹回来。”二叔说完这句话后，村民们聊天的声音就变得更大起来。二叔帮我招呼着村民，我和七瑶则是不时地端茶递水。而这时张艺清从外面走了进来，我直接走到张艺清面前问：“张师傅，你来了，今晚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啊？”张艺清对我说：“稍后便知。这2天你们相处的怎么样？”我回道：“七瑶嘛，相处的不错呀。”张艺清看着七瑶说：“不过丫头这身衣服怎么回事？”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说：“之前的衣服不合身，我从网上为她买了一套新的。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小怀，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的。”张艺清忽然问七瑶说：“丫头，你觉得秦淮这个人怎么样？”七瑶低着头说：“他很好。”张艺清又转头问我：“秦淮，你觉得丫头人怎么样？”我开口就说：“她很好呀，长得漂亮，说话又温柔，做事勤快。”张艺清听完后，则是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，笑得很是开心。就在这时候，院子外面忽然起了一阵风，这阵风给人的感觉凉凉的。我下意识的就朝着风吹来的方向看去，我这回像是听见有密密麻麻的脚步声朝着这边靠近。我目光朝着那边看去，随后就看到了一道人影出现，人影都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开始是一道人影，然后来了10多道身影。另外，我还看到人抬着一顶红轿子。我看着好奇，村民们明显也都看到了这一幕，一时间都往外看去。而村民这时就开始讨论起来了，大家说着话，一阵阴风又吹来，这会有人忽然说了句：“你们快看，这群人有点奇怪啊，他们的后脚跟都不着地啊。”这句话瞬间就将众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去。几秒钟后，大家都确认了，这群来娶亲的人确实脚后跟没有着地。顿时，人群就变得慌乱了起来，说：“不好啊，他们不是人，是鬼，小鬼娶亲，朝我们过来了，大家快跑！”张艺清这时挡在村民面前，开口道：“你们现在不能走，这些鬼专吸活人的精魄，你们一旦跑散，必死无疑。”村民们问：“那怎么办啊？”张艺清说：“很简单，不走。这么多活人阳气充足，他们进不来。放心，我是龙虎山道士，我不会让你们出事的。”我心想，鬼娶亲，看来这就是今晚要发生的事了。这时，外面的风就变得大了，眼看着外面的小鬼就要到了近前，却忽然停了下来。站在最前面的小鬼开口说：“河神娶妻，尔等速速让路。”我听到这河神娶妻，不自觉地转头看向七瑶。这时，那鬼魂又开口道：“尔等还不速速让路！”说着话，他的手一抬，只见这些小鬼手中都多出一根黑色的链子。村里的老人很快就喊道：“这好像是锁魂链，能将我们魂魄锁走。”这话一出，一些胆子小的村民直接给吓得跪了地上，说道：“不关我们的事啊，大人请放过我们。”我见状，心里不免有些紧张，走到张艺清身边问：“张师傅，现在怎么办？”张艺清说：“村民们都在，他们不敢靠近。”带头的小鬼又喝了句：“还敢挡路，找死！”只见他手一挥，锁魂链就向村民甩去，可是还没靠近，就被一阵罡风吹得倒退。这下轮到所有的小鬼面色变了变。张艺清这时淡淡的说：“好大的胆子，河神娶妻，不用征得别人同意吗？敢为人道，小心落个魂飞魄散的下场。”小鬼听后沉默了一会，随后直接跃起，拿着锁魂链就朝着张艺清甩来。张艺清伸手就抓住了锁魂链，小鬼顿时大惊失色：“你竟抓得住锁魂链？”张艺清稍微一拉，小鬼如同一片叶子就被张艺清给拽了过来，随后一掌拍在小鬼的身上，小鬼的身体瞬间凹陷进去，发出一声惨叫声，砸落在地。众人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。这回村民们见识到张艺清的本事后，胆子都变大了不少。小鬼吃瘪后也不敢上前，怒视着张艺清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张艺清淡淡的说：“我乃龙虎山道士。”张艺清刚说完，就有一只小鬼上来对着为首的小鬼耳边说了几句。小鬼面色变了变，转身就带着这群小鬼离开了。众人看到小鬼彻底消失在视线当中，才纷纷的松口气。有人开口道：“鬼为什么会今晚来？是不是你们知道鬼会来，
所以才喊我们过来啊！一时间，大家都变得很愤怒起来。二叔的面色有些难看，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张艺清却说：“你们还不快回去，待会小鬼不稳就走不掉了。”随后众人一哄而散。等众人离开后，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二叔说：“二叔，今晚对不起。”二叔摆了摆手说：“没事，小怀，有事尽管找我，我先回去了。”张师傅，今晚上没事吗？那明晚呢？张艺清淡淡地说：“秦淮，你反应还挺快。我已经知道，河神娶亲应该要娶的就是七瑶。上次我可能从河里将七瑶拉上来，就破坏了河神娶亲的事情。”张艺清却说：“下次不会这么简单了，秦台河的河神可能会亲自上门。”我听后脸色大变，身体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。七瑶听后一言不发，用手抓住了我的手。我对七瑶说：“你不要害怕。”七瑶点了点头说：“我不怕。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瞧你们两个，看得我骨头都酸了。”七瑶听了后，快速的就松开抓住我的手，我和他的脸刷一下就红了。我对着张艺清说：“张师傅，河神什么时候来啊？”张艺清回道：“等，切记今晚别出房门，无论发生什么事。我先走了。”随后，我和七瑶一起回到了屋里。我对七瑶说：“今晚应该没什么事了，早点休息吧。”七瑶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这时大门突然给人敲响了，我问了句说：“谁？”“是我。”一道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。我直接走过去打开了门，就说道：“干爹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杨端公对着我说：“小怀，你出来，我和你说一件重要的事。”我哦了一声，就准备走出大门。这时七瑶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对我摇了摇头说：“不要出去。”七瑶只说了2个字，我就收住了脚步。我扭头看了眼七瑶说：“没关系，他是我干爹。”说完，等我扭头回来的时候，却看见了让我惊悚的一幕。只见原本站在门口的杨端公眼口鼻流着鲜血，而且就在下一秒，杨端公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我开口喊了声“干爹”，喊完就要冲出去看我干爹，却被七瑶死死地拉着。我对七瑶说：“我不能不管我干爹啊。”七瑶对着我说：“那我们把他拖进来吧。”我想了想说：“这倒是不用出门的办法。”说完，我和七瑶很快就行动起来。我们合力就将杨端公给弄了进来。弄进来后，我推了推杨端公，发现杨端公的身体僵硬冰冷，实属不正常。我接着又把手放到杨端公的鼻子下面试探，结果我被吓得一屁股就坐倒在地，大叫起来。七瑶问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我对七瑶说：“我干爹死了。”又喃喃自语道：“干爹好好的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”我一时半会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，就是通知村里的二叔，让二叔来帮我拿主意。毕竟死人这种事情，举行葬礼什么的，我都不熟悉。七瑶像是看出来我要做什么，我还没行动，七瑶就将我给拦了下来。我看着七瑶不解地问：“干嘛？”七瑶却说：“你想出门求助吧？张师傅嘱咐不让你出房门的。”我叹了口气说：“可是看着干爹这样，我又什么都做不了。”七瑶听完后，沉默了一会说：“张师傅没说不让我出门，我去帮你找二叔吧。”我立马拉住七瑶说：“等等，七瑶，我不能让你冒险，一切等明天早上再说吧。”随后我又对着杨端公的尸体说：“干爹，对不起，过了今夜我一定为你守孝下葬。”现在已经是深夜12点了，我从屋拿一张席子，然后就将杨端公的尸体放在席子上。之后我和七瑶说：“就将干爹安置在这屋吧。”我们去堂屋坐。时间分秒的过着，这回我和七瑶都没有睡意，我们俩大眼瞪小眼的熬着。这时我感觉屋内变得更冷了起来。我见七瑶穿的单薄，就对七瑶说：“冷了吧？你先去睡吧。”七瑶却说：“不要，我在这里陪你。”突然我听见屋内闹出了一点动静，就朝着我干爹的尸体那屋走去。可是等我看去的时候，我面色就彻底变了。原本我干爹的尸体是面部朝上，现在看去居然是面部朝下了。我脸色大变说道：“刚才我们就是这样放的吗？”七瑶回道：“我记得不是。”我盯着看了几秒，最后壮着胆子往前过去，伸手触摸我干爹的尸体，手触碰上去后，触感仍旧是冰冷的。我尝试着将我干爹的身体翻转过来，翻转过来后，我试了下鼻息，发现还是没有。我不解地问：“并没鼻息，那是如何自行翻转的呢？”七瑶说：“是不是刚刚没放稳？”随后我干爹的尸体重新弄好后，我又和七瑶重新坐回到了凳子上。后半夜我几乎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尸体看的，可能是太专注一件事情，所以导致有些困意。等我再次睁开眼，就看见七瑶也在睡觉，然后转头看向我干爹，大惊失色，心也悬到了嗓子眼。我干爹的尸体又重新面部朝下，我直接跑过去想把我干爹的尸体给翻转过来，可是这一次却怎么样都没有成功。我干爹的尸体就像是一晚上过去，增加了好几百斤的重量，我根本就翻转不过来。这时七瑶醒来了，就和我一起想把我干爹身体翻过来，可不管我们怎么用力，
根本就翻转不过来。最后我们干脆放弃了。七瑶这时对我说：“金怀，这不是我们能动的，等张师傅来吧。”我点点头说好。那我们先做点饭吃吧，之后等张艺清过来。而这时外面就传来张艺清的声音：“尸体还没吃饭，你们就先吃，这可不合规矩。”我连忙回道：“张师傅你可来了，我干爹他……”可我话还没说完，张艺清打断道：“这是定数，不便多说。现在你干爹要吃饭。”我不解地说：“张师傅，你说的饭是不是元宝蜡烛？”张艺清白了我一眼说：“什么元宝蜡烛，就是白花花的米饭，快去盛饭。”我连忙去厨房盛了一碗饭，端出来。张艺清看见后和我解释道：“你没听过人死不能饿肚子上路吗？不然没等到鬼门关就饿得魂飞魄散了。即使是死刑犯，死前1天也会有一顿饱饭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。你干爹可能之前没吃饱，所以才会面部朝下，就是死不瞑目吧。快去把饭给他。”我连忙端着那碗饭放到干爹的面前。张艺清又让我，然后将房间门窗关好，不留一丝缝隙，在屋子里点一支蜡烛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们就在屋外等着，大概等了5分钟的样子。屋内传来淅淅沥沥的声音，我听到这声音，转头看向张艺清问道：“张师傅，我能看看吗？”张艺清回道：“可以，但只能开条缝，悄悄地看。”于是我站在门口，脸贴着门，开了一条缝看去。屋内黑漆漆的一片，只见我干爹杨端公，身体佝偻着，整张脸都放在碗里，显得有些诡异。而饭碗里的米饭正在减少，看得我头皮发麻。我看了大概不到1分钟，张艺清就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说了句：“好了，该开门了。”张艺清将门推开，门推开后，我干爹原本是面部朝下趴在地上，这会双膝跪地，臀部微微翘起，不像之前那样平躺着。张艺清说道：“小怀，现在试试将他翻转过来。”我点点头，走向我干爹面前。之前我们2个人都没挪动，没想到这次毫不费力的就将尸体给翻转了过来。尸体翻转过来后，我看见他双眼紧闭，面色也变得缓和了起来。张艺清这时说：“小怀，现在你干爹吃饱了，可以上路了。”我说了句：“希望吧。”我接着又对张艺清说：“张师傅，我干爹的丧事要怎么办？你跟我来。”张艺清说着话就往外走去，我和七瑶跟在张艺清身后。我们出门就到了秦口河旁边，到了后，一阵风吹来，一股冷意直接从我的衣服外面倒灌进来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到了我干爹家里，房门紧闭。到了门口，张艺清站着没动，而是朝着门上看去，就看到了门上贴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死人报丧”，下联是“寡妇哭丧”，横批是“大吉大利”。我看着也看不懂，张艺清却说：“你干爹是聪明人，死都要死在你家门前。”我不解地问：“张师傅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张艺清却没回我，而是直接动手，嘎吱的一下就将门给推开。推开之后，就看到里面放着一盏长明灯。我进屋后看见一副棺材。这时张艺清接着说：“你干爹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棺材都备好了，你说他聪不聪明？”说话的同时，张艺清动手拍了拍棺材，发出砰砰的声响，听得人心里就不舒服。死人报丧，你干爹做到了，接下来就等寡妇哭丧了。我一脸懵逼地说：“我都糊涂了，到底是……”可我话还没说完，张艺清打断道：“你现在只要用这口棺材练了你干爹，其余的事就等着吧。”次日，我找二叔帮忙为干爹换季寿衣，把尸身成殓了。晚上，我给干爹守灵，等着明天下葬。七瑶跟着我一块给我干爹烧纸钱。我看着干爹的棺材，一直到晚上10点的样子，我忽然听见了身后传来了脚步声。我回头看去，就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杨端公门前。我问道：“你找谁？”妇人却问了句：“这是杨端公家吗？”我说是。妇人又问：“里面死的是杨端公吗？”是，我简单的回答。我这话一说完，这妇人直接走了进来。刚进来，扑通的一声跪在我干爹的棺材前，就嚎啕大哭起来，说道：“端公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？我来看你，你却走了。你做了那么多善事，阎王怎么舍得把你带走啊？你走得太早了呀！”我这时在后面问道：“那个你是杨端公的什么人啊？”妇人哭着说：“杨端公是我的恩人，他救过我的命。”我看妇人哭的怎么伤心，走过去想将妇人给搀扶起来，可是我刚上前，妇人就扭脸看着我，我却看到妇人眼中流出了红色的鲜血。我被吓得往后退去，我指着妇人的脸说：“你流出来的眼泪怎么是红色的？”妇人伸手摸了下自己的眼泪，看了眼，先是怔住了几秒，随后脸上浮现一抹诡异的笑容，接着什么都没说，起身就要往外走去。我见状，赶紧将七瑶护在身后，我们避开妇人，妇人神叨叨的就走了出去，消失在夜色里。七瑶说道：“她难道是个寡妇？”我回道：“
你是说寡妇哭丧？明天大吉大利干爹正好下葬。我看着干爹的棺材，喃喃自语道：干爹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次日清晨，我带着七瑶一路朝着二叔家里走去。路过屠夫的家时，只见屠夫看见了我说：秦淮，我刚杀的老牛，很不很新鲜，要不要尝尝？我连忙摆手说不用，可心中大惊失色。这算是张师傅说的第3件事，老牛替死。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找到二叔带人火葬了干爹。下葬后，我对二叔他们表示感谢。等二叔他们回去后，我就对着坟地说：干爹，你安心上路吧，但我查到仇人，一定替你报仇。这时张艺清出现在我身后，对着我说：小怀。我转头看去，就看到了张艺清，连忙说道：张师傅，昨晚来个女人哭丧，哭到眼睛流血。可我话还没说完，张艺清打断道：不慌，老牛替死发生了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不过天机不可泄露。我听到这就有点急了，开口道：你已经知道了，又不解释，真是急死人。我爹和干爹都没了，我还无计可施。我也没说完，又被张艺清打断了。别急，我带你去见河神，将一些事情问清楚。带上2斤白米饭，还有你媳妇。我听后一脸懵逼，媳妇？我哪里来的媳妇？张艺清也很快意识到自己说错了，拍了下自己的嘴巴，就说：哎呀，瞧我这张嘴，把丫头一块带去。我听到张艺清说要把七瑶带去，连忙说道：河神要娶的就是七瑶吧？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张艺清却没管那么多，说道：快点去，晚了不好。我嗯了声，也不再纠结，跟着张艺清就到了秦口河的河边。今晚上秦口河面也很是平静，水面上都看不出什么波动。这时张艺清对我说：秦淮，你现在将米饭往水中倒去，记得一边倒一边喊河神出来。我点点头，随后我倒一边着白米饭，然后一边喊着：河神，河神，你快出来吧。随着我倒完这些米饭，张艺清也快速地从自己口袋里摸出3张黄纸，3张黄纸迅速地被他操纵得自然起来。随后我听见他开口念道：以我之名，唤万鬼来见，敕令去。张艺清念完就将3张黄纸甩向河面，随后3道黄纸往水下沉去的时候，我看见3道黄纸燃烧着，并没有熄灭。与此同时，我往水中撒下的白米饭正在吸引着不少鱼过来吃着米饭。下一秒，我就看见这些鱼全部被漩涡卷了进去，接着水面就恢复了平静。不过等水面恢复平静的时候，我却看见水面上多出了几道身影，其中一个还穿着官服，面相威严无比，他身后则是跟着服装统一的小鬼。他出来后就愤怒地说了句：是何人敢叨扰本官？见到河神，我心里不免生出一股胆怯。我目光朝着张艺清看去，张艺清双手靠在后背，浑身上下也散发出一股很强的气息。我站在他旁边，都感觉到了一种威压。是我，张艺清语气平静地说着。这时河神身后的小鬼立即就指着我们说：大人，就是他们阻碍天人娶亲。这话一下就让河神的面目变得更加狰狞了几分，指着我们说：你们真的是好大的胆子，给我拿下！我连忙转头对着七瑶说：情况不对，你快逃！七瑶却回道：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张艺清这时却没好气地说：哎，你俩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随后我就看见张艺清动手将自己的袖子给扯下来，袖子扯下来后直接就被扔在地上。说来也奇怪，袖子被扔到地上，开始分裂成数条藤蔓，将所有的上前来水鬼给捆了起来。水鬼们不断地挣扎着，河神满脸不屑地哼了一声，直接跃起伸手就朝着张艺清拍去。张艺清闪身躲避，可神剑一击不中，伸手一抬，河水就逆流而上，哗啦啦的河水朝张艺清冲来，却被张艺清面前的屏障挡住。我和七瑶目瞪口呆地看着，直呼张师傅好厉害。这时张艺清抬手一挥，原本散落在地的河水重新凝聚了起，接着砰的一声，河水如长枪般倒流回去，冲撞到了河神的身上，河神猝不及防的直接就被冲撞到秦口河中。河神怒不可遏，上岸来还想对张艺清动手，但是张艺清却突然说：当了秦台河神，马上要铸成天大的祸事，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张艺清的这句话瞬间就让河神止住了脚步。河神大惊失色问道：你到底是谁？张艺清回道：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只要记得是谁让你来秦台河的。而河神后身的小鬼们听到张艺清的话，纷纷议论起来。河神沉默了一会，随即转头对着小鬼们怒吼道：吵死了，都给我闭嘴！这时河神转头看向张艺清说道：你要我做什么？张艺清笑了笑说：别急着做什么，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而我在旁边看，直接给看傻眼了，心想河神完全被张师傅碾压了，比河神还厉害，难道张师傅是海神？我问你，
这琴台河中最近是不是死了个人？而这个人在水中自己站起来过。河神听后顿时脸色大变，说道：“最近水中死了很多人，但是站起来的只有一个人。”我下意识的开口就问：“是谁？”河神摇头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张艺清这时开口道：“你这里还藏着一道叫秦有义的魂魄吧？”河神回道：“这道魂魄也没有。”这一下，张艺清满脸不可置信。不过张艺清没有继续追问下去，而是说：“算了，你给我查清楚水中站起来的人到底是谁。给你3天时间，查不出来大罗金线也就不了你了。”河神听到这，转头朝着水中深埋的4根石柱子看去，然后说道：“明白了，可否告知你是何方神圣？”张艺清摇头说：“不该问的别问，该知道时自然知道。”河神点点头，没说什么，就带着水鬼就沉入了水中。水面接着又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张艺清目光还是看着河面。我这时问道：“张师傅，我爸的魂魄会在哪啊？”张艺清叹了口气说：“除了这里还会有哪儿？”我接着说：“那河神为什么？”可我话还没说完，张艺清打断道：“小怀，你只要知道，这条河不像表面看着这么简单。回去吧。”这时我突然问道：“张师傅，你该不会是海神吧？河神那么怕你？”张艺清却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，指着天上说：“别说，小心被上面听到。”可我抬头看去，不解地说：“张师傅，上面啥都没有啊。”我们3人从河边回到家中，坐在屋内。张艺清对着我说：“小怀，老牛已经死了，大事马上就要发生。”我问道：“什么大事？”张艺清却说：“到时你就知道了。”我哦了一声，就朝屋内走去，想去看看我爸。可到了屋内，我就懵逼了。我看见我爸躺着的床空空如也，我先是懵逼，随后等反应过来，我喊着我爸，在屋内找我爸的踪迹。可是屋内找了一番，却没有发现。可能是我在屋内闹出的动静有些大，七瑶和张艺清也很快进来。七瑶开口就问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我爸不见了。”张艺清这时说：“小怀，看这里。”我走过去就看到桌子上有一个信封，随后就将信封打开，然后将里面的内容给我念了一遍。信上写着：“不要找我。”张艺清这时说道：“放心，你爸没事，先操心你自己吧。我当初说的3件事都已发生，就意味着那个人会活过来。”我和七瑶听后沉默不语。张艺清见我们不说话，问道：“你不问问是谁吗？”我无奈地说：“问了也白问。”张艺清却说道：“好吧，我自己说。古代有位皇帝，一生有着丰功伟绩。皇帝为了自己长生不老，在这里建了一座琴台，以求长生仙丹。琴台河因此而得名。”这时我突然说道：“难道琴台河活过来的人是秦始皇？”张艺清却没回答这个问题，一边向外走一边说：“先不说这个，你若是想见你爸，明早在门口点3支香，等到天黑喊3声你爸的名字。”我说：“这样就可以。”张艺清回道：“只要香不灭。”听到这我一头雾水，啥？香不灭？第2日清晨，我听见外头的鸡叫声后，就很快地从床上翻转下来。我找到3支香点燃，插在香炉上，我就守在3炷香旁边。这时七瑶说：“怎么让香不灭啊？”我回道：“只要在烧完之前续上新的。”我就在这里一直盯着。七瑶笑了笑说：“好主意，加油。”就这样，我一直盯着3支香，到了晚上，我也没耽搁，开口就喊我爸的名字。可是喊了3声，却没有人回应。这时我二叔跑到我家后说：“我看到你爹了，刚从我家窗户边走过，现在奔村口去了。”我听后立马朝村口跑去。到了村口，果然看见一道像我爹的身影，跑近仔细一看就是他。但他见到我转身就走，我赶紧追过去，大喊：“爹，别走，我是小怀啊，爹！”可是无论我怎么喊，他都不回头，而我怎么也追不上他，好像不管我跑得多快，他都能超越我一些。就这样，我追着我爹来到了秦口河。可这时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下一秒我就看见我老爸纵身一跃，跳入了秦口河中。我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就准备跳入河水中去救我爹。只是还没等我跳进水里，却被张艺清一把拉住，对着我说：“别跳下去，你救不了他，你爸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连忙问道：“张师傅，难道我爹得罪的是秦始皇吗？所以你昨天才提到秦始皇？”我这句话刚说完，河面上忽然就出现了动静。我目光朝着河面看去，只见秦口河中的4根石柱缓缓升起，接着我看到了一个平台也升了起来。张艺清这时闭着眼睛掐指算了起来。片刻后，张艺清睁眼看向我：“小怀，小时候你爸给你吃过什么琴台河的东西吗？”我说：“鱼算吗？”我这句刚刚说完，河水翻起了波涛，吓了我一跳。张师傅，这河是怎么了？张艺清看着河面，叹了口气说：“秦淮，你先回家。”我反问：“那你呢？”张艺清说：“不用管我，也别管你爹，这里对你不安全，快走。”
我知道自己留在这里只会成为累赘，转身就朝着家里跑去。我一路跌跌撞撞地往家跑去。当我回到家中，村民们却围在我家。我挤进人群，就看见村民在抬手敲我家的门，而且砸得很急。我见状赶紧就问：你们干什么？二叔却告诉我，前几天来娶亲的是河神的人啊，要把七瑶带去给河神。我说河神又怎么了？这时一个人直接就将二叔给推开，对我二叔说：你和一个小孩子解释什么？他能懂啥？说话的这人正是村长，他气势嚣张，开口就让我起开。我没有听他的话，而伸开双手挡在大门前。村民们却纷纷说道：你藏着的是河神的媳妇，这是祸害全村啊！得罪了河神，谁都别想好，把那女人交出来。这时村长走到我面前对我说：让开！可我一把推开了村长，随即村长叫村民把我控制住了。我大喊道：七瑶快逃，他们要抓你！可村长走到我面前就给了我一巴掌，骂道：再找麻烦，把你吊在树上用鞭子抽！村长刚说完这句话，门突然嘎吱的一声就开了，七瑶打开门就走了出来。别打秦淮，我跟你们走就是了。七瑶出来后，这群人看到七瑶的模样后，脸上都出现了讶异的神色，可能是没想到七瑶会这么漂亮。就这样，村民们带着七瑶来到了秦口河边。此时村民们带了很多食物过来，他们先是往秦口河里扔食物，一边扔食物一边不断地祈求着说：河神大人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怪罪我们，保佑我们村子风调雨顺。村民们扔完食物后就对七瑶说：你是自己下去还是我们动手？七瑶说：不用你们动手，我自己下去。这时我朝七瑶大喊：七瑶，别听他们的，快跑！七瑶却转头看了我一眼说：秦淮，别担心，我没事的。就这样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七瑶往秦口河中走去，而且我很快就看到七瑶走到了水中央，河水淹没了七瑶的脑袋。这时河中传来一道声音：你们这是要草菅人命吗？村民被吓得四散而逃。我这时反应过来，直接跳进河中，把七瑶就给救了上来。我伸手在七瑶后背轻轻地拍着，帮着她顺气。七瑶可出几口河水后，我有些自责刚才自己没有保护她，扶着七瑶上岸，却被村长突然拦住，指着我大骂：小兔崽子，你坏了村里的大事了！这时我二叔惊恐地指着我身后，转身就跑了。村长转头看去，也落荒而逃。我感觉到不对，扭头看去，看到河里一道人影朝我伸出来了手，我下意识的就将七瑶给护在身后，大喝道：你是谁？我不许你伤害七瑶！而那道人影突然开口道：胆子变肥了是吧？臭小子！我定眼一看，看到是我爹后，眼含热泪的朝我爹跑去，一把抱住我爹。我爹这时看向七瑶说道：这丫头长不错呀，臭小子眼光可以啊。这话让我和七瑶脸唰的一下就红了。我爹看到我们这样就哈哈大笑起来，笑了几声。我爹突然朝着秦口河面看了一眼就说：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回去吧。随后我们到了家后，我对他说：爹，你这次回来应该就不会走了吧？他却说：小怀，你总是要自己长大的。我不解地问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他却说：现在不能和你说。这时门外传来张艺清的声音：现在不说，要等什么时候说呢？我爹听到这道声音后，立即就站了起来，断断续续说：您怎么来了？张艺清却淡淡的说：我来很意外吗？我爹点了点头。下一秒，我爹就要下跪，不过张艺清上前一步，就将我爹给搀扶住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不用行就礼。我爹抬头看向张艺清说：真的太感谢您，如果不是您护着小怀，他早出事了。张艺清却说道：这倒没什么，不过事情已到了这一步，瞒不住了，不如告诉秦淮，让他有个准备。今晚你自己也下了河，知道河里的状况，该怎么做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爹弯腰行礼：求您救救小怀。张艺清开口说：我先跟你确定一件事，你给秦淮吃了秦台河里那人的丹药吧？是为了给秦淮续命是吧？我爹见事情瞒不住了，就全盘托出了。小怀当时的情况必死无疑，他娘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好好活着，我没办法才出此下策。张艺清点点头说：所以你弄到了丹药，还将秦淮的生辰八字改了。我爹嗯了一声，又接着说：我知道秦台河中存在的厉害，而最近几年我发现铁链已经束缚不住他了，他很快就会破困而出。出来后他首先要找的就是我不得已只好装死。张艺清笑了笑说：他当然要找你，你儿子吃了他的东西，他能不怒吗？这些年我一直想办法弥补，找了不少东西给他，甚至找了2个类似的丹药，可他还是不依不饶，我只好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逃避过去。你觉得可以逃得了吗？我爹摇头说道：所以我下河又看了一次，打算回来后就带小怀离开。你走不掉的。张艺清说了这句话，顿时就让我爸面如死灰。我和七瑶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，越听越糊涂。
我爹这时转头看向七瑶问道：“我一直想问，这个丫头到底是？”张艺清这会忽然一笑，看了我眼说：“她是我给秦淮找的媳妇，怎么样，同意吗？”我爸先一怔，接着是满脸的笑容说：“哈哈，同意，求之不得。”我准备要说话，却发现七瑶的脸红的就像是熟透的苹果一般。可是我还没开口说话，我爹就训斥我说：“不许说话，这媳妇我认了。你小子要是辜负这丫头，看我收拾你！”我立马反驳道：“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啊，我想问，被困在河里的到底是谁？”我爹和张艺清对视了一眼，张艺清开口道：“这还得从秦始皇说起。秦始皇统一6国后，便想要长生，巩固这得之不易的天下，甚至想千万年的存活下去。于是他命手下人等寻仙问药，想求不死仙丹。有一个叫做赵高的太监，赢得了秦始皇的信任。赵高滥杀无辜，指鹿为马，权倾朝野。而秦始皇醉心仙丹，对赵高不闻不问。”张艺清说到这，外面突然毫无预兆地响起了打雷的声音，轰隆隆的雷声震耳欲聋。我爹看向外面，脸上浮出一抹担忧之色，叫了声张师傅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张艺清摆了摆手，我爹就没有再说话。而张艺清则接着说：“赵高被任命为寻仙问药的负责人，他也不遗余力地走南闯北，也不枉赵高一番努力，最终被他求得不死仙丹。”听到这，我吃惊道：“这样的话，那秦始皇就是不死之身了？”张艺清却摇摇头说道：“赵高并没有把丹药献给秦始皇，而是自己吃了。秦始皇大怒之下，欲将赵高处死。可是无论刀劈斧砍，赵高的肉身都会自己复合，甚至火烧也烧不死。秦始皇见杀不死赵高，就用1000年金铁打造的锁链捆住了赵高，这一锁就是2000多年。”我听完后被惊得目瞪口呆，我明白了，那秦台河下的就是我家的大仇人，就是赵高。我爹竟然能抢来赵高的丹药，我爹这是说，看来是兜不住了，他今晚必会脱困而出。我爹一边说，一边就要往外走去。我问我爹去哪里，我爹却和我说：“咱们的事情不能连累村里，我得去通知村民躲一躲。小怀，你要寸步不离地跟着先生。”我想追着我爹过去，张艺清却拉住我，对我说：“不要妄动，赵高若是脱困，肯定也要找你的，不必太担心，我自会保你。”我对张艺清说了句：“多谢张师傅。”张艺清眉头皱了皱说：“谢就不必，只是你答应的条件一定要履行。”我点了点头说道：“好。对了，张师傅，长生丹要不止1颗吧？你如何判断的？”我说道：“很简单啊，赵高杀不死，因为他吃了1颗丹药；我活到现在，因为我吃了我爸得到的另1颗丹药。这样丹药至少有2颗。不过既然不止1颗，把富余的献出来不就好了？就不用受几千年的水底之苦了。这赵高也太想不开了。”我话刚说完，天空上划过一道闪电。张艺清和我说赵高要脱困了，问我害怕吗？说不怕肯定是假的，但是我知道现在不能害怕，所以我就摇摇头。张艺清却笑着说：“好，既然不怕，就跟我到河边，看看他到底能掀起什么风浪。”我说道：“好，我准备跟上去，七瑶也要过来，但是我心里却有些担心，想让他不要过来，毕竟赵高可是一个刀劈斧、砍火烧都死不了的怪物，回头我怕出事，我保护不了七瑶。可是七瑶却执意要跟着我去。”最后张艺清开口说：“一块去吧。”我没辙，只好带着七瑶。我们冒着大雨就到了河边。等到了河边，我发现河边聚拢了不少人，有的是一些生面孔，有的居然还是一些熟面孔，是村子里的一些人。村民们都跪在河边，目光虔诚地看着秦口河，而秦口河此时也翻起了滔天巨浪，气势骇人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秦口河的水这么湍急。接着我就听见清脆的响声，随后就看到水中浮上一个青铜铸造的台子，上面站着一道身影。我看着那道身影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张师傅，那就是赵高吗？”张艺清还没说话，那群跪在地上的人就喊道：“恭迎大人归来！”接着一道闪电划过，传来一声咔咔咔的声响，只见捆绑在赵高身上的铁链全部突然断裂了。这时赵高开口道：“真想不到几千年过去了，还能再见到你，主公。”张艺清阴沉着脸说道：“你还有脸来见我吗？主公，许久未见，你还是那么强势啊！”赵高一边说一边朝着这边走过来。张艺清突然对我说道：“秦淮，你听好了，我就是那千古一帝。”张艺清说完，身形也没有停顿，迎着赵高就上前去。我却在原地一怔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千古一帝，那张艺清就是秦始皇了。”我心里翻起了惊涛骇浪，真没想到。不过秦始皇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此时张艺清和赵高距离不过数米，两人同时停了下来，两人对视了眼。赵高面色苍白，冷笑了声说：“主公，时过境迁，得
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张艺清笑着说：“你说的没错，不过我饶的是人，不是畜生。”赵高听到这，顿时眉头皱了起来，脸上浮上了愤怒的神情。随后，赵高目光错开张艺清，就朝着我看来，脸上浮现了狞笑的神情，说道：“听我命令，抓住那小子，我有赏。”这句话瞬间就见所有的人目光聚拢到了我身上。只见村民手拿大砍刀朝我冲来，我一把推开七瑶，喊道：“快跑！”七瑶。可是转眼间，二叔拿着大砍刀就要劈下，千钧一发时，张艺清挡到我面前，双手一挥，一阵狂风飞起，吹得村民直接倒飞出去。张艺清转头看向我说：“秦淮，不要乱。”我说：“会保你定会保你。”我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张艺清冷冷地说道：“谁再敢造次，送他去见阎王。”村民被张艺清呵斥到后，果然不敢上前。赵高气急败坏，怒吼道：“真的是一群废物，给我滚开！”随后又用手指着张艺清：“如今你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了，连个能帮你的人都没有。”张艺清嘲讽道：“成了什么？也都比你强。”赵高顿时就被气得青筋暴起：“少得意，看我收拾了你！”说完，赵高大手一挥，身后河面上卷起3条冲天水柱，接着水柱融合在一起，直接形成一个怪物的雏形。我看到这一幕，被吓得目瞪口呆。这招可比河神厉害多了。这时，赵高又双手一挥，身后数条水柱冲天起，瞬间融合在一起，形成2条水龙，张开血盆大口就朝着我们扑过来。我连忙提醒张师傅小心，张艺清却让我保护好丫头就好了。我紧紧地抱七瑶，双眼紧闭，准备好迎接水浪的冲击。可预料的冲击没有到来，睁开眼看去，在张艺清的保护下，水浪居然直接避开我们，向旁边2侧散开。河水散落后，张艺清开口道：“赵高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？招呼上来吧。”赵高却冷笑着说：“主公好本事。”说话间就甩出几条铁链，把张艺清给层层缠绕，动弹不得。赵高见状大笑起来：“主公，你费尽心思找最好的工匠打造铁链，没想到如今被捆的是自己吧？你也尝尝困在水下1000年的滋味。”说完就用力一拉，张艺清就被甩入河水中，铁链也随着下方的重力下沉。赵高此时嚣张大笑：“你给我的痛苦，我加倍还给你。”我看见张艺清沉入河中，要去帮忙，却被七瑶死死地拉住。我扭头看向七瑶，说道：“张师傅是为了我。”可我还没说完，却看见他手指着赵高身后，让我看。我回头看去，就见张艺清从河水中走出来，身上已经没有捆绑着铁链，而铁链却在张艺清手中。赵高脸色大变，说道：“不可能，你怎么做到的？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等下就知道了。”说完就冲向赵高，而赵高此时也变得慌张了几分，他转身就朝着我奔过来，随后就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将我给拎起来，朝着张艺清大喊道：“别过来，不然我杀了他！”张艺清却淡淡的说：“你尽管试试，我和他非亲非故，你吃了他又如何？”赵高更是一怔，他们2人对视了眼，随即赵高又笑出声来：“好，那我现在就吃了他！”说完就张开嘴朝我脖子咬来，只是刚要咬到我的脖子的时候，七瑶喊了声：“不要！”赵高顿时停住了手中的动作，笑了声说：“看见了吗？你不在意，有人在意。”而张艺清这回开口说：“丫头，不要管，等他吃了秦淮，我们报仇就是。相信秦淮也不会怪我们的。”这一下，赵高也顿时一阵无语。张艺清说完话，也没有给赵高继续说话的声音，3根铁链就朝着赵高甩去。赵高看着向他甩过来的铁链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扭断了我的脖子。我神情一阵恍惚，当我再次回神时，我发现魂魄直接从我的身体里出来。我一脸懵逼地看着这一幕。赵高见我闭上眼睛没了动静后，直接就将我给扔在地上。可七瑶却可以看见灵魂状态下的我，跑过来安慰到我：“张师傅肯定有办法的。”可当我想问张艺清的时候，赵高和张艺清已经交起了手。张艺清铁链一甩，朝赵高脑袋而去，却被他直接躲过，一把就抓住了铁链。刚想说话，铁链传来炽热的高温，急忙松手，还是被烫得惨叫出声，结果露出破绽，被铁链顺势给缠绕住了。此时，张艺清对着赵高说道：“这么多年还没人敢威胁我，你当年杀不死我，现在又能奈我何？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”赵高听后却大笑起来：“你还真拿自己当皇帝啊？”张艺清表示无所谓，不过你一定活不过今天。随后又对我说：“秦淮，你过来。”我却说：“我已经死了，能做什么？”他说不急，手一挥，一把闪闪发光的大砍刀飞到了我手上，还问我敢不敢杀人。我点点头说敢。此时赵高却说道：“我乃位极人臣的大官，你一介草民想杀我，凭什么？”张艺清一把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他现在是草民不假，不过很快就不是了。”秦淮听风，朕现在册封秦淮为天子门下第一将臣，可斩一切不忠不孝之人。赵高听到这大笑起来，这天下都过去了几千年了，
谁还认你这个皇帝？你在做梦吗？我却转头看向赵高，满脸嘲讽道：谁说没人认？我就认他。七瑶也说道：我也认他。而我也不多废话，提着砍刀就朝赵高走过去。赵高还是满脸不屑地看着我，叫我下手试试。我直接将大砍刀举起。这时天空闪过一道闪电，闪电瞬间就将黑夜给照得惨白无比。接着我一刀重重地斩下，可像斩在钢铁上一样，只到了肉里几公分就无法进入。接着刀身抽出，他的伤口居然自动愈合了。我看着这一幕大惊失色。张艺清安慰我别灰心。随后我深吸了口气，再次朝着赵高斩下。只听见一声铿锵的响声，大砍刀像是斩在什么坚硬的东西上，我被震退了几步，而大砍刀上也出现了一个缺口。赵高冷笑着说：事不过三，下一刀还不成的话，你就再也斩不了我了。听到这，我提起大砍刀就要再次斩下，却被张艺清一把拉住了，告诉我第三刀一定要想好以什么名义来斩，这一刀斩不死的话，可就功亏一篑。可是要用什么名义了，我一时也想不到。七瑶走过来和我说他有办法。听完七瑶的话，看着嚣张的赵高，大声喊道：我为那些被你害死的冤魂讨回公道，以天子门下第一将臣的身份手刃奸人。我话音刚落，地面上就冒出来蓝色的光点，附着在刀身上，这难道就是冤魂吗？赵高还在疑惑时，我就一刀斩下。也就是在这时候，我听见赵高喊了声：快来救我！可是声音刚落下，我手中的大砍刀也斩下了。只见一道血光闪过，瞬间人手分离，而赵高的鬼魂也从尸体上飘出来了。赵高冷笑着说：以为我会那么容易救，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那些附着在我大砍刀上的光点就朝着赵高的魂魄就过去，光点越来越多，全部附着在赵高的魂魄上，他们像是在啃咬赵高的魂魄。赵高也在不断的发出惨叫声，结果并没有支撑多久，赵高就被这些光点给啃得魂飞魄散。赵高的魂魄被冤魂啃咬得魂飞魄散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刚松了口气，张艺清却喊道：秦淮，快来我身边。我转头看向张艺清问：张师傅怎么了？张艺清说：地府来勾你的魂了。我连忙问：那怎么办？别慌，一切有我。身势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片刻后，我就看见前面走出来一队鬼差，穿着一样的制服。他们走到我面前，开口道：野鬼秦淮，速速过来。张艺清却说道：把地府文书拿出来，我看看有没有秦淮的名字。地府要魂，岂能给凡人看文书？再多言，连你也抓了去。张艺清皱眉道：让黄东俊滚过来。半刻钟内不到我面前，他这土地爷就别做了。鬼差们听到这话，慌张了起来。你认识黄大人？张艺清不劳烦地怒吼道：快去！鬼差被吓得立马跑回地府。张艺清突然对我说：秦淮，你怪我吗？如果不是我，你也不会死。我低头说：张师傅，当时的情况你也帮不了我，没办法的事。张艺清笑着说：真的不怪我吗？我心里怎么会不怪？你当时根本见死不救嘛。可还没等我说话，张艺清就先对我说道：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之后就给你补偿。而且你不死的话，这背后害你的人也不会出来。听后我大惊道：赵高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难道我们家还有别的仇人？张艺清没有过多的解释，只是说：等会你就知道了。片刻后，远处传来一道声音：哪里来的狂徒，竟敢跟本官叫板？本官在此，你要怎样？是谁如此大胆？张艺清淡淡的说：是我让你来的。土地抬头看向张艺清，脸色大变，结结巴巴的说：张大人，怎么是你？你好大的官威啊！土地直接被张艺清这句吓得跪在了地上。误会，要知道是您下官早就来了。张艺清说道：人死后魂魄该在12时辰之内去地府报到，而超过这个期限才会派鬼差来勾魂。我问你，这次还没到1个时辰，鬼差怎么就来了？而我在旁边心想，张师傅对地府的流程这么清楚，难道他还兼职做地府的官员？那个土地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张艺清打断道：是有人指使你派人过来吧？不说，那我就去参你一本吧。听到这，土地连忙摆手说：大人息怒，您高抬贵手，小人说就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其实几天前有人告知下官，说秦台河边会死一个叫秦淮的人，让我派人来勾魂。张艺清问道：是谁？回张大人，那人穿黑色斗篷，把全身遮得严严实实，下官实在看不清他的长相。我在旁边插嘴道：无缘无故就会帮素不相识的人，你收了好处费了吧？土地爷看了眼，面色有些为难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。肯定是收了好处了。张艺清倒是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下去，而是说道：你现在看看死亡名单上有没有秦淮的名字。听到这，土地连忙从身上拿出死亡名单，翻到写秦淮名字的那页扫了一眼，
就把死亡名单提给张义清，说道：“张大人，你看，这里的确有秦淮的名字。”张义清接过，扫了一眼，说：“黄东俊啊，我看你是土地爷做的太舒服了，直接把名单扔给了土地。”怒骂道：“你是老眼昏花，字都看不清了是吗？秦淮的淮字是怀抱的怀，你再看看名单上写的又是什么？你玩忽职守，只是鬼差勾错魂魄，该当何罪？”土地爷这下彻底慌了起来，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，对着张义清磕头，求张义清放过他，念在他初次犯错，饶他一回。张义清说道：“饶你可以，7日内给我查清黑袍人的来历。”土地爷愤怒地说：“大人放心，下官一定尽全力找出那个混蛋。”张义清点点头，土地爷就招呼了一声小鬼，随后就快速地撤离了。等他们走后，张义清就对我说：“秦淮，天快亮了，还不快回肉身，还等着魂飞魄散吗？”张义清这话刚说完，我眼前一黑，当我再次睁眼时，我发现我居然真的复活了。张义清这时说道：“记得第3件事发生后，我说过会出大事，老牛替死，是有人想要瞒天过海，掩人耳目啊。”七瑶不解地问：“是谁要瞒天过海？”张义清淡淡地说：“应该就是那个黑袍人。”张义清告诉我，我刚刚回魂，魂魄不稳，野鬼都想抢我的肉身，叫我在入夜后请我舅舅过来。可我刚到屋外突然响起了脚步声，我扭头看去，就见孤魂野鬼已经找上门来了。七瑶连忙做了一个嘘声的手势，让我不要说话。不过他们还没看到我，应该是嗅到肉身味道了。要是被野鬼发现我，那就完蛋了。随后七瑶蹑手蹑脚走去，把门给关上了，还盯着门缝看了几眼，转头告诉我他们已经走了。我听到这松了口气。七瑶却说道：“孤魂野鬼已经寻上门了，再过一会不得百鬼围宅。”我听到这大惊道：“那不能等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我舅舅家。”可舅舅家离我家有4、5里路，这样过去路上肯定要遇到危险。七瑶说道：“等我一下。”说完就向屋内跑去。这时大门突然被人敲响，心想这时候谁会来我家？可不等我多想，大门直接被撞开了，只见一群孤魂野鬼就要向屋内冲来。我连忙喊道：“七瑶别过来！”野鬼把门撞开了，七瑶却拿着一面铜锣来到我面前，这我才反应过来了。张义清说过铜锣能驱邪，我俩拿着铜锣走出大门，可周围的野鬼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，还是有野鬼忍不住冲了上来。我连忙敲响了铜锣，铜锣声散开阵的野鬼捂住耳朵。我一边敲一边和七瑶快步地向我舅舅家走去。这时一名妇女模样的野鬼走过来说：“我无儿无女，死后被弃尸荒山，都收不到纸钱。”我按到他真可怜时，那野鬼见我露出破绽，瞬间就朝我扑了过来，我直接被他扑倒在地，铜锣也脱手而出，接着就要抢夺我肉身。关键时刻，七瑶捡起铜锣敲响，野鬼们立即被震开了。七瑶开口道：“秦淮，不要再生怜悯之心了，你们不许再打秦淮的主意了。”我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可是前面还有数不尽的野鬼啊！我和七瑶接力敲地向前走。片刻后，我和七瑶终于来到了舅舅家门口。我一边敲着铜锣，一边喊我舅舅开门。可我话刚说完，铜锣就被敲坏了。我立马想去推门，可野鬼已经到了我身边，一窝蜂的把我扑倒在地。我趴在地上大喊道：“舅舅快出来，我是你外甥秦淮啊！”屋内这时响起一个声音说道：“谁啊？大半夜喊老子舅舅！”原本平静的天空突然响起了一道闷雷声，然后劈下一道闪电，压在我身上的鬼魂被劈得魂飞魄散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被打开了，舅舅看到是我来了，立马叫我快进屋。而后面的野鬼还在蠢蠢欲动，慢慢向前移动，而天空顿时雷声滚滚，野鬼立马被吓着不敢动了。就这样，我按张师傅所说，连夜把舅舅接回了家。孤魂野鬼在舅舅的震慑下也没敢造次。次日下午2点，又把他送回了家。到了晚上，我和七瑶拿着新铜锣守在大门口，一直等到9点，野鬼还没迹象，看来是奏效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舅舅果然厉害，新铜锣都用不到了。这时响起了敲门声，我被吓得大惊失色。门外突然传来张义清的声音，接着他推门走了进来，问道：“看来你的舅舅已经来过。”我笑着摸了摸头说：“要不是你的办法，恐怕就再见不到了你了。”张义清接着说道：“秦淮，如果我说你干爹没死，你信不信？”我一怔，随即摇头：“我干爹是我亲手下葬的，怎么可能没死？”张义清转身向门外走去：“跟我去看看吧。”我跟在张义清身后，七瑶也紧紧地跟着我。张义清一边走，路上还不忘调侃我和七瑶说：“你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有夫唱妇随的意思了。”走了一路，我知道张义清要去的地方是哪里。之前我以为张义清要去的地方是坟地，现在我知道张义清要带我去的地方是我干爹家。可是等到了我干爹家里，却发现门是锁着的。看到门锁着的，我心里有些失望，看来我干爹并没有在家。张义清对我说：“开门吧。”我嗯了一声，
走过去打开门，我顺手又打开了灯的开关。我走进去看了看，却没有看见我干爹的踪迹。张艺清说道：“如果你干爹真的活着，你就不好了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张艺清指了指墙上说：“你看见那是什么了吗？”我目光看去，没看出来是什么，走上去摸了几下，才知道墙壁上挂着的是一块牛皮。张艺清这时说道：“你之前有看到这里挂着这东西吗？”我摇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这就对了，我之前说过老牛替死，你干爹真聪明，让老牛替他死，现在他肯定活得好好的。我听到这不解地问：“干爹被老牛替死，那棺材里的尸体怎么说？”如果我没算错，现在棺材里不是你干爹，而是牛头。听完后，我一脸不可置信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张艺清却说道：“不相信，将牛皮收好带走，然后让我将房门给锁好，跟他走。”出门后，我就看见张艺清在房屋四周的草堆里撒上了白色的粉末。撒好后，我不解地问：“张师傅，你撒在地上的是？”我话还没说完，张艺清打断道：“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走，现在去屠夫家看看。”可屠夫儿子在河边被赵高害死，现在家里正在办丧事，我们这时去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张艺清也没说什么，叫我们跟着他走就行了。我点点头，跟上张艺清。等到了屠夫的家，屠夫就赶紧迎了出来。不管怎么说，张艺清也是一个道士，农村里可能不信别的事情，但是对道士和尚是十分的尊敬。屠夫满脸横肉说道：“道长，你帮我儿子超度超度吧。”张艺清却看着棺材说：“你儿子今晚必须下葬。”这话让屠夫有点摸不到头脑，问道：“道长，咱这里讲究的是停尸3天才能下葬，不然下不了地府啊。”张艺清叹了口气说：“我知道，但今晚不下葬的话会出大事。”说完，张艺清手一挥，棺材盖就飞出去了。屠夫看着这一幕大惊：“道长，棺材合上了，怎么能再打开啊？”张艺清没说话，直接一把拿出尸体手给我们看。屠夫看这一幕问道：“道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张艺清说道：“你儿子如果今晚不下葬的话，就会诈尸，一旦诈尸，你夫妻2人都要陪葬。”屠夫听后大惊失色。张艺清又接着说：“我问你，几天前你见过秦淮的干爹吧？”屠夫不解地问：“秦淮的干爹是谁啊？”我连忙说道：“张大叔，我干爹是杨端公。”哦，几天前确实见过杨端公。张艺清说道：“这就对了，你可知道杨端公是什么人？”屠夫立即说道：“端公是村里看事情的人啊，村里婚丧嫁娶之类的事情都会找端公来看。”张艺清接着说：“杨端公是什么时候来村子的？”屠夫低着头说：“端公不是本地人，大概10多年前搬来的吧。最开始也没人找他，因为之后的一件事，杨端公才出了名。当时隔壁王村死了个孩子，摔死的。怪的是他不是从高处摔的，而是走路摔倒了就死了。但有个人说这孩子并没有死，是被吓走的魂魄，他可以帮忙去地府要魂。”我问道：“这个人是我干爹？”屠夫回道：“不错，正是端公。端公真的救活了那孩子，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杨端公从此声名鹊起，10里8乡都开始找他看事情。”张艺清这时说道：“你的牛头卖掉了吧？谁买走了？”屠夫却转头看向我说：“要说这事可巧了，小怀，记得有天早上我问你买牛肉？”我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屠夫接着说：“你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来人把牛头买走了，牛皮都并买走了。”张艺清突然问道：“是谁买走了？”屠夫笑着说：“巧就巧在这儿了，买牛的正是杨端公啊。”听到这我大惊失色。随后我和张艺清离开了屠夫家，心里想着干爹死了，第2天张大叔才杀了牛，然后干爹又买了牛，干爹真的没死？干爹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张艺清这时突然开口道：“走吧，去找你干爹当年救活的人。”我不解地问：“你都没问干爹救的是谁，怎么找啊？”张艺清却无语地说：“秦淮，你的脑袋生锈了吧？”我反驳道：“我没生锈啊。”张艺清对我说：“生锈了。”我刚要再次解释，七瑶突然开口道：“秦淮脑袋才没生锈呢。”张艺清一怔，随即大笑起来：“有意思，我给你找了个好媳妇啊，秦淮，你怎么报答我的？”我小脸一红说道：“张师傅，我之前答应你的事，我会尽心尽力去做的。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算你小子有良心，这丫头就没什么良心了。”七瑶听到这，立马说：“我有，我会和秦淮一起报答张师傅的。”张艺清笑着连说了3个好字。片刻后，我们到了一家人门前。我问道：“这里是王婆家呀？难道？”张艺清点点头说：“不错。”随后就上去敲了敲门，里面就响起了一声问道：“谁呀？”张艺清回道：“我是杨端公。”等张艺清说完这句话后，屋内响起急促的声音说道：“来了来了，杨端公你稍等。”端公，你这么晚来是？
可等来人看见我们后，立马问道：“等等，你们是谁？”张义清却说道：“无量天尊，你是王婆之孙，杨端公有事交代。”那人明显不信，什么杨端公，他不是死了吗？你们快走吧。说完，他还动手推搡了一下张义清，可是张义清却站着纹丝不动。那人见状，又双手用力推了一下，可以无论他怎么推，张义清就是没有移动半分。随后说道：“你们真是张端公派来的，说吧，端公有什么事？你不是说杨端公已经死了吗？”男人听到这大惊失色，知道自己上当了，转身就向房内走去，说道：“他死不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老子要睡觉了。”张义清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3天内，你奶奶会回来看你。”男人一听，青筋暴跳，怒吼道：“深更半夜跟老子说这晦气的话，赶紧滚！”说完，砰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。七瑶这时问道：“他就是杨端公救活的那个人？”张义清叹了口气说道：“秦淮，如果我说你死去的父亲3天后会来看你，你怎么想？”我回道：“即使是我爸的鬼魂来看我，我也会很高兴的。”张义清又接着说：“丫头，你看到王婆孙子的反应了？”七瑶回道：“他很生气，好像他很抵触这件事。他不想见他的奶奶吗？为什么呢？”张义清突然说道：“我若说王婆是他孙子所杀，你们可相信？”我和七瑶一脸不可置信，孙子杀自己的亲奶奶。张义清沉默一会，又接着说：“可能杨端公当初救活的根本不是王婆的孙子。”什么？我听到张义清说这句话后，当即感觉头皮一阵麻，连忙问道：“不是王婆的孙子？怎么可能？他毕竟跟王婆生活了那么久，王婆会认不出来吗？”张义清双手放在背后说：“有人布了个大局，你知道屠夫儿子为什么会尸变？”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。张义清接着说：“刚才你若观察得仔细，会发现屠夫儿子有尖牙长出来，而尖牙至少1个月才能长出。屠夫儿子总不能已经死了1个月了吧？”我说完这句，张义清忽然笑了笑说：“你终于开窍了。”我大惊道：“张师傅，你意思是说屠夫的儿子其实已经死了1个月了？”张义清点点头说：“没错，布局的人心思歹毒，谋划得很远，不止你们村，邻近的村也都在他的设计之中。而且这个人的炼尸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秦淮，你爸那晚出去后再没回来，你可知原因？”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。张义清又接着说：“因为你爸还在躲，他知道这件事还没完。”听到这，我有点不淡定地说道：“赵高不是已经死了，他还要躲谁啊？又能躲在哪？”张义清摇头说道：“等到我们抓出最后一个人，你爸自会出现。”张师傅，这块牛皮怎么处理？张义清笑着说：“牛皮和牛头身手分离，若牛头知道牛皮在这里，肯定会找上门来。”听到这，我一脸懵逼，牛已经死了，牛头怎么还会找上门来？张义清没和我解释，就向外走去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秦淮，记住3件事情。第一件，秦台河的鱼不要吃；第二件，见瞎子点灯，别说破；第3件，有人打听我是谁，不要说我是龙虎山道士。”丫头记得提醒着他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七瑶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第2日清晨，我刚开门洗漱一番，七瑶就喊我吃早饭。可我刚准备进屋吃早饭，身后就有人叫了我一声。我转身看去，就看见屠夫手里拎着一条鱼，对着我说：“秦淮，清早在河边弄的鲜鱼，拿来感谢你和道长，等我再来给你送鲜肉。”我看着手上的鱼，脸色大变，立马想到了张义清昨晚说的3件事，没想到第1件事情这么快就发生了。我转身进屋，拿出铁铲，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，将鱼给埋了。突然旁边传来呜呜呜的哭声，我转身看去，就见一个老头抱着膝盖坐在地上哭泣。我走过去问道：“你哭什么呀？”老头抬头看向我，我这回看见他的一双眼睛空洞洞的，里面的眼珠子都没有了，看着怪瘆人的。瞎子开口道：“我哭是因为我的手电筒没电了。你看。”我这时看着这瞎子，心想这人我好像认识，听说年轻时挖矿矿中坍塌，他的一双眼睛就坏了，那之后他就神经兮兮过了几10年。瞎子还不停地按电筒的开关，给我演示，这电筒不亮了。突然七瑶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我身边，对着我说道：“秦淮，别回答他，别忘了张师傅的话。”听到七瑶的话，我脸色大变。对啊，这不就是瞎子点灯吗？第2件事吗？这时我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“一个瞎子用什么手电筒啊？”我转头看去问道：“张大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屠夫笑着说：“村头来了戏班子，我来通知你去看戏。”而瞎子哭着说：“那你给我看看我的手电筒怎么了？”屠夫接过手电筒检查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这手电筒是坏了呀。”“坏了吗？终于坏了吗？”突然瞎子像是能看见一样，
伸手就从屠夫手中抢过手电筒，就朝着地上摔去，手电筒直接被摔个稀巴烂，然后笑着就朝前面走去。这一幕把我们给整无语了。屠夫这时转头看向我说：“秦淮，难得来戏班子，别忘了去看。”我先走了，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。屠夫走后，我叹了口气说：“这么快就发生了2件事。”突然我身后传来张艺清的声音：“做好本分就成，不是所有事都和你有关，有些事是其他人的暴力。我们去看看那条鱼吧。”我点点头，从家里拿出铁铲，将我刚刚买好的鱼给挖了出来。等我挖出来后，我面色顿时大变。我看见里面埋着的鱼居然还在跳动。张艺清上前把鱼给拎了起来，对着我说：“还好鱼没死，否则麻烦大了，快去打盆水。”我听后就急忙去打了一盆清水过来。张艺清将鱼放进去水盆里后说道：“鱼啊，说话吧，再不说话就把你炖汤喝。”我听到这心想：张师傅傻了吗？跟鱼说话？鱼听到这连忙说道：“别，我说就是了。”张艺清接着说道：“秦淮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欠他个人情吧？”鱼游动了几下，说道：“人情就不欠了，毕竟他把我埋了，差点死掉。”张艺清听到这，立即对着我说：“秦淮烧水炖鱼头汤。”鱼顿时就怂了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欠他人情，麻烦把这绳子弄出来吧。”随后，张艺清伸手将红绳给拔了出来，发现红绳那头还系着一张黄纸。我看见这黄纸，不解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“这就是让我变不回人形的东西。”听到这话，我抬头看去，脸色顿时大变，一脸不可置信，发现那条鱼已经变成河神了。“说说吧，是谁将你从河里绑上来的？”河神说道：“那人自称是龙虎山的道士。”听到这话后，我心想，张师傅也是龙虎山的道士，有没有看清他的样子？张艺清接着问：“没看清，他披着黑斗篷，脸被挡住了。”“居然又是那个人，怎么？难道你们认识？”河神很快问。我当即说道：“并不认识。”河神气愤地说道：“那家伙有点实力，主要是他用阴邪的办法，不然本官怎么会输？”张艺清笑着对河神说：“好了，你回去压压惊吧。”河神也不想在我这里多待，听见张艺清的话后，就直接从我家里跑了出去。等他走后，我大惊失色地说道：“多亏张师傅，要是把河神当成鱼吃掉，想想都恶心。”七瑶这时说道：“这难道也是布局？秦淮若吃了河神，就得罪了龙宫。黑衣人的目的是让秦淮与龙宫树敌。”我听到这大惊道：“啊，是吗？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丫头眼亮，秦淮多学着点吧。鱼也看完了，晚上再让你们看出好戏。”到了晚上，张艺清带着我和七瑶来到了坟地，然后张艺清盘腿坐在地上，对着我说：“看来你们这个村子藏着的高人可不少。”我不解地问：“张师傅，你又发现了什么？”我这句刚刚问完，还不等张艺清回我，七瑶就发现了动静，让我们看呐。我看过去，发现一阵光线朝着这边照过来，不是手电筒的光，而是灯笼的光线，伴着黄色将四周给照亮。等了5分钟的样子，我就看到一道人影出现。等我看清楚出现的人影后，我心里一惊，因为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早上的那个瞎子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无比惊讶。我刚想问张艺清，他却朝着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我立马闭上了嘴巴。而瞎子提着灯笼到处晃悠着，他好像能看到，像是在找什么。片刻后，瞎子在一块墓碑停下来，瞎子用手在墓碑上擦了擦，接着就动手挖了起来。我可以确定，瞎子没有任何辅助工具，徒手就挖了起来，而且就是这样挖着，就将坟墓给挖开了。10分钟后，我就看见瞎子从棺材里面弄出了一具尸体，接着他摸出一支蜡烛，然后将蜡烛点燃，放在尸体的下巴那里烤了起来，大概烤了2-3分钟。我就看见尸体的下巴处滴下来一种液体，然后瞎子迫不及待地凑上去喝了起来，同时还喃喃自语道：“宝贝油啊，宝贝油，喝了你我就能看见了。”我看着一阵反胃，我连忙叫七瑶闭上眼睛不要看，这画面实在太恶心，这瞎子到底是怎么了，居然连尸油都吃。而张艺清说：“捉贼捉赃，我们过去吧。”一边说一边朝着瞎子走过去，我和七瑶跟在后头。这时瞎子也发现了我们，转头看向我们说：“别碍着老爷子我的好事啊。”这时我突然发现瞎子居然长出了眼睛，我刚说完这句，只见瞎子朝着我们跑了过来。等瞎子到了近前，张艺清抬脚就踹在瞎子胸口，瞎子一脚就被踹得倒飞出去，砸落在地上，而瞎子的灵魂却从身体里分离出来了。瞎子看着自己的身体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我还没死，为什么灵魂会出窍？”张艺清开口道：“你还不清楚你到底死没死吗？”瞎子听到这怒吼道：“是你踢死了我，我要到地府去告你。”张艺清叹了口气说：“这几十年你在阳间过得很痛苦吧？但你还是不愿下地府，为什么呢？”瞎子一怔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张艺清淡淡的说：“不懂吗？
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以前有个矿工，挖矿时被砸死，魂魄困在矿洞里，他很绝望。正当他绝望时，有个人出现，改变了矿工的命运。这个人索要矿工的魂魄，利用炼尸术炼制矿工的尸体，让矿工看起来与活人无异。矿工就这样在村子里苟活了几十年，他害死了不少村民，为那人提供炼尸的原料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我听完张艺清讲的这个故事，顿时让我和七瑶大吃一惊。瞎子听了张艺清说这些后，反驳道：“我不懂你到底什么意思，你还不懂吗？你的主人这次不是又送你一对眼睛吗？”瞎子脸上浮现了惊容，可能没想到张艺清会知道这么多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张艺清淡淡的说：“我不重要，说说你主人在哪里？”瞎子咬牙切齿道：“你以为我会背叛主人吗？告诉你，过不了多久你们都要死。”张艺清却嘲讽道：“天真，如果可以，他早就动手了，还用等吗？你以为他在帮你，其实他在害你。就算你魂魄能回到肉身，也活不过今晚。”瞎子瞪大眼睛看着张艺清说道：“你吓不到我，我绝不会背叛主人。我是不是吓唬你？你看下你的肉身就知道了。”听到这，瞎子就朝着自己的肉身看去，只看了一眼，瞎子的面色就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在旁边不解地问：“张师傅，我没看出什么异样。”张艺清回道：“秦淮，摘掉尸体的帽子，看脑后。”我点点头应了一声，走过去看向尸体的后脑，看得我头皮发麻。这时张艺清说道：“你不过是主人养的一具尸体而已，3洞藏尸器，你真以为自己还能活吗？”瞎子一脸不可置信地怒吼道：“不可能的，主人不会骗我，我不是死人，是活人。”张艺清面无表情地说：“3洞藏尸器是炼护术的一种，护器压在洞内，被炼制的人自己察觉不到，更何况你目盲，想看也看不到。我已经不瞎了，能看到。”张艺清却嘲讽道：“你复明更说明你没利用价值了，看到什么也无所谓。”我和七瑶站在旁边看着，心情有些复杂。瞎子，这几十年来，村民都把他当疯子，结果都被他骗了。瞎子听到这喃喃自语道：“我一直身魂合一，活人就是如此，凭什么说我死了？”张艺清接着说：“尸气在时，你身魂合一，如今尸气散尽，你看看自己的魂。”瞎子又低头朝着自己的魂魄看去，而此时瞎子的魂魄慢慢的变淡了起来，逐渐的要消散了。瞎子脸色大变，问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张艺清回道：“你马上就魂飞魄散了，连转世投胎都没机会了。想报仇就快说出你主人的下落，救我救我！我不想魂飞魄散，我不想啊！”眼见瞎子的魂魄要消散了，张艺清大喊道：“快说，你主人在哪儿？他在秦。”可瞎子的话还没说完，魂魄就灰飞烟灭了。我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不救他？”张艺清却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几十年尸气聚拢都在消耗他的魂魄，死事定数，我也救不了他，这也是他的报应。”我又问道：“他刚刚说的是秦台河吗？”张艺清淡淡的说：“是又怎样？怎么找呢？”七瑶这时突然说：“张师傅，我们就在墓地，不用看看杨端公的墓吗？”“不用，我们直接去他家。”我点点头。片刻后，我们从坟地回到了杨端公家。张艺清叫我们看看房子周围的地面，我嗯了一声，走过去发现地上的白色粉末上有个脚印。我有些激动地转头对着张艺清说：“张师傅，有脚印。”张艺清对我说：“别激动，意料之中。秦淮，你家的牛皮怕是已经不见。”听到这，我们立马就朝家里赶去。到家后，我立即进屋去看牛皮。七瑶这时问道：“张师傅在这也撒了粉末啊？而且这也有脚印，2处脚印，大小、形状及花纹都一致，是同一个人，而且是成年男性。”我从屋内走出来说：“牛皮果然不见了。”张艺清一脸严肃地说：“好，牛皮丢了。现在老牛身手又合在一起了，那秦淮会有危险吗？只要秦淮在世一天，背后的人就不会放过他。秦淮凑上前来，我告诉你。”我走上前去，张艺清附在我耳朵边，就缓缓地说了起来。说完后，随即从身上拿出一个小瓶子，递给我说：“明日就按我说的做，且务必带着此瓶。”我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七瑶就来到张屠夫家门口。到了屠夫家门口，就发现好几个村民在那议论纷纷：“屠户老张真够倒霉的。”“是啊，看戏竟然被弄瞎了眼，戏子学艺不精，长枪竟然脱手了。”听到这，我一脸不可置信。张大叔不该跟瞎子搭话的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进屋后发现一个医生正在被屠夫包扎伤口，医生还嘱咐屠夫这几天好好休息，别干重活，别沾冷水。屠夫有4个儿子，上次出事也只死了一个，只是死了一个也足够让他们家很伤心。这回我看见一个老妇人一直在哭着，她哭得很惨。看着她这副样子，我也心生怜意，毕竟刚死了儿子，现在丈夫又瞎了一只眼睛。
我对着屠夫的老婆说道：“张大婶。”张大婶抬头看向我说：“是小怀啊，我们儿子没了，你叔又成了这样。”我见大婶又接着哭，连忙说道：“别急，大婶，我有办法能治好大叔的眼睛。”我这句话落下，屋内待着的人瞬间都诧异地看着我，就连七瑶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我。张大婶明显不相信我，低着头说：“小华啊，婶子知道你这是为我宽心。”这种事，张大婶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打断道：“我说真的，大家都知道琴台河有神仙的传说吧？秦始皇还在这里建了座琴台求仙问丹，传说他可是求得了仙丹的。你是说你有仙丹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仙丹我当然没有，不过我这里有仙丹的粉末，张大叔服用了肯定能治好眼睛。”我话刚说完，就有人质疑道：“你哪来的丹粉啊？”我解释道：“是来我家的张道长给我的。你们看我以前体弱多病，现在多结实。你是吃了丹粉的？”我拍着胸口说：“没错，就是道长给的。”心想，我这也算善意的谎言吧。张大婶听到这，立即上前一把抓住我手臂说：“小怀，求你救救你叔吧。”我点点头，从身上拿出昨晚张艺清给我的瓶子说：“大婶，丹粉在瓶子中，你用开水冲了给大叔喝下吧。”张大婶也不敢耽搁，很快就照做。村里的人都在看热闹，不肯离去，都想看看有没有作用。七瑶突然拉了我下，我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七瑶反问我：“秦淮，你有把握吗？我都没听说你还有仙丹粉。”我点点头说：“张师傅交代我做的，放心吧。”七瑶听到这也没多说什么。片刻后，仙丹粉末冲好了，一碗绿色的水，看着让人觉得有些恶心。只不过这碗绿色的水居然还溢散发着一股清香的味道。张大婶端着碗走到屠夫面前说：“老头子，小怀说这能治你的眼睛，喝了吧。”屠夫点点头，接过碗一口就喝下去了。屠夫打了个饱嗝，众人都盯着屠夫看着。等了5分钟没什么反应，这会就有人问：“小怀，这要多久才能起作用？”其实我自己多不知道，我心虚地说：“再等等，应该快了。”我话刚说完，屠夫却在这时候说：“我的眼睛好像有些痒。”然后他将缠住眼睛的纱布给摘下来，大家的目光瞬间都朝着他的眼睛看去。屠夫激动地说：“老婆子，我能看见了！”村民们看到这一幕不可置信。这时村民们贪婪地看向我问：“秦淮，你家还有仙丹粉吗？给我瓶，我也要1瓶。道长还在你家吗？带我去见他。”我连忙摆手道：“仙丹粉不是萝卜白菜，哪有那么多啊？道长踪迹不定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。”众人见在我这问不出个什么结果，面露沮丧的神色。有人和屠夫的老婆说：“大姐，你把瓶子给我吧。”说完就上前去抢，但是立马就被屠夫挡住了。屠夫拿着杀猪刀怒吼道：“我看谁敢抢小怀的东西，都给我滚出去！”这群人虽然有心抢东西，但是也没有胆子在屠夫家闹事，然后就从屠夫家里离开。等他们离开后，屠夫就赶紧将门给关上，然后就将瓶子还给了我。“小华啊，你叔可多亏了你啊，我们得怎么报答你啊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不用谢我，等见到道长直接谢他吧。”大叔大婶，我们先走了。从屠夫家出来，就发现刚刚的村民全堵在门口。七瑶看着这一幕，有点紧张地问我：“秦淮，怎么办？”“别担心，这一幕张师傅都预料到了。”我对着村民说道：“仙丹粉末我这里是没有了，但是我知道哪里能找到仙丹粉末。”村民听到这就激动起来了，大喊问道：“快说，到哪儿去找？丹粉来自琴台河，要去河里找。”我话还没说完，只见村民们纷纷朝琴台河跑去。我连忙朝他们大喊道：“等等，找到丹粉千万别吃，有毒，要拿给道长炼制后于能服用。”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叹了口气说：“都按张师傅说的做了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”七瑶在旁边问道：“秦淮，张师傅让你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啊？”我做了一个小声的手势，然后贴在七瑶的耳朵旁边说：“其实我也不知道。”七瑶听到这，直接给了我一拳。我连忙解释：“我真不知道，他没告诉我。”随后等到了下午6点10分，就有人朝着我家这边跑来说：“我找到了，小怀，你看。”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二大爷，心想：不是吧，河里真的有啊！二大爷这时直接走进我家问道：“道长在哪？快出来炼丹啊！”还没等我开口说，远处又有几道人影朝我家跑来说：“我们都找到了，道长人在哪？快帮我们炼丹！”这时旁边传来张艺清的声音：“哎呀，怎么多人了？”众人见张艺清来了，紧忙围了过来说：“道长，我找到仙丹的粉末，你快帮我炼制。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诸位稍安勿躁，贫道和秦淮私下说句话。”张艺清穿过人群，就和我到了屋子。七瑶将门关好，我对张艺清说：“张师傅，怎么这么多人找到仙丹的粉末了？”张艺清转头对着我说：“秦淮，今晚就能见到瞎子口中的主人了。”这时门外传来村民们的喊声。张艺清说道：“开门吧，
我和张艺清走出去，对着众人说：“大家把丹粉交给我吧，我来做登记。”这会有村民问：“道长，仙丹啥时能炼好？”张艺清回道：“今晚不成，明晚吧。”有人不放心地说：“道长你不会将我们的丹粉弄走吧？”这人话落，其余的人很快就附和说：“对呀，你说的在理。”我听到这反驳道：“要是不相信，就把瓶子拿回去。”张艺清这时说：“可以留个人在屋外看着。”随后村民叽里呱啦的商量了一会，就让村里的二大爷留下。我只好无奈的点点头：“张师傅，我统计好了，瓶子上都贴了名签。”七瑶看着这些瓶子问：“这些都是仙丹粉末？”张艺清却说：“这里只有一瓶是真的。”七瑶又接着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丫头想知道。七瑶点点头。张艺清开口道：“当初赵高来这里求仙问药，水下有仙师炼丹，这许多瓶子就是用来装仙丹粉末的。村民找到的就是这些假仙丹粉末，或者说是没成为仙丹的失败品。那怎么会有一瓶真的？”张艺清说道：“那是因为某人等不及了，把真的混在假的中，想让我炼制真仙丹。就是这瓶。”我拿起这瓶看了看，说：“这瓶没什么特别啊，味道也和其他的差不多。”张艺清却笑着说：“不像，但这瓶就是真的。那这个秦江你认识吗？”我点点头说：“认识，按村里辈分，我要喊他叔叔。”七瑶突然开口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张师傅要找出幕后的人。不错，去看看这个秦江吧。”说完，张艺清就开门往外走去。二大爷见我们出来，立即就凑上来说：“道长，丹炼好了。”张艺清说：“还没有，现在要去找一位配药，一起去吧。”张艺清前半句话让二大爷面色变得担忧，后半句话让二大爷的面色立即由担忧变成了欢喜。二大爷赶紧应了声说：“好。”就这样，我们四人就朝着秦江家里过去。等到了秦江家，二大爷说道：“这是秦江的家，他家有配药吗？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喊他一起找配药，你帮我喊吧。”二大爷听了，立即答应了，然后就扯开嗓子喊道：“秦江啊，跟道长去找配药啊！”可喊了好多声都没有回应。二大爷抬手就开始砸门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奇怪，睡这么死吗？”就这样又过了2分钟的样子，张艺清突然说道：“不好了，坏了！”说完直接用手一推大门，门就被推开了，然后往里面走去，没发现秦江。二大爷就走到卧室的屋前，动手就将门推开。可是等门推开后，就看见让我们惊诧的一幕：二大爷直接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只见秦江的尸体吊在房梁上。随后二大爷立刻站起来跑出去喊人。等了1刻钟的样子，村里就来人，发现秦江死后，所有的人面色都变了，甚至有人都不敢置信。有人说道：“我白天还和秦江说话，怎么晚上就死了？”另一个却说：“看样子死了有3、5天了。你和谁说的话？”这话顿时就让那村民的面色变了。张艺清却还站在原地没说话，他目光朝着众人看去。就在下一秒，张艺清忽然喊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张艺清说完，立马就追了出去。我见状，直接拉着七瑶跟了上去。一路上，我牵着七瑶的手，我们跑得气喘吁吁的。他们走的方向正是秦口河。他们到了秦口河就停下来。我和七瑶很快到了张艺清身边，我累得气喘吁吁的。七瑶看起来情况像是比我要好不少。秦淮，你看。我抬头看去，发现那人背对着我们站在秦口河边，他穿着黑色的斗篷，直挺挺地站着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起了波澜。这就是河神还有土地爷说的穿黑色斗篷的人。我将他的身材和我干爹的对比之下，发现不是很像。当然了，也可能被他的黑色斗篷给挡住。我尝试着移动脚步，想要看看黑色斗篷人的正面，但是却被张艺清提醒我说：“秦淮，不要乱动。”这时黑袍人开口道：“本想看个热闹，不想被你发现了。”张艺清严肃地说：“你躲躲闪闪，害死那么多人，是不是该有个交代了？”黑袍人听到这却笑着说：“交代？要我给你交代吗？你有资格吗？”我听到这声音说道：“虽然嗓音不对，不过你是我干爹吗？你自己看看吧，小怀。”说完，他将自己的黑色斗篷给摘下来。摘下来后，我就看清楚了他的长相，顿时我心里就翻起了惊涛骇浪。真的是我干爹。张艺清却说：“杨端公早死了，他带着的只是一张面皮。”他听了张艺清的话，冷笑着说：“小怀，你若还认干爹，就快过来，别被小人骗了。”小怀，有些事你看不清楚，我不怪你。七瑶突然开口道：“秦淮，无论如何你要相信张师傅啊！”我嗯了声。杨端公接着说：“小怀，要不是我救了你，你早就死了。你欠我的，你不是说要给我养老吗？”七瑶听到这怒吼道：“你3番4次想害秦淮，鬼才信你会救秦淮！”杨端公听到这话，哼了一声，然后手指天上，我听见高空之上响起一道闷雷声，一道闪电落下。
张艺清见状，直接把我推开。可是这道闪电不是朝着我劈来，也不是朝着张艺清劈去，却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了七瑶的身上。七瑶被闪电劈中后，立即就倒在地上，没了动静。杨端公这时开口道：“张艺清，你当初用尸体冲煞破了我的阵图，如今我让这丫头天打雷劈，咱们就算扯平了吧？”我见状，快速的上前去抱起了七瑶。我喊着七瑶，却没有回应。我试探了下鼻息，发现没气了，身体很快就变得冷冰冰起来。张艺清这时对着我说：“秦淮，把丫头抱起来，双脚不要沾地。”我点点头，了一声。张艺清，你我都是天师府门下，论资排辈，你得叫我师兄。我师承张道陵祖师，见我还不行礼。我在旁边听到这心想，原来他们师出同门，难道杨端公比张师傅还要厉害？张艺清嘲讽道：“师承尊卑固然重要，不过我们修的是道法，道法自然要从修为上论高低。怎么样，来比比吧？”杨端公听了这话，发出一阵冷笑：“呵呵，好久没人这么对我说话了。怎么比？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天师府的正一道修的是符篆功法，我们就以五雷咒引雷护珠，我们看看谁能挨到最后吧。中途要是有人受不了，逃跑了怎么办？”杨端公挑衅似的看了眼张艺清，张艺清却从身上拿出一块玉牌，说：“天师府玉牌受道气净化，乃相依为命的贴身之物，就将玉牌置于你我之间，谁若逃跑，就雷劈他的玉牌。”杨端公点点头说：“好，玉牌受损主人也会折损道行，是个好法子。”此时七瑶的身体已经变得越发的冰冷下来，我很担心，就和张艺清说了句。张艺清对我说：“只要丫头脚不沾地就有救。秦淮，你能做到吗？”我说能。随后两人快速的就将玉牌放到中间，然后就往后退去。两人对视了眼，张艺清先开口道：“好了，谁先动手？”杨端公无耻的说道：“道法比试不分先后，当仁不让，我就先一步了。天雷隐隐，龙虎同降，太化太妙，雷公前奔，风轮火车，震灵将卷，霹雳万里，破伏鬼神，急急如律令。”等杨端公刚说完，天空突然闪过一道雷电，而张艺清却站着纹丝不动。就在下一秒，一道手臂粗壮的闪电从高空之上降落下来，一瞬间黑夜被照得犹如白昼。这道闪电落在张艺清的身上，我都不禁担心起来张艺清。这时张艺清口中默念着咒语：“上天赐我威震万灵，地降震雷入无复胜，鬼闻脑裂，出语精神，急急如律令。”张艺清念完后，高空之上降落的闪电直接就落入了张艺清的身体里，消失不见。杨端公却嘲讽道：“你这招吸雷入复修的不错，不过在我看来仍是雕虫小技，上不了台面。”接下来就轮到张艺清出手。张艺清听见杨端公贬低他，倒是也不生气，快速的掐了一个手诀，然后我就看见高空之上有乌云在滚动着，嘴里念念有词。等张艺清念完后，高空之上快速的就落下来一道闪电，这道闪电可要比杨端公那一道闪电要粗壮不少。闪电降落，直接就到了杨端公身上。可是等闪电消失后，杨端公完好无损地站在那。张艺清笑着说：“你这招符篆避雷也算尚可。”杨端公冷哼了一声说：“接着比。”随后立马快速地掐了一个手诀，只见天空有4道雷电落下，张艺清却还是站着不动。当雷电要落在他身上时，张艺清怒吼一声：“我看你敢！”4道天雷居然直接绕开张艺清。杨端公看到这一幕不可置信：“什么？天雷为什么会绕开你？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当然是在躲避我啊！天师府由历代张天师秉承，而我现在可是姓张啊！你是现任天师府天师，当我傻吗？做过皇帝的你会甘心当道士？”张艺清听到这却大笑了起来：“天师府不敬鬼神，只敬天地，以浩然正气修身律己，游历于天地人间，如此逍遥，我有什么不甘心？”而我在一边听着，张师傅居然是张天师，虽然不知张天师是谁，不过听起来很牛逼的样子。张艺清这时又接着说：“你借天师府之名祸害无辜，无恶不作，今天我就清理门户。”清理门户？就凭你？杨端公突然单脚往地面上一踩，吼道：“听我号令，召4方神将速来相助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”念完后，下一秒就看见杨端公身边出现了几道黑影，这几道黑影身穿战甲，挡在了杨端公的面前。杨端公立即猖狂大笑了起来：“怎么样，张艺清，我有神将护体，你能奈我何？”张艺清叹了口气说：“执迷不悟，怪不得我了。”随后口中念起了咒语，接着我就感受到天地间的变化，温度都像是一下降低了几分，高空自上，天雷翻滚，将这夜色照得惨白。杨端公大惊失色：“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快住手！”
张艺清根本就没有理会杨端公，开口道：“敕令落。”轰轰轰的声音不断落下，一瞬间，我看见几十道闪电落下，只见护在杨端公身前的几道黑影当场被劈得灰飞烟灭，而杨端公也难逃其中，被劈得发出一声声惨叫。等闪电消失后，我就看见杨端公被劈得不成人样，一阵风吹来，还将一阵白烟给吹走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只见原本还算平静的河面就爆射出一道大树般粗壮的水柱，朝着我冲来过。张艺清见状，就朝我冲了过来，一只手提起我，朝着一边躲去。水柱落空后，河边快速地恢复平静。只是等目光再看去的时候，却发现杨端公的身体已经不见了。张艺清这时捡起杨端公的玉牌，对着我说：“秦淮，你先抱丫头回家，我还有别的事。杨端公的玉牌你收好。”我不解地问道：“杨端公哪去了？河水为什么攻击我们？难道是河神？”张艺清说道：“别乱猜，记住这句话：龙有浅滩遭虾戏，有朝一日龙得水，必令长江水倒流。”我听后就抱着七瑶回到了家里。到家后，我把七瑶放在床上，现在七瑶浑身冰冷，面目苍白，没了呼吸，没了心跳，基本上就是死人一个。这时门外突然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，我快速站起来，心想这半夜三更是谁找我？可是等门开后，我面色顿时就变了，来人居然是河神。我看着河神心想，之前的水攻击是他搞的名堂吗？你走吧，我们没啥共同话题。说完我直接把门给关上。河神在门外喊道：“是张先生让我来的，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”这时河神说道：“龙有浅滩遭虾戏，有朝一日龙得水，必令长江水倒流。”我听到这句话怔住几秒，旋即就相信是张艺清让他来的，毕竟张艺清才刚刚和我说过这句话。我打开门后，河神对着我说：“时间不多了，你要跟我去个地方。”我转头看向屋内说：“既然是张师傅，不过你要帮我个忙。”河神说道：“当日你救我一命，如今我帮你是理所应当。”片刻后，河神满脸大汗地说：“这就是你让我帮的忙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七瑶自己留在家，我不放心啊，注意别让她沾地哦。”张师傅刚才也往这河下游走了，我们到底要去哪啊？河神无赖地说：“等你到了就知道了。”你学话学得真快，就这样又走了半小时，我们终于到地方。到了地方，也比较奇怪，是秦口河一处山体前，这处山体镶嵌在水中，但是从山体的下面开出了一道口子，口子往里延伸，在外面是看不到尽头。而且出奇的是，这道口子和秦口河几乎是平着的，但是秦口河的水就是漫不进去。我这时问道：“我们要进那个洞口？”“不错，走吧。”可是七瑶现在的状况，我可不想让她进水。河神没回我，直接一把我夹在腋下。只见河神居然踩在河面上，到了洞口前开口道：“群生备泽，四海安澜。”河神这话刚说完，就看见这道口子的两边都写着字。河神念了一遍，神情就变得激动了几分，说：“张先生真的没骗我。”随后直接带着我跳进了洞里。到了洞里后，河神把我放下，我摸了摸腰说：“吓得我好疼，你备好七瑶，别把它扔下。”河神点点头说：“我不是背信之人。”随后我跟着河神走了4分钟的样子，河神突然停在前面不动了，口中说道：“飞在天，剑在田，大泽粼粼，清雨润。左为江，右为湖，兴公翳翳云从。”这话听得我云里雾里的。当我抬头看去时，顿时脸色大变。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尊雕像，看一眼就知道这尊雕像是龙王，龙头，还穿着一身得体华贵的衣服，而且在雕像前下面还放着一个铜鼎。看到这，我转头问河神说：“有人在这焚香，这里到底是？”河神回道：“你看也看出来了吧，这里是龙王神庙。”听到这，我喃喃自语道：“有朝一日龙得水，必令长江水倒流。难道这尊龙王像遇到水会化成龙？你果然有悟性，张先生正是此意。”我立即说道：“你是河神，就把外面的河水引进来吧。”河神却说：“没那么简单，你也看到了，河水无法进入洞中。不过张师傅说秦淮到龙王庙有求必应。”有求必应，张师傅是让我来找龙王求帮吗？没准龙王能救活七瑶呢。河神这时说：“要不然你自己背他吧。”我听到这立马想起河神之前要娶七瑶来着，我都忘了。难道你对七瑶？我话还没说完就被河神打断道：“之前我不知天高地厚，动了迎娶的心思，如今再不敢想了，我是怕七姑娘一旦醒了，怪罪于我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放心吧，她不会的。我也很感谢你帮忙。”说完后，我走到了龙王雕像前，我将竹筒给拿起来，说道：“张师傅说有求必应，难道是让我求1000？”随后我拿着竹筒就开始晃动起来，竹签撞击竹筒的声音在夜色里响起，异常清晰。我大概晃了20来下，
一支竹签掉落在地，河神提醒了我一声，我蹲下身体就将竹签给捡起来。捡起来我看了看，只见竹签上写着“有人寻来问雨量，3点雨水淹台阶”。我把竹签给河神看，问道：“知道什么意思吗？”河神尴尬地说：“雨量，那是由龙王掌管的呀，我只是河神而已。”我沉默了一会，就重新拿起竹筒，想看看里面其余的竹签写着的是什么。河神却拦住我说：“喂，这可不行啊！”可当我看去时，发现所有的竹签竟然都是空白的。河神这时又提醒道：“喂，铅球到了，你回家等着吧，再叨扰龙王大人就太不敬了。”而我却盯着手上的竹签，心想：真的有求必应吗？突然，这时竹签里升起一道灵气，接着进入我的身体。我想问河神怎么回事，却发现他们居然多不动。下一秒，我眼前一黑。当我回过神来时，我居然出现在一座破庙里。我站在庙内不知所措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河神和七瑶去哪儿了？就在此时，石像背后发出哒哒哒的声响。河神，是你吗？那道人影缓缓走出，居是一个套着水缸、长着像章鱼一样的怪物。我还在思考我是不是该躲躲时，那怪物直接朝我扑来，下身的手臂就抓向我。我连忙抬手想挡住他，这时只见我手上出现一片金光，接着金光闪过，那怪物直接灰灰烟灭了。而我还在懵逼中，这是我干的。身后传来一道声音：“龙王，你这也太狼狈了！”我一惊，转头看去，谁？龙王在哪？只见一个和我长得一样的人说道：“我说的就是你啊！”我居然看见一个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我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问：“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刚才的是什么怪物？你又是谁？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样？”那人没回我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太嫩了，时候还不到。”随后一只手把我提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太弱了，太弱了。”随即一口把自己右手给咬了下来，在口中咀嚼，一边咀嚼一边说：“好饿，好饿啊！”这时我连忙朝他大喊：“等等，别走，把话说清楚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下一秒我眼前一黑，当我重新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还在洞里。河神这时转头对我说：“快回家吧，现在只能等了。”我立马问道：“我刚才怎么了？”河神一脸懵逼地说：“你就看了一堆空白签啊！”听到河神的话，心想难道刚才是幻觉？河神又接着说：“我送你们回家吧，别让七姑娘有什么闪失。”画面一转，次日中午，我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七瑶还是没醒啊！明明是中午，却阴沉得像黑夜一样。”这时我看见远处有一个人正朝我家走来，等那人走近后，我发现这个人手中拿着一个铃铛，还有一块帆布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：“测字算卦。”我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家真是招怪人啊，这又来个算命的。”算命先生听到我这话就说：“风雨欲来，望遇贵人，门前一见，晦气晦气。”我听到晦气这2个字，立即怒吼道：“你谁啊？堵我家门，我还没说你晦气呢！别往前走，转头！”我推了一下算命先生，然后就准备关门，可是算命先生却用脚底住门，朝着我嘿嘿一笑就说：“小哥息怒，相见就是有缘，我给你算一卦吧，趋吉避凶哦。”不算不算，昨晚才刚求了1000。我说完，又用双手推门准备关上，而算命先生却死死地抵住大门，笑着说：“这糟糕的天气，小哥可知何时下雨，雨量如何呀？”听到这话，我沉默了一会，说道：“3点下雨，雨量会淹过1级台阶。”算命先生听到我这话，抬头看向天上说：“3点，我看不像啊。”这时我有点不耐烦地说：“信不信随你，我又不是神仙，你快走吧。”哈哈，小哥直爽，今天好兴致，不如我们赌一赌吧。我问：“赌什么？”心想竹签上可没说还要赌啊。你说30下雨，雨淹台阶，我偏说40下雨，雨淹台阶，怎么样？敢赌吗？我问道。赌什么？我有什么好处？算命先生笑着说：“好处吗？哈哈，那就看小哥想要什么了。金银财宝、美女佳人，我全都有，而且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小哥，你想要吗？”小哥，你怎么这个眼神看我？我心想，看他穿的，家里有米吃吗？还金银财宝，真会吹牛逼。不过张师傅说有求必应，难道这就是七瑶醒来的机会？我说道：“我赢的话，你能让屋里的女孩子醒过来吗？”算命先生听我说完，朝屋内看了看，说：“就是他，成啊！我这里恰好有一道方魂，你若赢了就给你。”我说：“小哥，要是我赢了呢？”我听见他说有七瑶的魂魄，顿时就一惊，不知道他是不是骗我的。试试总是有机会的。我深吸了口气说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他像是早就想好了，就对我说：“若我赢了，你也给我一道魂魄吧。”我犹豫了一会，我看了眼算命先生，点点头说：“好。”
我赌。他听到我答应了，大笑了起来，然后说：“爽快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等到4点下雨我再来。”算命先生走后，我抬头看了一眼阴郁的天，心里隐隐的有些担心，这天色恐怕等不到3点4点了，这马上就要下雨了呀。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哟，不穿黄马褂了呀！”听到这声音，我急忙说道：“张师傅，我跟你说，昨晚河神、龙王庙求签，还有个算命的。”我话还没说完，张艺清打断道：“别急，进屋慢慢说。”然后我急忙侧身，就将张艺清给请进来。进屋后，我对着张艺清说：“我想不通，如果不是河神，那会是谁救走杨端公啊？”张艺清淡淡的说：“不必多想，而且杨端公已经成不了气候。”张艺清这时抬头看向我说：“秦淮，昨晚我和杨端公交手的本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我听到这兴奋的说：“那是相当厉害啊，惊天地泣鬼神，简直就是神仙降世。”张艺清接着说：“你想学吗？”我听后一怔，这么高超的法术我能学吗？张艺清见我出神，就和我说：“秦淮，你要是不想学的话，那就算了。”我回神后，我立马就急了：“张师傅，我学，请教我吧，想学还站着干什么？”我没反应过来。张艺清叹了口气说：“你跪下给我磕3个头，然后给我敬杯茶，这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拜师？”张艺清有点不耐烦地说：“别废话，快磕头。”我听后赶紧跪在地上开始磕头，3个响头磕完。张艺清见我磕完头后说道：“秦淮，以后你就是我张艺清的徒弟，天师府的弟子，起来吧。你把昨晚我给你的玉牌拿出来。”“好，张师傅，你叫我什么？”我赶紧改口喊师傅。随后张艺清接过玉牌，抹除玉牌上的印记，对着我说：“现在杨端公的名字被抹除了，可以滴血了。”张艺清找到一根银针，就将我的手指给刺破，刺破后鲜血就滴落在玉牌上，晶莹剔透的玉牌在沾上我的鲜血后，透出一股妖娆的红色。就在下一秒，我就看见红色的鲜血被玉牌给吸收了进去。吸收进去的那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的心神像是晃动了下。我不解地问：“刚才是怎么了？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玉牌已经承认了你做他的主人，好好收着，人在牌在。”我点了点头说好。看看现在几点了？我抬头看向时间，发现已经3点了，立马跑到门口，伸手朝外向一探，一点雨水落在我手上。我立马抬头看向天空，喊道：“下雨了！”可下一秒，我直接傻眼了，怎么回事？只有那一滴吗？我转头看向张艺清问：“师傅，这岂不是要输？”张艺清笑着和我说：“稍安勿躁，成大事要沉得住气。”听后也没多说什么，一直盯着外面，无赖地说道：“这风刮了多久了，一滴雨都没有。”我这话刚说完，天上突然哗哗地下起了雨，终于下雨了，下得好大，雨水这么快就没过台阶了。看到这，我立马转身回家，却发现原来已经4点了，完蛋了，我输了。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“小哥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到底还是4点下雨吧？”张艺清提醒我说：“讨债的来了，赢赢吧。”随后我看见算命先生，他踩着一双黑色的布鞋踏水而来，快淹没台阶的水，他一路走过来，硬是鞋面都没有被打湿。他到了屋内，看见屋内坐着张艺清，先是一愣，随后对着我说：“小哥，怎么样？胜负已分了吧？”我说道：“你要取我的异魂魄？”算命先生笑着说：“正是，怎么，小哥不忍对自己下手？那我代劳吧。”说完就伸手朝着我抓过来，我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张艺清这时突然说道：“慢着！”算命先生转头看向张艺清说：“干嘛？想赖账吗？”张艺清缓缓站起身来，我立马躲在了张艺清的身后。张艺清对算命先生说：“这位先生若赢了，我们当然不会赖账，别说1魂1魄，3魂7魄也无妨。当然是我赢了。你看看时间，再看看外面的雨量。”算命先生让身做了个请的手势，示意张艺清往外看去。张艺清却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，就说：“不用看，分明是你输了，亏你自诩会算卦测字，给自己算一卦吧，你已经大难临头了。”算命先生怒吼道：“别唬我！我取走1魂1魄，立刻就走。”张艺清却说道：“如果我没记错，上面的圣旨说的是30雨水淹台阶，结果却在40降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和龙王！”我听到这心想，这个算命先生竟然是龙王。算命先生深吸了口气，故作镇定地说：“你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”张艺清严肃地说：“蜀川绵山的水文归你管，你接了玉帝圣旨，自作聪明来找秦淮打赌，没想到秦淮居然说对了降雨时间，你为了赢过秦淮，私自篡改了玉帝旨意，把下雨时间改为4点，推迟了1个小时，这关乎天下大计，你恣意妄为，已经犯下天条，
算命先生再也不像之前那般淡定，试探性地说：“只迟了1小时，雨量又没变，无伤大雅。玉帝知道也不会归罪我的。”张逸清嘴角浮上一抹笑容，说：“龙王呐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恐怕玉帝的降罪旨意已经到你的府上了。”算命先生怒吼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想调虎离山，支开我之后逃走吗？”张逸清笑着说：“看你这样子，你做蠢事也不足为奇了。”算命先生听后哼了一声：“等着我回来找你们算账。”说完就转身就向外跑去。等算命先生走后，我问道：“师傅，他若是龙王，那我去拜见的又是？”张逸清叹了口气说：“秦淮啊，这天下江河湖海无数，龙王也数量繁多，级别不同，管辖范围也不一样。众龙王以四海龙王为首，青白红黑四海龙王又奉黄龙为尊。算命先生只是秦台河的龙王，而你去拜见的可是厉害得多的龙王啊！”我若有所思，点点头。原来如此，师傅，那这个赌局算谁的输赢啊？张逸清笑着说：“当然是你赢，估计他马上就回来了。”张逸清刚说完，就见算命先生突然冲进来，扑通的一声跪在了张逸清的面前：“先生，请你救我！”张逸清站起身说：“你凭什么认为我能救你？我刚回去就接到了玉帝的降罪旨意。先生料事如神，想必有大神通。”张逸清却说：“若没猜错，玉帝要在明日53刻将你斩首示众。”算命先生连忙解释道：“我受小人蒙蔽，做了蠢事。先生大才，玉旨一字不差。既然如此，打赌是你输了。”“是我输了，我输了。你若想活，就先起来吧。”算命先生抬头看向张逸清问：“这么说，先生你肯救我？你先履行诺言，把那一道魂魄给了秦淮吧。”算命先生听到这就犹豫了起来。张逸清说：“不给也无妨，等你被正法后，我们自己去取。”张逸清的这句话戳中了算命先生的弱点，算命先生立马就认怂：“我给，现在就给。”只见算命先生摸出一本文书来，将文书打开，里面就飘出了一道魂魄。我很快就看清楚了这道魂魄的模样，心里一喜，这道魂魄不是别人，正是七瑶。我看见七瑶后激动说：“七瑶，你没事吧？”七瑶说：“我没事。”张逸清白了我一眼：“情话等会再说，先安魂。丫头，快回去吧。”七瑶点了点头，就朝着自己的肉身里走去。魂魄很快就附在了肉身上。张逸清见七瑶的魂魄回到了自己的肉身上，双手快速地结了一个手令，嘴里念着：“天地清明，本自无心，寒虚沉寂，百谱归一，离合骤散，元情归展，敕令速速归体。”念完就用手压在七瑶的眉心上。片刻后，我就看见七瑶的身体坐了起来。我见状就快速地走上去，握住了七瑶的手说：“七瑶，你终于醒了。”七瑶对我说：“应该没事了。”张逸清揉了揉自己肩膀：“没事就好，皆大欢喜。”七瑶对张逸清说了句：“多谢张师傅又救了我。”张逸清笑了笑说：“丫头，我已经收秦淮为徒，你是我未来的徒媳妇，不用客气了。”七瑶脸上绽放出笑容，看向秦淮：“真的吗？这可真是大好事。”这时，算命先生用手指头戳了一下张逸清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我的事怎么办？”张逸清转身对着算命先生说：“差点把你忘了，秦台河下游的那处山洞住着一个老龙王，你要将河水导入进山洞，老龙王自然会保你。”此话当真？算命先生还有些不确定地问。张逸清说：“你若不抓紧时间，可就真没机会了。”算命先生听后立马朝外跑去。等算命先生走后，我问道：“师傅，他能活吗？”“一切自有定数。”我又接着问：“那师傅，你怎么会知道玉帝旨意的内容啊？”听到这，张逸清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因为请求斩他的那份奏折是我递给玉帝的呀。我听后心里起了惊涛骇浪，我是拜了什么人为师啊？张逸清又对着我问：“秦淮，还记得我告诉你的那几句话吗？”我点点头，嗯了一声说：“记得，是龙有浅滩遭虾戏，有朝一日龙得水，必令长江水倒流。”张逸清听完就起身和我说：“回头秦淮把丫头漏下的事讲给他，现在你们俩跟我走。秦淮祭拜我为师，那为师就送你一份大礼。”随后我跟着张逸清来到了秦口河边。张逸清沿着秦口河边走了大概半小时的样子，在一处高地停下来，从高地往下看去，正好能看见我昨晚去过河段，也就是那处山洞所在的位置。因为下午下了1小时的雨，所以夜里有些寒。等了1刻钟后，张逸清呢喃了声：“时间差不多了。”这话刚说完，突然一声巨大的咆哮声刺破夜空，异常响亮，而且这道声音震得心神都忍不住颤抖了下。张逸清脸上浮现了笑容，说了句：“来了。”接着我就看见一道巨大的身影直接从水底冲向高空，秦口河的水花飞溅数十丈。我看到这一幕，
就想到了那句话：有朝一日龙得水，必令长江水倒流。张艺清突然说道：“去河边看看吧，给你的礼物马上就到。”张艺清带着我们就朝着下面走去，我牵着七瑶的手，一前一后就到了河边。到了河边后，我看见河面上有一道身影，不过看起来让人觉得有些奇怪，因为他是龙头人身，穿着一身华服。我喃喃自语道：“这就是遇水的老龙王。”我感觉心头一颤，天生的王者气势，还真的是强。老龙王这时对着张艺清感谢道：“张天师，这次多亏你相助，本王才得以脱困。”天师府虫又回到鼎盛，张天师你功不可没。张艺清笑着说：“龙王客气，一切皆有定数。天师府要重回鼎盛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”老龙王笑了一声，算起来本王也是道门弟子，我也曾在天师府修行，有幸目睹张道陵老祖的风采。既然龙王是道门弟子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老龙王点点头说：“好，天师有话直说。”张艺清说道：“袁琴台和龙王触犯了天条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想必他这和龙王之位是不保了。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希望你保举我的徒弟做琴台河的龙王。”龙王听了这话，面色变了变，目光彻底落在我身上。随即他淡淡的说：“天师的徒弟，难道是下一代天师的继承人吗？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天师府历代天师都姓张，天师继承人未必是他。”龙王沉默了几秒，就说了句：“好，天师放心，我定会保举小哥做琴台河的龙王。本王就先告辞，慢走。”等龙王走后，张艺清对着我说：“秦淮，龙宫旨意下来后，你就是这条琴台河的龙王了。”我听到这心想，我真的要做龙王了，真应了幻境里那怪人的话。七瑶这时突然说道：“秦淮，你做了龙王，一定要秉公做事，不可以胡作非为哦。”我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随后我们就回到了家。我对着七瑶说：“你身体还没恢复，一会好好休息吧。”七瑶嗯了一声。我上前就将院子的门打开。进了院子，我快步上前就想将里屋的门打开，只是刚要动手，张艺清叫喊住我说：“慢着！”我狐疑地看向张艺清问说：“怎么了，师傅？”张艺清却说：“秦淮，你家之前贴着对联吗？”听完后，我就朝着屋子两旁看去，就看到屋子两旁张贴着2张白纸，门楣上也贴着1张白纸。张艺清念了一遍说：“上联人来人往人情多，下联是孤魂野鬼无人怜，而横幅则是人间地狱。”接着又对我说：“秦淮啊，没想到又有人给你补了份礼物。”七瑶不解地问：“师傅，这对联应该没有好意吧？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我们先看看怎么个人间地狱。”张艺清说完，一把将门推开。只是推开后，我立马就感受到一股极度阴冷的气息，一阵冷风从屋内吹出来，吹在我脸上，顿时我脸色大变。只看屋内密密麻麻的站满了鬼魂，这么多鬼魂，把我家当成地府了吗？我刚想说话，张艺清却朝着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我急忙的闭上嘴了。张艺清轻轻的将门关好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跟我来。”我跟着张艺清就到了外面。我开口问道：“师傅，现在怎么办啊？”张艺清叹了口气说：“有人想让你家不得安宁，想让你有家难回。”我试探性的问：“是杨端公吗？”他不是已经……张艺清回道：“不是他，没那么简单。你家现在已经是地府了，鬼魂去地府天经地义，不能强硬赶走他们。人吃热腾饭，鬼吃倒头饭。倒头饭引路灯，众怒不可惹，请鬼容易送鬼难。咱们先去准备倒头饭。”哎呀，张先生，小怀，仙丹炼好了，快给我吧。张艺清说道：“差不多吧，仙丹给你之前，先给我们煮一锅饭，要煮1大锅，起码够20个人的份。”二大爷点点头，嗯了一声，诧异的看了我们一眼，不过也没多问，麻利的就去煮饭了。趁着二大爷去忙活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师傅，你有仙丹吗？”“有。”说完，张艺清就从袖口拿出了一枚褐色的药丸，药丸拿出来就散发出一股清香的味道。“师傅，这是真仙丹吗？”“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张艺清没有详细解释，我也没有多问。就这样等了半小时，二大爷这时开口道：“饭煮好了，仙丹可以给我了吗？”张艺清也没拖延，直接就把仙丹给了二大爷。然后我和七瑶抬头那一锅饭就朝着家里走去。到家后，张艺清对着我说：“先将米饭盛在碗里，再倒着扣到另一个碗里，这就是倒头饭。”我和七瑶很快就装好了20碗倒头饭。我们将倒头饭整齐地摆在家门口。随后张艺清开口道：“孤魂野鬼有煮无煮的，我都送上1碗饭，不嫌弃就出来吃1碗。吃完上路了。”张艺清的话刚说完，门吱呀的一声响动，门就打开了一条缝隙。张艺清见状对着我们说道：“你们往后撤一撤。”而孤魂野鬼从屋内出来，看见倒头饭就吃了起来。
一边吃还一边发出呜呜的一样的哭声，听着人都觉得有些不好受。然后张艺清对着我说：“快将对联接下来，注意别撕坏。”我和七瑶应声，很快就行动起来，将对联撕下来后，张艺清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支朱砂笔，对我就说：“将对联背过来。”我和七瑶照做，就看见张艺清提笔就写了起来。写完后说道：“用米饭把对联中心贴上。”我和七瑶从稻头饭里抓了一把米饭，快速的就将对联贴在墙上。只见上联是金旗闪烁，招来百福赐人间；下联是道本真通，总摄灵元归净土；横批是驱邪避凶。见我们贴好后，张艺清说道：“进屋了，没事了，你们去休息吧。鬼魂吃完饭就会离开了。有了我写的对联，也不会再有鬼魂来了。秦淮，你去给丫头讲讲这2天的事吧。”我点点头说：“是，师傅。”七瑶衣服也破了，明天换套新的吧。张艺清又接着说：“想把我徒弟的家变成人间地狱，天亮后我们就去看看，到底是谁这么大胆。”第2天，张艺清为了找到是谁在我家贴对联的人，带着我们来到了后山。到了山上，张艺清就对我说：“多年前，我在这附近见到过和对联相同的字迹，你们快找找，看看附近有没有一块断碑。”我们3人分散在这座山上开始寻找起来，找半小时的样子，七瑶突然大喊：“我找到了！”我们闻着声音就快速的过去，到了近前就看到了一块墓碑，这块墓碑只有一半。这时七瑶看着断碑读了起来：“朝闻道夕可死矣，无法道人流。”我见状将对联拿出来看了看对联上的字迹，对照断碑上的字，发现是一样的。张艺清听后点点头说：“这墓碑的年头起码不止200年了。”我听到这大吃一惊，这无法道人是200年前的活着的人吗？那现在不早死了吗？我问道：“师傅，无法道人现在是死是活？”张艺清对我说：“是死是活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在距离你们村10里地的地方有一座道观，我们可以去那看看。”张艺清带着我们续往前走，时间已经是上午9点钟，10里地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直走到了中午12点钟的样子，我们就到了一个村子里，走的腿都快断了，肚子也快饿得咕咕叫。张艺清就问：“饿了吧？”我点点头，嗯了一声：“咱们现在就去化缘。”张艺清说完就走到了一户人家门前，张艺清抬手敲门，门嘎吱的一声就打开，屋内走出来一个老妇人。老妇人开口道：“你们找谁？”张艺清张嘴就说了句：“无量天尊，贫道是。”张艺清话还没说完，哐当的一声，门就被关上了。张艺清一脸懵逼，碰了一鼻子灰，然后掐指算了算，自顾自地说了句：“原来如此，咱们换一家吧。”我跟着张艺清选了另外一家，这次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妇人。我们到了门口，张艺清就说：“姑娘，我们路过此地，实在饿了，可以给点吃的吗？”妇人打量了我们一眼就说：“进来吧。”我们进了妇人家的院子，妇人很快就给我们弄了粥和馒头来，吃了几口，妇人就问道：“你们这是要去哪啊？”张艺清回道：“我们是上山去道观上香的。”妇人听完后就说：“我劝你们还是别去上面上香，这座道观压根一点都不灵。”不灵？怎么说？妇人叹了口气说：“山上的道观破败不堪，观里的神仙也都被请走了，不灵的道观弄得村子也不景气，村里人都很讨厌道士。”我们听到沉默了一会，随后我们吃完东西和妇人表示感谢。妇人对我们说：“我看你们还是早点回去吧，别在这座道观浪费时间。”张艺清客气地说了句：“多谢提醒。”我们接着就朝着山上走去。走在路上，我不解地问：“师傅，神仙被请走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张艺清说：“就是道观空了，不供奉神像了。”随后我们到了道观前面，发现道观也衰败得不成样子，原本晴空万里的天，突然一下就被乌云给遮住了，还起了一阵风。不过我们刚才被晒得不行，这会来了一阵风，反倒是让我们感觉有些凉快。突然轰隆的一声，高空之上响起一道闷雷，张艺清连看都没看，再一次大步朝着前面走去。到了道观内，张艺清开口道：“敢问道友，进的是哪一片天？”我目光往道观正厅看去，并没有发现里面有人。等了大概1-2分钟，里面回了句：“贫道进的是3更天、4更天、5更天，天天如此。”张艺清笑了笑，没多说。里面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“贫道和你比一比如何？”“比什么？”“贫道请的神仙今晚3更会来。”“你这天师府不是一直说自己道教正统吗？我就和你比一比，请神如何？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好啊，我请的神4更天必到。”张艺清话落后，里面响起一道爽朗的笑声：“好，有胆气，就怕你请的神不敢进我这座道观，有何不敢进？”里面倒是听到这哼了一声：“既然比请神的话，那咱们也得分个输赢，怎么样？”张艺清点点头，嗯了一声，倒是声音轻佻地说：“哈哈，我请的乃是纯阳祖师吕洞宾，
你请的仙怎么还能赶来啊？张艺清笑着说，这个你不必操心，说说输的人要怎样。要是贫道输了，奉上人头给你如何？我这道观之中藏有一把剑，这把剑上可斩神仙，下可斩鬼怪。如若你赢了，贫道奉上自己的人头；如若你输了，你要八抬大轿，抬着我进你们天师府，当着一众天师府道士三跪九叩拜我为师，如何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张艺清几乎就没有任何迟疑，直接就答应了下来。道士接着说，那好，咱们晚上见，到时候一争高低。张艺清没有说话，转身就往道观外面走去。这时我问道，师傅你有把握吗？张艺清却说，好了，咱们先下山等着，等晚上再上山。我嗯了声，和张艺清同时下山。下山之后，张艺清朝着一户家走去。到了院子门口，张艺清抬手就敲门，随后一名中年人打开门问，你们有什么事？施主，你的家人睡眠都很不好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是谁？张艺清接着说，你家狮子衙门夺了将军福气，你家祖上有没有大官或者大富大贵之人？中年人听后摇摇头说，我家是3代贫农，到我这辈刚刚攒下了些财气。那就对了，你家里财气是够了，但是福气不够。你家门口就敢一左一右摆2尊石狮子，我看你是嫌家里人命硬，想看他们死。张艺清说完这话，中年人听后脸色大变，立即就问，高人怎么办才好？把狮子搬走砸掉行不行？砸，为时已晚。那怎么办？中年人语气已经有些着急起来了。高人，你只要帮我解决问题，钱不是问题，还请你指一条明路。张艺清笑着说，钱就不必，我教你个法子吧。今晚3更，你等在门口，有个人会经此上山，你要将他请到家里去，4更天才能放他走。中年人听到这一脸懵逼的问，不过来人怎么会乖乖跟我到家里去啊？把你家里最好的酒献出来，他一定会跟你进屋，按我说的做，你家平安无虞。张艺清说完，转身就往山上走去。这么简单？高人你别蒙我。七瑶解释道，放心吧，大叔，这位道长可是龙虎山的高人，你家人一定平安无事。这时我说道，师傅，你不请仙，怎么还要控管别人家的事啊？七瑶在我后面说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听得云里雾里的。张艺清无赖地说，傻徒弟，丫头可比你聪明多了，我要拦住的正是吕洞宾祖师啊。张艺清带着我们朝着山上走去，到了道观后，走进了正厅。进了正厅后，我看见正厅里的布置，面色忍不住变了变，因为我看见道观的正厅内悬挂着一幅画像，画像中是一个人仙风道骨，背后还背着一把剑，画像篇幅很大，足足的占据了半边墙壁。七瑶在我旁边说，纯阳子。张艺清看了眼就说，纯阳子就是吕祖，道教全真教的大宗师老祖先。秦淮，你现在听好了，我和你说说道教的分派。道教呢，分为2派，一为正义道，一为全真教。咱们正义道的老祖是张道陵，而全真教的创始人老祖是王重阳。虽然我们同教，但是不同派系分流，但是我们信奉的都是太上老君，所以总的来说也算是一家吧。我认真听着张艺清讲着，这时候我目光看去，发现在画像的上面还藏着一把剑，那柄剑看起来很精致漂亮。如果没错的话，这就是道观道士说的那把好剑。时间分秒的过着，约莫到了晚上11点的样子，道士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，张天师，马上就要到3更天了。张艺清笑着说，我等着呢，你还不出来吗？你想要贫道现身吗？等你输了，贫道自然会现身。片刻后，原本安静的道观内无端就起了一阵风，风吹的画像摆动着。见状，道士开口说，有请道教神仙吕洞宾进道观。道士喊完这句话，风倒是变大了，但就是没见到吕洞宾本人进道观。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，道士也是着急了，又喊了句，还是没有动静。接着一连喊了3、4声，外头依旧安静无比，只要风声呼呼作响。不可能的，我清空道观，请吕祖入住。吕祖没有理由不过来的，这道观之下万千香火等着他享受，他为什么不来？道士喃喃自语道。张艺清双手放在自己的背后说，3更已过，神仙没请来，算不算你是输？听到这，道士怒吼道，还没分输赢，你请的神仙也不会来。张艺清却笑着说，那就再等等吧，秦淮，等会你来斩他的头。我无语地说，师傅，为什么又是我啊？张艺清白了我眼，具体原因以后和你说，如果你不斩的话，那我必输无疑。好了，4更了，跟我去接吕祖。我跟着张艺清就往外走去。道士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和我耍什么花招。
道士的声音是在我身后响起的，我下意识的就扭头看去，一下就看到身后多出了一个人，他穿着一身道袍，估摸着不到20岁，面相甚至看着有点稚嫩。他盯着我们，哼了声，也没多说，和我们一同往外走去。张艺清也看了眼道士，收回目光，没多说。此时一阵清冷的风吹来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道士目光盯着山下看着，过了5分钟的样子说：“吕祖呢？吕祖该不会是忘记山上的路了吧？”张天师，张艺清笑着说：“你看，这不就上来了吗？”这句话刚说完，就看到山下有一道黑影一路往这边走来。张艺清朝着黑影微微欠身，开口道：“恭请吕祖归位。”原本走着慢悠悠的身影，听见张艺清这句话后，突然就快速的朝着这边上来，速度很快，用肉眼根本就捕捉不到。道士开口就喊了：“吕祖，留步，还请吕祖为弟子答疑解惑。”可是道士的声音响起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随后就看见那道黑影看着那幅画像，笑了一声，黑影就没入了画像当中。张艺清笑着说：“道友，你是不是认赌服输？”道士面色转向我们，神情都变得复杂了起来了，随即说道：“好，我愿赌服输，当然，只要你们能斩得了我。”秦淮将剑取下来。我点点头，上前去将剑取了下来。道士看见我拿着宝剑，就在吕祖画像前跪下来。跪下来后，道士对着吕祖的画像就呢喃自语起来说：“吕祖负我，吕祖负我呀！”张艺清对我说：“秦淮，动手！”我大喊一声，就一剑斩了下去。这一剑斩下，就让道士的身手分离。我看着人头掉落在地上，可是奇怪的是，没有半点鲜血流出。我转身看向张艺清说：“师傅，任务完成了。”张艺清却说道：“事情还没结束，说清楚吧。”这话刚说完，下一秒我看见尸体站了起来，我当时就被吓得后退起来。不只是我，七瑶也是如此，被吓得不断的后退。无头师开口道：“你要问什么就问吧，不过问之前，你得把那个人头扔到山底下。”无头尸体说着话，就指着自己的脑袋。张艺清对我说：“秦淮，按照他说的去做。”我此时心里直打鼓。七瑶看了我一眼说：“秦淮，要不然我去吧。”我见七瑶这么说，我哪里能让一个女人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？我强自镇定地说：“不用。”跑到人头前，伸手抓住人头就朝着山下扔去。不过扔的那一刻，我好像听见人头说了句：“救我！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但那一刻还是感觉到背脊发凉，心里打颤。我扔完人头就快速地跑了回来。等到了道观内，我告诉张艺清说：“师傅，人头我已经扔了。”张艺清点了点头，然后就对无头尸体说：“好了，我问你，无法道人是否已经死了？”无头尸体回答说：“没死，他能借体而活，只要他还有一块肉，就依旧能活。”张艺清脸色也沉了沉说：“道友，你的肉身是否是被无法道人占据的？”无头尸体沉默了几秒，说了句：“贫道无能，守不住肉身的，道心不稳，才会落到这个下场。100年前，无法道人假借酒与我研习道法，我贪杯睡死，被他斩了脑袋，占了肉身。也就是说，在我徒弟门上写对联请鬼的人是你。”尸体听后一怔，旋即就说：“肉身早就不是我控制，所以做过什么事情，我根本不知道。”张艺清严肃地说：“算了吧，我看不是无法道人发现道家祖师爷转世到了这里，而是你发现了，对吗？”无头尸体顿住，没有说话。张艺清却毫不留情地接着说：“我看那个人头才是和你喝酒的道长的吧？你这么有恃无恐地和我打赌，输了就将人头奉上，你这分明是不在乎自己的人头，等斩掉后还立马就让我将你的人头丢了，是不是那个人头逐渐不受你控制，所以你借我们的手斩掉了自己的脑袋？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好啊！赌赢了，你能得到吕祖的馈赠，还能统治天师府；赌输了，你还能摆脱那颗麻烦的人头。你才是无法道人，承认吧？”无头尸体听完后大笑了起来。早前就听说天师府迎来了一位新天师，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废柴，窝囊之物。等见到后，3言2语就让这位新的张天师走进我的圈套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这龙虎山天师府的新任天师还是有点本事的。不过又能奈我何啊？张艺清怒吼道：“天地间世道轮回，违背正道，自然有道规惩戒。”无头尸体不屑地冷哼道：“你又何德何能敢以道规自居？”张艺清用手指着无头尸的身后说：“我当然不敢，不过你回头看看吧。”无头尸体听了张艺清的话，就转身看去。我看见无头尸体的身体都开始颤抖了起来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吕祖。”我目光也看去，就看到一道人影，双手靠背，剑眉星辰，五官俊朗。
他面色严肃。下一秒，无头尸体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，扑通的一声就跪在地上，随即就开始磕头，嘴里还说着“吕祖，饶命啊！”吕洞宾看见跪在地上无头尸体，张嘴就说“孽徒”这2个字落地，猛然间，我发现吕祖身上的气势陡然变得无比凌厉。下一刻，我就看见吕祖的身影一下消失在原地，身影直接洞穿了无头尸体的肉身，原本还在求饶的无头尸体，声音瞬间戛然而止。随后，吕祖对张艺清说了句：“多谢你请的酒。”说完，那道身影快速地消散在我们面前，一刻都不停留。我还感觉有些恍惚，直到七瑶拉了拉我的手，我才回神过来。我看了看地面上的无头尸体，说道：“师傅，他已经死了吗？”张艺清却说：“秦淮，你把人头找回来，他还有话要说。”张艺清说完这句话，我怔住了几秒，旋即想到就在之前，我将人头抛下山的那一刻，我好像听到人头喊了声救命。我和张艺清说了，张艺清对我说：“你还站在这干什么？快去救人！”我回神，就朝着自己刚才抛人头山底下跑去。我在山底下寻摸了一番，总算是将人头给找到。我找到人头后，没有立即去将人头捡起来，而是先说了句：“老前辈，先前实在对不住你。”人头滚动着，然后等我再看向他的脸的时候，却发现原本那张年轻的脸瞬间就变得苍老很多，脸上多出了很多皱纹，在夜色里看起来还有些瘆人。我忍不住倒吸了口冷气。我们俩对视了眼，人头开口就和我说：“你先把贫道带上去吧。”我应了声，上前双手捧着人头就往上走去。等我拿着人头回到道观，张艺清开口就和人头说了句：“道友，实在对不住。”人头叹了口气说：“哪里哪里，贫道受制于无法道人，今日脱困还，贫道还要多亏了诸位，好好感谢啊！”诸位的帮助。张艺清不解地问：“虽然脱困，是啊，贫道现在全凭一口道气吊着，只不过也撑不了多久。若我死了，却还有些心愿没有完成。”张艺清说道：“请讲，如果我们可以帮你，一定会尽力帮你完成的。”人头没有立即说话，而是像是陷入了沉思当中。等了会，我出于好奇，就低头看了眼。我低头的一刹那，我看见人头也猛然抬起额头，瞪眼盯着我看着。我们俩对视了眼，一瞬间让我猝不及防，我差点就将手中的人头给丢了。人头倒是一点没有慌乱，和我说：“小友，能否帮我完成一个心愿？”我深吸了口气说：“什么心愿？”人头笑了声，也没耽搁，开口就说了句：“小友，贫道现在只剩下一个人头，但是也想死了有个全尸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将我的人头给送回到贫道出生的道观里去。”我一听有点慌，连忙说：“我没什么本事啊，你应该找我师傅。小友莫推辞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事成之后，贪道会赠予你回礼的。”我初入道门时，一心只想修道，也不曾收徒，以为修成正果再收徒弟也不迟。事到如今，真是后悔。可是前辈，我已经有师傅了，您的好意，小友取笑了。你师傅是张天师，我怎么敢造次？贫道要赠予你的，会让你道行倍增，功力大涨，乃是贫道修行100年的这一口道气。我答应人头把他送回到他的道观里。等下了山，一路走到公路上，张艺清突然对我说：“秦淮，你和丫头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”我喊了声张艺清说：“师傅，你不去吗？”我眼神可怜兮兮地看着张艺清，张艺清盯着我说：“秦淮，以后的路最终还是要你自己走，所以这一次你先自己试试吧。另外，我不去也是有原因的，我是天师府的张天师，不能去全真教的道观。”就这样，我们俩从凌晨2点半一直走到早上7点半，路上已经有了公交车，只不过公交车开过去，我也不敢坐，毕竟拿着一个人头。就这样硬生生地走到下午1点。这时七瑶对着我说：“人头前辈嘱咐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”我点点头说：“记得。第一，行路到天黑，有人留宿不能答应；第二，若是有人问是否返回，要回答不回来了；第三，开关时若有畜生开口说话，要装作没听见，不要回答。”说完后，我大惊，难道我会遇到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妖精吗？七瑶却笑着说：“没准哦，遇到也不奇怪吧。”就这样，我和七瑶接着走。大概晚上6点半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了一条河前。这条河比较宽，而且往前往后看都没有看到可以过去桥。正当我和七瑶左顾右盼的时候，耳边突然响起一道浑厚的声音说：“你们2个要过河吗？坐我的船吧。”我循着声音看去，就看到河面上有一个船夫撑着一条船过来。我开口就问船夫：“请问附近应该有座桥吧？”船老大指着旁边说：“之前是有座桥，2个月前被水冲垮了，桥基还在那。附近的人都坐公车，走的是5公里外的公路桥。不行，要过河的，只能坐我的船了。上来吧。”思考片刻，我和七瑶上了船，船老大摇船就带着我们往河对面。这样，
摇船的时候，还有一搭没一搭的和我们说着话。他问我们说：“你们是不是去白云观？”我吃惊地说：“大叔你怎么知道？”船老大淡淡的说：“桥毁之前，这条路离道观最近，从这走的都是去白云观的。”我就是随便猜了猜。到了，我开口说：“多谢大叔。”随即下了船。船老大看着我们的背影说：“小哥小妹，你们还回来吗？”我转头问：“大叔，你问这个干嘛？”船老大笑着说：“没什么，如果回来，可以再坐我的船；不回来了，之后就坐公车了。”我说完这句话，没有任何迟疑的拉着七瑶的手，就头也不回的往前走。船老大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说：“哈哈，小哥，话别说太早。俗话说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我相信你会过河的。”这道声音在我耳边回荡着，不过我没有再去理会。我和七瑶往前走着，路上我对七瑶说：“七瑶，要是等下遇到什么危险的话，你就先跑。”七瑶盯着我看了一眼，眼神中浮现一抹担忧的神色，和我说：“秦淮，这样的话，以后不许你再说了。”七瑶看着已经有几分生气，我见七瑶生气，就安抚七瑶了几句。这时突然一道声音传来：“无量天尊，打扰二位，贫道在这里等候多时了。昨晚师兄给贫道托梦，说今日他的头要回归道观，特让贫道在此迎接啊。”我大惊失色地看着这黄鼠狼，心想：不就是只黄鼠狼吗？什么人啊？仙啊？完全听不懂啊！黄鼠狼见我不说话，接着问：“说啊。”我是人是仙？我还是没有说话，假装没有听见。我额头上已经有冷汗珠子渗出来。就在我准备动手赶走他时，黄鼠狼居然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既然想动粗，我早就射了。”他走了几步，又停下脚步，对我说：“小哥，我还会来找你册封的。”说完后，黄鼠狼一溜烟的就消失在林子里。等确认他走后，我整个人差点没有瘫软下来。随后，我重新跳到坑内，我让七瑶看看四周还有别的什么动静吗？七瑶看了后，就和我说没有什么动静了。我嗯了声，就将人头给取出来。取出来后，我对人头说：“前辈，你的尸体我已经找到，我现在将你的人头放进去。”说着话，我就将人头给放到尸体的上方。等我放进后，就发生了一件很是诡异的事情。人头放到尸体上，两者居然都动了。然后我就用肉眼看见尸体和人头长在了一起。片刻后，尸体居然坐了起来，开口就和我说：“小友，辛苦你了。”我吃惊地问：“前辈您复活了？”人头点点头说：“暂时无碍。小友，我之前和你说的3件事情都可曾发生？”我嗯了声，说都发生了。接着我就和他讲了一些细节上的经过。人头听后发出一声冷笑声说：“贫道师弟还真的是好心啊，我这口道气惦记的人可真不少。对了小友，棺材里的畜生之后还会你来问相同的问题，你便回答他是仙就好，自有好处。”我嗯了一声。人头接着说：“好了，现在贫道将这口道气传给你，你过来吧。”我对人头说：“前辈，您已经复活，道气您自己留着多好啊。”人头叹了口气：“贫道这充其量算是回光返照，等明天太阳出来，我必死无疑。”人头说完后，我就感觉自己的脖子被什么搂住，下一秒我就和人头相隔的距离不过10公分，然后就看见人头张口给我过渡了一口气。这口气散发着一层奇怪的光滑，直接就通过我的口鼻进入。等进入后，我感觉身体多了一团灼热感到处游走着。整个过程不过10秒钟，过渡完这口道气，人头很快就把我给推开。一瞬间，我感觉人头的皮肤又像是多了1000万道沟壑。人头对我说：“等下千万不要说，贫道将道气给了你。”我不解地问：“等下跟谁说？”就在这时，耳畔响起一道笑声：“师兄，真的是许久未见。”我目光循着声音看去，就看见之前出现的老道士走了过来。老道士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人，年轻人面相稚嫩，看年纪应该不过14、15的样子。我知道师兄天线将至，尚无弟子，特意带来了一个后辈，就请师兄把道气传给他吧。紫云还不见过师伯祖。年轻人看着倒是很谦虚。等老道士说完这句话，年轻人就往前跨了一步，向人头行礼。人头笑了声说：“师弟，咱们白云观也是出不少根骨优秀的弟子，他的根骨不错，修行上应该是一个少有的天才吧？”老道士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我给师兄找来的能是差的弟子吗？那不是让师兄传承无门。”我站在旁边算是看出来了，这老道士根本就没安好心，带着人来想抢了人头那口道气，而且给我的感觉基本上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人头想了想就说：“说的也是，明天选个吉时，我将道气传给紫云吧。”老道士却说：“师兄，
你还撑得到明天吗？不要说明日。人头发出哈哈的笑声。你看我这一身修为就明白了。说完话，人头抖动了下，我就看见他浑身的衣袍无风自动起来。老道士出现了一抹疑惑的神色，但是这回也不敢说什么，就说：“好，那师兄今日请和我回道观吧。”人头点了点头，就让老道士在前面带路。人头这时压低声音和我说：“小友，过来搀扶我。”我见状，快速上前去。人头已经将那口道气传给我，看这种情况也支撑不了多久。人头接着说：“我现在已是强弩之末，小友莫慌，随遇而安，有机会就马上离开险境，不用管我。”随后我们一路就到了道观内，道观灯火通明。老道士很快就让小道士收拾房间。老道士这时候才将目光转移到我们身上，说了句：“师兄，不知道这两位如何称呼？”人头开口就说：“他们是护送我的村民夫妇，一路上多亏了这小两口啊。”老道士突然说道：“师兄，你不会将道气传给外人吧？”师弟真会说笑，非我道门弟子岂能承受我这100年的道气啊！哈哈，师兄，你不要见怪，我也是开个玩笑，这年纪大了，也是老糊涂了。今日已晚，这2位也请到观中休息吧。约莫过了半小时的样子，小道士就跑过来说收拾好了房间，随即带着我们就过去。到了房间后，我对七瑶说：“这老道把我们和前辈隔离，得找机会搭救前辈，离开白云关。”就这样，时间分秒的过着，我和七瑶已经忙活了1天1夜多了，七瑶已经有了些困意。突然，这时窗户传来砰砰的声音，我一下就变得警惕起来。我开口问：“是谁？”外面传来一道陌生且有点熟悉的声音说：“小哥，是我。”随后，我将窗户打开后，黄鼠狼就直接跳了进来，动作十分的灵活。到了我面前，他就朝着我作揖，态度十分的恭敬。我看着黄鼠狼，忍不住咽了口唾沫。我们对视了眼，黄鼠狼开口就说：“小哥，我说过还会来找你的。”这回我也没耽搁，开口就说：“你问吧。”我说完这句话，黄鼠狼的眸子都变亮了几分，随后又朝着我作揖，开口就说：“小哥，我问你，我是人类还是神仙？”我说道：“你是神仙。”我刚说完，黄鼠狼就跪在我面前，对我磕头，多谢恩公册封。下一秒，我就看见黄鼠狼被一团黄色的气体包裹住，这股气体闻着有些呛鼻子。我捂着鼻子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“恩公，你不要怕，我不是要伤害你。”此时，这道声音已经变成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接着等黄色的气体散去，我就看见身前站着一个男人，长得贼眉鼠眼的，身高不到1.5米，身材瘦小。我们对视了眼，黄鼠狼和我说：“恩公，他走不了，大限已至，就算走了，天一亮肯定必死无疑。那我也不能不管他，我要是走了，回头要是他死了，尸体都没人给收。”黄鼠狼就劝我说：“恩公，修行到了他的这个境界，尸体其实已经没所谓，他的尸体和人头已经合在一起，到地府阴曹，魂魄也可以过鬼门关，肉体没什么用。而且恩公，刚才前辈已经说了，咱们要走现在就走，否则的话可能就走不了。5点钟天空会泛起一抹鱼肚白，一旦露出鱼肚白，白云关的观主必定会出现，到时候怕是想走都走不了。”七瑶这时也对着我说：“观主抓到我们，肯定会夺走你身上的道气，那就真的辜负道长了。”我听后嗯了一声，随后我们3就从窗户边爬了出去。一路上，黄鼠狼不断地释放出黄色的气体，掩护着我们离开白云关。离开了白云关后，黄鼠狼带着我们就往外面走去。随后我们到了河边，黄鼠狼指着河面说：“不好，恩公，咱们得快点过河，否则的话天就要亮了。”黄鼠狼的话刚说完，突然耳边又响起另外一道声音说：“小哥，你不是说不回来了吗？”我听后当即心沉了沉，面色一变，心想今天还过得了这河吗？此时天色还没有完全明亮，我心里一紧，就看见船老大摇着船朝着我这边过来。我抓住七瑶的手，对着船老大说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船老大笑着说：“小哥，我来这里当然是接你过河。”“接我过河？我不用你接我过河，我自己能过。”船老大依旧盯着我看着，眼神有几分锐利，无形中让夜色里增添了几分压迫的气息，说道：“这条河没有桥，河水可是湍急的很，你不坐我的船，可过不去。”这时候，第2声公鸡叫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我知道不能再拖，再拖的话，就真的过不了河。这时黄鼠狼突然说：“恩公，我有办法。”我没犹豫，就对黄鼠狼说：“那拜托你了。”黄鼠狼当下也没耽搁，发出一声奇怪的叫声。这道奇怪的声音落下后，我就看见河边的草堆里忽然就闹出一阵动静来，而且还是无风自动，看着很是奇怪。接着
我就看见了密密麻麻的黄鼠狼出现，少说也有好几百只。这些黄鼠狼出现后，就朝着河里跳去，成千上万只黄鼠狼跳下去，很快的首尾相连，看得我目瞪口呆的。不到5分钟，一座由黄鼠狼搭建的桥就弄好了。随后牵着七瑶的手，踩着黄鼠狼搭建的桥就往前走去。只是我和七瑶刚踩上去，原本平静的水面忽然就变得湍急了起来，水浪是一浪接一浪的冲撞的黄鼠狼搭建的桥不断摇晃着。可是刚起步，一道更大的水浪形成，冲撞着我们就过来。我快速的喊了声趴下，我和七瑶同时趴下，我们死死地抱着黄鼠狼。此时我们才走到一半的样子。我此时扭头看了眼船老大，不管怎么样风大浪急，船老大还是稳如泰山。见这样子，我就知道这风浪是怎么来的。我开口就朝着船老大吼：你为什么要为难我？我们无冤无仇的，为何阻止我过河？船老大发出一声冷笑：小哥，你这就误会了我吧，我这根本什么都没做，你为什么要污蔑我呢？此时耳边呼啸着风声和水浪声，终于我感觉这些黄鼠狼要撑不住，这座桥就要断开了。我和七瑶已经做好准备落水了，却在这时候我听见一声喊叫：秦淮，丫头，快抓住！随后我就看见一根绳子朝着我甩过来，我和七瑶快速的抓住，随后直接被拉到了岸边。我和七瑶到了岸边，而在河对岸的黄鼠狼对着我大喊：恩公，后会有期！我也朝着黄鼠狼喊道：你也快走吧。这时张艺清转头对我说：走吧。我嗯了声，随即就和张艺清往前走去。我开口问：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张艺清看了我一眼说：我要是今天不来，你这河怕是也过不了。接着就扔给我们一个包袱，包袱里有干衣服。我打开包袱，看到衣服就怔住了几秒，心想师傅这是知道我们会落水，提前准备好了衣服。此时这里到处是林子，遮挡物很多，我和七瑶快速的就换了一身干衣服。而这会高空之上差不多彻底放晴。张艺清这时候问道：秦淮，你得了老道长的一口道气，有什么感觉吗？张艺清问得我一怔，我仔细的想了想，要说什么特殊的感觉没有，但是我很明显的就是感受自己变得精力充沛。我将自己的感觉说了出来。张艺清笑着说：要是老道长听你说出这样一番话，说不定会被你气得活过来。我被张艺清说得有些尴尬。我们往前走了一程，张艺清突然停住了脚步，转身向后看去，一瞬间我看到张艺清的面色都变了。我不解地问：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我也顺着张艺清的目光朝着那边看去，接着就看到一道青烟朝着高空袅袅升起。张艺清叹了口气说：老道长走了，秦淮，你也不要难过，老道长的公道以后你要帮他讨回来。是啊，前辈的公道我得给他讨回来。这时候河对面响起一声钟响的声音，虽然我们距离有些远，但是还是听得清楚，一共敲了3下。而张艺清掐指算了算说：秦淮，这个仇算是结下了，白云观怕是不日就会来找你麻烦。我有点惊恐地问：师傅，那怎么办？张艺清笑着说：怕什么？咱们天师府就从来没有怕过谁。先回去，有些事情我还得和你说。其实我心里也是一肚子的疑惑，也有很多事情想问张艺清。我们朝着前面走去，随后到了家里。到家后，张艺清对着我说：小怀，你快点洗漱，如果没有算错，今晚龙王的册封就会下来，你得好好迎接。我听后一怔，但还是按照张艺清说的去做了。只是现在还早，洗完澡我和七瑶就去休息了，毕竟已经累了很久。随后到了晚上，我看了眼时间，大概是晚上8点钟，高空之上还悬着一轮明月。突然看到一道人影从我院子门口走过，这个人看着有些怪怪的，背上背着一样东西，看起来像是一块墓碑。背墓碑的人看见我后就说：小哥，这墓碑我有些背不动，你要不要帮我一把？我回道：大哥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帮不了。他一怔，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他停顿了几秒后就说了句：无妨，只是有件事想请教小哥。我看到山上有一座无主的孤坟，想给死者竖一块墓碑，但又不知道这死者叫什么名字。小哥，你要不要帮我想一个？想一个？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？死了的人有名有姓，名字还能随便想吗？可能是背着墓碑的人看出我心里在想什么，又接着说：是啊，只是为了让死者有个墓碑，不至于当孤魂野鬼，就当积德了。我说道：你还是自己想吧，我帮不了你。背着墓碑的人听到这话，哈哈的笑了2声，随后就从我家的院子里路过。秦淮，你刚才和谁在说话？就在这时候，我身后响起一道声音：
我扭头一看，就发现是七瑶站在我身后。我对着七瑶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一个怪人。”“什么怪人？”只见张艺清从外面走进来问道。随即我就将刚刚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张艺清听后冷哼了声，看向我的目光变得更加深邃起来。张艺清像是陷入了沉思。我不解地问：“师傅，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”张艺清严肃地说：“小怀，你刚才碰到的一种人叫无名氏，这种人没有名字，却喜欢借别人的名字。一旦他们将你的名字借走，那么连同你的气运都会被借走，甚至是命数。”正当张艺清还要往下说的时候，外面突然就吹来了一阵冷风。我和张艺清、七瑶三人同时往外看去，我看到门外站着的居然是河神，随后就看见河神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，河神手中还拿着一封黄色的文书，开口道：“秦淮接旨。”我听后微微欠身，河神就打开黄色的文书，开始念了起来：“奉天承运，东海龙王诏曰：因秦淮救驾有功，特意册封他为秦口和龙王，钦此。”河神念完，我就说了句：“草民接旨。”河神笑着说：“龙王大人，你应该说臣下接旨。”我有些发懵，不过还是照做。我说了之后，河神就将册封的文书给了我。一瞬间，我就感觉就像是在做梦。我将文书接过后，河神带着一众水鬼参见我说：“下官参见龙王大人。龙王大人，你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吩咐小的们去做，小的们必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我点点头说：“大家一起努力。”随后，河神他们就从我家离开了。离开的时候还说：“我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吩咐他们去做就是。”张艺清这时对我说：“秦淮，恭喜你当上秦口河的龙王。”我被张艺清说的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师傅，我能当上秦口河的龙王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”张艺清摆摆手说：“未必，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命数吧。”张艺清又接着说：“我继续来给你说说这无名氏的来历。秦淮，这无名氏没有名字，所以喜欢借名字。一旦他们将你的名字劫走，那么连同你的气运都会被借走，甚至是命数。无名氏是一个古老的族类，在秦朝的时候曾经出现过，他们很神秘，一般来说是不会轻易出来的。而且当年在秦朝的时候，他们曾经被处以祸国殃民的罪名，曾经被诛杀过，所以这些年来都一直很低调。我甚至都以为无名氏已经彻底消失了，没想到如今又出来了。我听张艺清说这无名氏说的挺邪乎，不解地问：“师傅，这无名氏一族曾经都干过一些什么坏事？”张艺清严肃地说：“们曾经害了秦朝一位大将军，将秦朝大将军的名字借走，利用了大将军滥杀无辜，坑杀了40万赵军。”听到这，我感觉自己有些幸运，还好刚才自己没有告诉那家伙的名字。我擦了下额头的冷汗珠子。张艺清却突然对我说：“秦淮，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浑身冰冷？”我被张艺清说的一怔，随后摸了下自己的额头，是感觉凉凉的，连忙问道：“师傅，我这是怎么了？”张艺清淡淡的说：“你的名字已经被借走了，你身上还有一魂一魄也跟着去了。”我听着一阵懵逼，张艺清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就说：“秦淮，你丢了一魂一魄，自己却没什么感觉，那是因为你丢的是不是主要精魄？所以你现在还活着，也能思考，也能说话。如果你丢了主要精魄，现在的你说不定已经死了，加上你才被册封为秦口河的龙王，所以有一道龙气帮着你镇压。可是即便这样，你也支撑不了多久，怕是活不过7日。”我听后脸色大变：“师傅，我已经拒绝他们，而且也没说名字，他们是怎么借走我的名字和拿走我的魂魄？我怎么没有任何察觉？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你没察觉也是正常的，当初那位大将军也没察觉，那可是掌握几10万重兵的大将军，仍旧被借走了魂魄，何况你呢？”七瑶此时也急了起来说：“师傅，你一定要救救秦淮。”张艺清看了眼七瑶，就淡淡的说：“丫头，你现在可真的是一个称职的好媳妇。”七瑶被张艺清说的俏脸一红，就说：“师傅，你一定要帮帮秦淮。”张艺清轻咳了声说：“放心，秦淮现在是我徒弟，我怎么能不管他呢？而且连我的徒弟都敢动，简直就是没有把我给放在眼里。”随后又对着我说：“秦淮，你想知道他是怎么将你的名字和魂魄给弄走的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心里也是好奇的很。我总共才说了几句话，就将自己的身份给泄露了，这也说不过去。张艺清这时说道：“其实那块墓碑上已经刻上了你的名字，只是你没看见。他和你说几句话，是要借走你身上的一口气，气运去了。到时候把墓碑一立，你的魂魄也就跟着走了。”我心头一惊，这种事情简直防不胜防。我对张艺清说：“师傅，可是谁将我名字告诉他的？
张艺清笑着说：“道法高深的人，只要轻松一算，就能知道你名字。”张艺清的话也让我瞬间就明白。我思虑了会，旋即就想到白云观的老道士，说道：“师傅，我知道谁要害我，肯定就是白云观的老道士。”张艺清对我说：“你就这么肯定吗？”张艺清不说这话还好，但是一说这话，我顿时就变得不那么确定起来。不过除了那老道士，还有谁会对我下手？我抢了老道士的想方设法，想要夺走的道器，他应该对我恨之入骨才是。我前后思量了一番，我就对张艺清说：“师傅，除了他，我还真的想不起是谁了。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你是不是还忘记了一个人？”我听后不解地问：“是谁？”张艺清开口道：“秦淮，你还记得昨晚上那个船夫吗？”我听后心头一震，立即就想起来昨晚上那个船老大。我昨晚上之所以差点过不了河，也是因为那个船老大的阻碍。细想一下，船老大能操纵河水，对我们造成阻碍，肯定不是一般人，至少也得是个河神。我看了眼张艺清，点了点头说：“记得。”张艺清和我说：“那个船夫可不是普通人。”我问张艺清说：“师傅，难不成他是河神？”张艺清摇头说：“不是。”张艺清的话让我面色再次大变。如果不是河神的话，那么只能是龙王了。我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，张艺清还是摇头，这让我头大了，不解地问：“师傅，如果两者都不是，那他是什么人？”张艺清淡淡地说：“应该是道门中人。”道门中人？可是师傅，那就有些不对。我和那个船老大有仇吗？该不会是那个船老大也是嫉妒我得到了人头的那口道气吧？我此时心情有些复杂。夜色清了，我和张艺清对视了眼。张艺清接着说：“秦淮，现在当务之急，还是得将你的名字从墓碑上划掉。”张艺清说的话没错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将我的名字从墓碑上除去，不然这场无妄之灾，我肯定是受定了。张艺清这时站起身来说：“秦淮，其实想要请无名氏出山，一般人肯定是做不到的。无名氏传承1000年来，早就留不如当初那本锋芒毕露，所以这次出山，那个要动你的人，肯定是有着非同凡响的能力。”七瑶这时突然说道：“张师傅，你可以一定要救救秦淮，他不能出事。”张艺清点了点头：“走吧，咱们现在去见见那无名氏。”我嗯了声，跟着张艺清就往外走去，我和七瑶跟在后头。接着我们就上了山，随后我们来到了一处山沟里。到了这地方，张艺清才停下脚步，指着前面的那块墓碑说：“看见了吗？刻着你名字的墓碑就在那里。”我看到这块墓碑后，快速的就跑了过去，目光看去，只见墓碑上写着我的名字。我有点惊慌地说：“师傅，现在怎么办？”张艺清却说：“你想怎么办？”这话说的我有些懵逼。我想怎么办？当然是想将这块墓碑给砸得稀巴烂，然后把我自己的命给救回来。只是我还没说话，张艺清就对我说：“秦淮，你看看墓碑的背面。”我拿着手电筒就照在上面，看见上头出现就一行字，七瑶也凑上前来，很快就念了一遍，说：“想活命，明晚3更镇上见。”七瑶念完，我心头一颤，立马对着张艺清说：“师傅，你怎么知道背后有字？”张艺清笑着说：“你不要忘记，当年我可是和他们打过交道的，他们做事的习惯和风格我可是很清楚的。现在给你留了地址，你能找到，运气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了。无名氏喜欢将墓碑背到阴气很重的地方，一般人是找不到的，所以很多人没找到就已经死了。如果你找到了墓碑，那就说明你还有机会活，但是活的机会也不大，因为无名氏要的代价很高。比如说我之前和你讲过的那位被操纵的将军，就是以坑了40万赵军换来了活命的机会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莫名的心里感觉胆寒起来，坑了40万赵军才换来了活命的机会，这是一件令人多么毛骨悚然的事情。突然间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活命的机会了，我不可能找来40万人去杀吧。我对张艺清说：“师傅，如果我这次没救了，我爸要是回来，我有些话要你转告给我爸，还有七瑶。”我话刚说到这，张艺清就白了我眼，对我说：“秦淮，你就对师傅这么没信心吗？”我赶紧摇头，我怎么可能对张艺清没有信心？张艺清既是千古一帝，还是地府高官，另外还是天师府的张天师。不管怎么说，张艺清在我心里那都是手眼通天的人。我对张艺清说：“师傅，我怎么可能对你没信心？对我有信心就成，以后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”我嗯了声。张艺清看了眼墓碑，随后就从袖子里摸出一张黄纸，他手中拿着黄纸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下一秒就用手中的黄纸贴在了墓碑上，遮盖住了我的名字。好了，
咱们下山吧。我们转身就开始朝着山下走去。走在路上，张艺清突然又和我说：“秦淮，你现在是秦口河的龙王，秦口河的有些事情，你还是需要去处理一下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张艺清和我说：“你抽空去秦口河看看就知道了。”我嗯了声。张艺清又嘱咐我说：“秦淮，你以后做事一定要秉公执法，切不可犯之前龙王犯的错误，知道吗？否则的话，连师傅都保不住你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说明白。先前的龙王就是因为和我比下雨，违背了玉帝的旨意，才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我们一路走到了家里，时间差不多已经凌晨1点。我对张艺清说：“师傅，我现在就去秦口河看看吧。”张艺清盯着我看了一眼，掐指又算了算，算完后又看了我一眼，随即又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一下子我就被张艺清弄得有些糊涂起来。接着张艺清就和我说：“去吧。”我嗯了声，就往秦口河走去。我本来问张艺清去吗？张艺清说不去了。张艺清虽然不去，但是七瑶跟着我一块过去了。只是刚到了秦口河，却碰到了一个我没想到的人，居然不放鱼饵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中有点好奇。老者却突然对着我说：“秦口河新上任的龙王秦淮，我们来聊聊怎么样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心头一惊。他怎么知道我身份的？而且我是今天晚上才正式被册封成龙王。你是什么人？老者笑了笑：“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老夫在这里等你，是想请你帮老夫一个忙。帮了老夫的忙，老夫也会回报你。”我叹了口气：“老先生，我最近真的是遭遇了多事之秋，没时间帮你啊。”老头自信地说：“你会帮我的，咱们后天晚上老地方见。”我听后也不再多说，转身就朝着家里走去。我和七瑶到了家里后，七瑶忽然说：“秦淮，你会帮那个老先生吗？”我摇摇头表示：“现在不知道老先生是什么人，回头别又是一个坏人。”七瑶却说：“我感觉不像，要不然你后天晚上去见他一面吧。”我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后半夜我躺在床上，想着现在很多事情都已经解决，但是我爸还没回来，也不知道去哪儿。时间很快就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张艺清来到我家中，我立马就和他说了昨天晚上的事情。张艺清听后摆了摆手，让我先跟他去见王无名氏再说。随后我跟着张艺清来到小镇上，到了小镇，我们找了几张椅子坐下来，等无名氏。没过多久，远处传来一阵铃铛声，我循着铃铛的声音就看去，只见一个人朝着我这边走来。这个人粗布麻衣，铃铛是系在脚上，走起路来铃铛就会响。那人靠近后对着我说道：“小哥，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”我忍不住说道：“你为什么算计我？”无名氏微微一笑：“何来算计之说？这天底下很多事情不公平，你遇上了就是你命中的结束。”我被他这话气得火冒三丈，什么狗屁结束，不全是他给我的吗？无名氏却接着说：“你可知我们无名氏一族诞生之初，一直行着交换之事，有人给我们东西，我们就和他交换，有来有往。我们行的才是这天底下最公平之事。原来这就是你拿走我一魂一魄的原因。”无名氏呵呵的笑了一声：“没错。”这时张艺清突然说道：“说出你的交换条件吧。”无名氏笑嘻嘻地看着我：“只要你1天内把一座山搬到大海里，我就把你的一魂一魄还给你。”听后我心中大惊，这家伙根本是故意针对我。一座山那么大，怎么可能搬到海里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这根本没海。我看着离去的老乞丐，问张艺清：“师傅，搬山入海这种事情真的能做到吗？”张艺清叹了口气：“无名氏一族行事风格古怪，让人摸不到头脑。有时候他想让你活，就会提一些很简单的要求，比如说去河边摸一条鱼来，又或者提过分的要求，比如说让白起坑杀40万赵军。”我一脸冷汗道：“师傅，那我还有活路吗？”张艺清想了想说道：“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，你要想搬山入海，就需要找到昨晚那个人，他可以帮你。可那个老渔夫怎么看也不像世外高人啊。”又问那老人到底是什么人，张艺清却叫我明晚去找他就知道了，又让我们先回去。等我和七瑶回到村里，村长敲着铜锣大喊道：“各位村民注意了，明晚8点，神像准时进村。秦淮迎神像仪式是关乎全村兴衰的大事，你千万不能缺席，一定要参加。”我一脸不解。村长悄悄地对着我说道：“咱们村最近发生不少邪门的事情，所以打算请一尊神像进村，好保佑我们。这可是村子里的大事，每个人都必须去，否则村子里福气凑不足。你记得参加。”我点点头答应下来。可晚上我梦到一个女人抱着我的腿求我救她，随后我猛然惊醒，心中暗道：好奇怪的噩梦。又发现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没有耽搁，喊上七瑶就来到秦口河边。可是在昨晚上的位置，我并没有看到老头。我开口就喊了声：“老先生！”没有任何人回应我。突然身后一道声音传来：“小兄弟，等着急了吧？”我连忙转身朝他拱手抱拳：“老先生救我！”老头却反问我：“小兄弟，为何笃定老夫可以救你？总不能说是师傅让我来的？”
我尴尬地摸了摸头说道：“昨晚上我见到老先生后，就觉得老先生有大神通，所以特意来向您求救。那你先说说看，需要老夫做什么？”我一听就知道有戏，忙说道：“老先生可有搬山入海的本事？”老头点点头说有。不过小兄弟，老夫帮了你，你给老夫什么好处？果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我问老先生他要什么，老头却指着七瑶说道：“我要他。”一听我立马拉起七瑶的手，转身就向家里走去。老头见状连忙叫住我：“小兄弟留步，这样吧，你帮老夫做一件事情，怎么样？我就帮你搬山。”四海龙王借雨，我却问他现在还来得及吗？因为离赌约还有1个半小时了。老头点点头表示没问题，又问我听过大禹治水的故事。相传当年大禹得了3件宝贝，第1件是河图，第2件是开山斧，第3件则是避水剑。这避水剑呢，基本上是指着呢河水就往哪里流。听到这话，我立刻明白过来了，原来老头手上有避水剑。随后老头不再废话，将4面旗帜插在地上，以吾之名，向东西南北4大龙王借雨4场。4大龙王若是听到，速速回应。4大龙王若是听到，速速回应。话音刚落，天空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接着大雨磅礴，3位龙王到位，雨水哗哗的就往下落着，很快就淹没到了半山腰的位置。我估算了速度，又看了下时间，现在是11点50，距离淹没山顶还差1半的距离。如果要彻底淹没山顶的话，3大龙王的雨量估计要到12点5分，超过了3更10分，那样的话就算是我输了。一直到了11点50，北海龙王的声音还是没响起。不过这时候我迷糊中已经听见一声铃铛的声音，透过倾盆大雨，我就看到了无名氏往山上走来。这无名氏来的还真的是早。这时老先生问道：“小兄弟，是不是快没时间了？”我点点头说是。老先生慢慢站起身来，缓缓说道：“凡事都不要太悲观。”又朝着天空大怒：“北海龙王，我现在和你借雨你不来，不要怪我过几天找上门，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。”话音刚落，雨水瞬间增大了1倍。七瑶高兴地喊道：“秦淮，你看雨又变大了。”老乞丐却讥讽道：“不到1分钟，那山是淹不了了。”很快1分钟就到了。老乞丐指着山下的水说道：“时间到了，山没有被淹没。小哥，既然你输了，你的魂魄就是我的了，你也不要生气。日后清明时分，我都不会忘记给小哥牌位上1炷香。”这样一番话差点将我气死。什么叫得了便宜还卖乖？这就是七瑶见无名氏如此无耻，怒吼道：“你做这样的坏事会遭报应的。”老乞丐冷哼一声：“这场报应早在2000多年前，我们无名氏一族已经承受过。”说完转身就要离开，却被老头叫住：“留步！谁说秦淮输了？”这句话让无名氏哈哈大笑：“输了就是输了，难道你还想狡辩？”我刚想说话，老头打断道：“你和秦淮小兄弟的交换条件是不是搬山入海？”无名氏一怔，点点头说是。如果条件是搬山入海，那就对，秦淮小兄弟在你还没来之前就已经赢了。这话说的无名氏一脸懵逼，不明白什么意思。老头解释道：“你们打赌是说只要搬山入海就可以了，可曾有说这海水要淹过这山吗？还是要淹到半山腰？”我听后面色就变了变，暗骂自己傻逼。无名氏怒吼道：“你这是在狡辩！可这就是事实啊！”没办法，老乞丐只好把我的魂魄还给我。随后我将魂魄融入到身体里，我一下就感觉身体充实了很多，流着鲜血抱着我的腿，求我救救他。见我没回应他，忽然一脸狰狞扑向我，吓得我猛然惊醒过来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我从床上下来，洗漱一番，准备吃早饭时，那个地中海发型的村长急匆匆跑到我家说道：“秦淮，你在家正好，我请来的道长准备要举行典礼了，现在赶紧跟我去祠堂，全村人都要去，要是少了你福气凑不够，我可饶不了你。”听后我跟着村长去祠堂，刚路过他家，就有村民急匆匆地跑过来说有人死在祠堂里了。村长脸色大变：“快带我去看看！”村长和那个人很快就朝着祠堂的方向跑了。七瑶此时说道：“秦淮，我们要过去看看吗？”我却叫他不要急，先去见见道长再说。来到道士的房间内，我对他说：“道长，我句话不知道和你当说不当说。”话音刚落，道长好像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，他说道：“你是劝贫道不要去祠堂吗？”我点点头说是，心想这道士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，贫道该去还是要去。如果是三清祖师不让你去呢？道长身形一震：“有的事情贫道现在不多说，你跟着贫道去祠堂看看就知道了。”可刚到祠堂门口，村长急匆匆跑出来说道：“王道长，你快跟我去看看，祠堂里死人了。”王道长应了声，我们一行人就到了祠堂。只见一个女人吊死在祠堂里，我目光顺着吊死的人脸上看去，我一脸不可置信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七瑶小声地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我昨晚梦到的就是这个吊死的女人，而且更诡异的是，这个死人不是我们村子的。这时村民询问王道长现在这件事情怎么办。王道长开口道：“还是先将尸体给放下来吧，然后仪式正常举行。你们几个谁去把尸体放下来？”村民们一听都纷纷以各种理由推脱，不去动尸体。村长被气得火冒三丈，而且村长忽然指着我，想让我将尸体放下来。话音刚落，村民拿着一块白布过来：“秦淮，你放心去吧，
我们拿不快在下面接着。我立马拒绝，表示自己害怕。说完，拉着七瑶朝着外面跑去，心想我要是违背了师傅的话，碰了尸体，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呢。此时七瑶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，就问我秦淮到底怎么了。我叹了口气道：刚才祠堂里的死人，就是我昨天晚上梦里的人。什么？七瑶也被我的话惊到了。片刻后，尸体被王道长放下来，然后就有人抬着尸体往外走去。村民还不忘嘲讽我，还是要看王道长的。瞧把秦淮吓得那副怂样。我一听，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过。尸体被抬走后，王道长就重新开始组织村民。各位，吉时已到，迎神像入祠堂。说着拿出3根香，日吉时良，天地开张，立起焚香，躬身拜请，香烟沉沉，神必降临。等主持完后，王道长就让所有的村民下跪，而我没有下跪，只是蹲下来，因为师傅和我说的3件事情基本上全部发生。等主持典礼结束后，村子里就开始不断的放鞭炮。这时候王道长朝着我说道：道友，我知道你也是我道门中人，可知道行人之事和行天之事二者的区别吗？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。人有祸福旦夕，天有不测风云。道友，如果贫道出事，还请道友帮贫道收尸。我听后一脸震惊。王道长，你既然知道自己要死，为什么不提前躲避？有的事情不能躲避，总得有些人去承受。道友，天地有正气，可是这正气也需要有人去秉承，否则的话，正气再多也没用。道友，贫道看你小小年纪，慧根不浅，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悟道，成为高人。这条村子请了一尊神像，竟然是少了一只胳膊的哪吒三太子，因此来主持仪式的道长被雷劈死。我看着道长的尸体不由得感伤，也不知道王道长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，得罪了谁，才会引来天罚。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。此时村长的老婆对村长说，如果是被天谴打死的人，死在咱们家里不吉利，你赶紧让人将他的尸体给弄出去。话音刚落，围观的村民纷纷避讳，找借口就从院子里走了出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村长破口大骂。这时我说道：村长，尸体我帮你弄走，这件事情你们就不用管了。王道长的尸体我给收了。村长一听，立即就离开了院子。我低头整理遗体时，一只手却放在我的肩膀上。我扭头看去，是张艺清来吧。我问他，为什么好好的王道长会忽然死于非命呢？张艺清表示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又把七瑶叫了进来，并递给我一套道袍。我嗯了声，随即就给王道长穿上道袍。师傅，咱们还需要一口棺材。张艺清淡淡的说道：秦淮，咱们道家的人没这个讲究，我们行走天地间，向来以地为床，以天为被，不少道家弟子可能途中身死，尸体没人收，烂于山间，没于泥土，甚至是被野兽吞于腹内。可是又如何呢？道家的弟子根本就不在乎这些，身体的处境早就被我们置之度外，也应该置之度外，养一身浩然正气，修身律己，行走天地间，一个道士应该有的气节。王道长做到了，就将王道长的尸体放入清口河，随流入海吧。我嗯了声，目送着王道长的尸体，说了句一路走好，又询问张艺清，王道长为什么好端端的会被雷电劈死？张艺清叹了口气道：王道长是替人顶了天谴而死的，这天谴要是王道长不顶着，那到时候死的可不止王道长一个人，死的就可能是整个村子的人。你发现祠堂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就说出了自己发现神像少了一条胳膊的事。这就对了，请神入村怎么能请一尊残缺的神像？这让神像本尊知道，肯定会很愤怒。不只是神像本尊会很愤怒，就连这天庭律例也是不允许这样的。如果你们村不请这尊神像是没有事情的，可既已请来，惹怒了上仙，所以天降天谴也是正常的。那就是说神像是村长请来的，王道长的死和他有关了。张艺清却说道：你们村长未必知道这件事情，具体还是要知道这尊神像是从哪里来的。我又问老先生，要我断的那一桩公案应该就是王道长之死吧？也不全是，跟祠堂里女士也有关，因为那具女士和龙宫有关，所以这桩案子也和龙王有关。听后我陷入了沉思，想不到那具女尸竟然跟龙宫有关，哪吒三太子貌似也和龙宫有关系。随即张艺清带着我来到村长家，想问问神像是怎么来的。刚进屋，村长问我尸体处理好了吗？我表示已经处理好了。村长听后暗自松了口气，随后又来到张艺清面前恭敬地说道：道长，这次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村，好不容易请来一尊神像，没想到会出这种事，还请道长出手帮帮我们村。张艺清点点头说道：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关闭祠堂的大门，7日之内绝对不许打开。还有你这尊神像是从哪里请来的？村长表示是镇上的王瘸子那里请来的，又询问是不是神像有什么问题。没什么问题，不过这7日之内你最好每天烧香吃素。接着张艺清招呼我来到王瘸子家，刚进院子里，张艺清询问王瘸子：你以阴沉木续命，以腰间红带护体，而且你那红冠是阴沉木做的吧？还被人动了手脚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腰间的红腰带现在应该已经褪色了吧？今晚你必死无疑。男人闻言将自己的衣服往上撩去，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用10年的老狗染红的腰带，为什么会变黑？张艺清叹了口气道：你本是一个阳寿都尽了的人，你觉得自己还能在阳间苟活？
你为别人卖命，别人可没把你的命当命。你可以去里面看看你背上的神像就知道了。男子听后真的去照做了。5分钟后，男子匆匆忙忙地跑了出来，求张艺清救他。救你已经晚了，你邪灵入体，现在连进地狱都难。男子闻言直接跪在地上哀求道：“大师，我女儿还小，如果我死了，那我女儿就只能去当乞丐，说不定还会饿死街头。人的寿命都写在生死簿上，阳寿有限，世人都得遵循这个规则。你分明阳寿已尽，却还贪图人间繁华，不设下地狱，这本身就是你的过错。”男人听后垂头丧气道：“大师，那我还能活几天？”张艺清淡淡的回道：“今晚上3更地府就会派黑白无常来勾你魂，而且你会下油锅地狱，因为你欺瞒地府，在阳间做了坏事。”话音刚落，王瘸子连忙解释道：“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坏事，我只是替主人打造了一座神像，其余的我什么都没做。3年前主人帮我准备了阴沉木、红腰带，还有背后的神像，代价就是要我帮他打造一尊神像，我照做了。如果频道没算错的话，你的阳寿应该在半个月前才到尽头的，怎么可能？我当时在半夜看见2名鬼差来到我床前勾魂，还是主人帮了我。”张艺清听后叹了口气道：“那肯定是你主人派来吓唬你的，想让你配合他，等你死后，你主人就利用你这副死人的尸体，刚好铸就那尊神像。我真在半个月前就死了吗？没错，你已经死了，你现在就是一尊傀儡。你如果继续陪在你女儿身边，你女儿怕也是活不过3个月。可大师，我今晚就要被带到地府，我女儿怎么办？如果你带我们去找到你主人，我帮你向地府争取7日的时间，让你好好安顿女儿。”王瘸子听后又要下跪，不过这会被张艺清给拦下。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主人在哪里了吗？王瘸子点了点头说道：“主人最近会住在王家村，说我有什么事情就去那找他。”说完就带着我们来到王家村。刚进村子就看到村口挂了5条黑猫的尸体，开门见黑猫是要我们撞煞丧命于此。王瘸子听后解释道：“大师，这真的不是我干的，我自己都不知情。”张艺清却让王瘸子闭嘴，接着蹲在地上，伸手就摸了一把土，放在自己鼻子底下嗅了嗅，又叫我不要靠近，随即站起身说道：“还真的是费尽了心思，居然藏了地煞，还藏什么出来吧？”话音刚落，一阵阴风刮来，四周冒出了一团黑气，慢慢形成个鬼影，他们个个凶神恶煞的。下一秒，4个地煞扑向张艺清，4个地煞从4个方向对张艺清发动攻击，其中一个地煞直接就扑到了张艺清的背上，张口就朝着他咬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都悬到了嗓子眼，快速上前想要帮助张艺清，可是却被张艺清给喝住，让我不要乱动。接着他一掌就轰在地煞的脑袋上，地煞的脑袋直接消失了。随即他暴喝一声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我动手，还不滚！”这几个地煞就直接没入了地里，消失不见。王瘸子看见张艺清收拾了地煞，就急匆匆地走到张艺清面前想要解释，张艺清却摆摆手表示不用多说。下一秒又一阵阴风刮来，本已死去的黑猫诡异地发出了一声尖叫。张艺清见状让我带着丫头先退出去，我点点头，带着七瑶他们来到院子外。此时里面不时地传来打斗的声音，我心里担心张艺清，七瑶却安抚我说：“秦淮，放心，师傅本事这么厉害，肯定是没事的。”话音刚落，身后响起了一道声音：“你师傅本事是厉害，困住你师傅多久？我不敢说，但是几分钟就够了。”王瘸子看到来人后，脱口而出的就叫了一声主人。“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对你那么忠心。”王瘸子说完这句话，青年只是冷笑一声：“我要一个死人对我忠心干什么？你自己看看腰间就知道了。”王瘸子听后，迅速将自己的衣服解开，只见他腰间早就是空的，一点肉都没有，可以直接看到骨头。王瘸子发出一声惨叫，直接朝青年人袭去，想和他同归于尽。可是青年人却不慌不忙地数着数，数到第3声，原本狂奔的王瘸子忽然就倒在了地上，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尸体很快就化成了血水。而且在化成血水的过程中，王瘸子没有死透，依旧清晰地感受到了那种痛苦。最后等尸体化成血水，还冒出了一阵白烟。